徐安吃过晚饭，刚起身要走时，不远处的一桌传来吵嚷声，男人的训斥声中气十足，引得餐厅里许多人注目。徐安循着声音望过去，看到了陈牧阳。陈牧阳穿着一身白色的厨师服，没有戴厨师帽。他安静地站在桌前，微垂着头，承受着客人滔滔不绝的抱怨。暖黄的灯光照在他脸上，衬得他低垂的眉眼看起来有些可怜。餐厅经理仍站在一旁和闹事的客人交涉，从徐安的角度看过去，他看不见闹事客人的身影，但能够看出双方交涉的结果并不好。因为一直站在一旁的有些年长的女服务员有意的将陈牧阳往身后护了护，而这一举动刚好露出了陈牧阳的下半身，让不远处的徐安看了个清楚。一条笔直的腿，一根木头拐杖，还有一个白色裤管打成的结。陈牧阳裤管打成的结垂在左腿膝盖偏上的位置，因为裤腿打的结位置靠上，隐约可以看出一些右腿残肢的形状。他剩余的右腿长度不超过20厘米。那个结突兀的刺进徐安的眼里，又像是一双手桎梏住他的喉咙。在徐安觉得就要窒息之前，他快步走了过去。徐安在桌前站定，仍在吵嚷不肯退步的客人看到他后有一瞬的失神。徐安也怔了一下，随即面露微笑，不动声色的向前一步，把陈牧阳挡在身后，向程竟然伸出右手：“程总，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可是遇到了什么麻烦？”程竟然连忙摇头，握住徐安的手：“小事小事。”徐总坐，徐总坐。徐安没有客气，直接入座，只是在落座后佯装犹疑的看了看桌前站着的一群人，又看了看程竟然。餐厅经理看到这一幕，也连忙转过头看向程竟然。一句先生还没说完，就被程竟然摆了摆手，让他带着周围的人下去了。这件事算是无疾而终，客人不再追究，餐厅自然不会紧抓着不放，只是处罚赔偿少不了罢了。程竟然为徐安添酒，徐安嘴上道谢，眼睛却瞥向了别处。他仍是一眼就看到了陈牧阳，但这时候他才发现陈牧阳拄的是双管。陈牧阳每向前走一步，右腿裤管挽成的结就小幅度的晃动一下。他走得慢，但是很稳，肩膀几乎没有晃动。徐安望着他的背影，愈发觉得刺眼。在程竟然连叫了2声徐总后，徐安才回过神来，笑着回敬程竟然手中的酒。眼前的程竟然是这近几年赶上环保施工的浪潮富起来的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眼光独到，又能紧跟形势，所以这几年的生意做的也是如火如荼。可性格里却又带着暴发户的蛮横，因为交代餐厅改的菜没有做好，就得理不饶人，非要整个厨师班一起赔礼道歉。徐安明白了事情经过，又和程竟然客套了几句就要走。程竟然想留却不能强求，只好说：“那下次徐总有空咱们再一对方休。”徐安只是轻笑，并不回答。路过餐厅服务台时，他向前台打听了几句后厨是不是有个叫陈牧阳的厨师的话，得到了肯定回答后，眉头敛了一敛，道了声谢便离开了。陈牧阳回到后厨后，没有往里走太远，就停在门口几步处。他背靠着墙，和他一起搭班的二厨于宁看到后过来安慰他。陈牧阳微微笑了笑，说道：“没事，这本来就是我的失职。”他的语气柔和，和平日里一样，只是眼神里流露出不加遮掩的疲惫。于宁见他这样，本想再说些什么，最终没能开口，只好拍了拍他的肩膀，便去忙了。其实这件事并不能全怪陈牧阳，遗漏了客人的特别嘱咐是不假，但却是事出有因。一厨临时有事，把菜单交给他就走了。陈牧阳并不知道服务员后来又口头吩咐的事项，只按着常规菜单做了，没想到就出了错。陈牧阳没动脚步，他看着于宁离开的背影，拐进操作间，随后一个卸力，将身体彻底倚靠在墙上，仰着头抵着墙，闭目做了一个深呼吸，觉得很累。明明已经很努力的生活了，
却还是一塌糊涂。陈牧阳叹了一口气，连日发生的事情堆积在一起，这件事最轻却成为压垮骆驼的稻草。那些麻烦、无奈和坎坷全都在这一刻被放大，排山倒海般将它覆盖，全逃不开。夜空一片晴朗，城市的灯光照得天幕有些微微发红，带着毛茸茸的触感。陈牧阳从餐厅里出来，被西风扑了个满怀。10月底的晚风算不上不冷冽，但也不够温和。陈牧阳将外套拉链拉高，整件衣服的领子都竖起来，遮住了小半张脸。他在后厨待了没多久，餐厅经理便找了过来，和他说了15号桌客人的处理结果。结果不算太坏，毕竟客人之后没有再追究，所以餐厅也只是免除了那道菜的单价，由陈牧阳承担。又因为事件性质影响，扣除了本月的部分奖金。陈牧阳向经理道谢，经理说：“我知道李哥重视你，觉得你是个好苗子，但很多事不是靠天赋就能做好的。该打的交道，该懂的人情世故，你都要学。年轻时候受点委屈，不见得是坏事。”陈牧阳点了点头。他高2那年辍学，班主任心疼他，为他保留了学籍，每学期都帮他交学费和注册学籍。这件事直到1年后，他们同届的同学都毕业后，陈牧阳才知道，班主任老师是个30多岁的女人。他找到陈牧阳，当面把高中毕业证交到他手里，对他说：“孩子，拿着这个找工作，总比初中文凭要好用些。要是以后有机会，就接着读书。”陈牧阳一下子就哭了，隐忍了很久的眼泪在班主任的面前全落了下来。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能一下又一下的郑重点头。班主任拍了拍他的肩膀，摸着他的头发轻轻说：“好孩子，别怕。”这些生活里的善意支撑着陈牧阳走了很长一段路，让他不去畏惧生活给予的苦难。可有的时候他又觉得这些都是假的，希望是希望，但他得不到实现，便只是一场白日梦，就如同璀璨星光，指引着人们不断追逐，却是永远都触不到的遥远。可是他又不敢放弃，他怕再往前走一走，就真的会有好运了。陈牧阳家住在老城区，房屋陈旧，但胜在地理位置优越，商业繁华，所以生活十分便利。他上班的那家餐厅离家也不过10几分钟的路程。陈牧阳打开家门，屋里一片黑暗，他的母亲何佩萍已经睡下了。陈牧阳小心翼翼的关上门，站在门口停了停，等眼睛充分适应了黑暗后才往里走。卧室灯打开的一瞬间，主卧传来何佩萍的声音：“杨洋，你回来了。”“回来了。”陈牧阳应声，转身去往主卧。房子并不大，2居室，70多平米。室内布局也很传统，主卧和次卧之间只相差着2米多点的距离。陈牧阳推开门，屋里窗帘没有拉上，灯光和星光透过窗子落下来，有几分明亮。何佩萍还没躺下，她的上半身依然倚在床头上，维持着陈牧阳去上班前的姿势。“妈！”陈牧阳快步走过去，在床边坐下，将拐杖放在一边后去扶何佩萍。何佩萍轻轻推了推他的手，嘴角上扬，笑的弧度十分好看。“今天累不累？”何佩萍问。“不累。”陈牧阳回答。“我觉得还是该请一个全职保姆。”“你这样不方便。”“不能。”“没事。”何佩萍打断陈牧阳：“我躺了一会儿，又自己起来了。我想等等你。”陈牧阳点了点头，又问道：“张嫂帮你换尿不湿了吗？”“换了，澡也洗了，你放心。”何佩萍回答道：“杨洋，把妈妈送到敬老院吧，比请小时工还要便宜一些，你的负担也能轻一些。”“妈！”陈牧阳皱眉：“我不累，张嫂的工资我能负担得起。”“你别担心，而且你在家里，我才安心。”何佩萍这才不再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
手掌紧紧握着陈牧阳的手。8年前，陈牧阳的父亲陈国生生病，何佩萍一个人工作和照顾他。后来实在顾不住了，陈牧阳主动提出了休学。他心里千千万万个不愿意，却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那小半年的时间里，他们辗转了3所医院，才终于控制住病情。可是陈国生的病离不了人，也离不开药。这些年，他们一直过得紧巴巴的。后来陈国生走了，何佩萍觉得终于不用再牵累陈牧阳了。可没想到，才过了没几年，自己又得了疾病，半个身子都瘫痪了。同样是离不开人，陈牧阳依旧是没有半点抱怨。可他每一次的笑都扎在何佩萍心里。8年前，他才只是一个17岁的孩子。他刚刚走出残疾的阴影，能够对他说自己对未来的期盼，能够真心的笑出来的时候，他和陈国生2个人又将他拉入深渊。陈牧阳似是知道了何佩萍的想法，他微微用力回握了何佩萍的手，对他说：“妈，我不累，真的。”何佩萍没有回答，他仰起头看向陈牧阳，对方眼神温柔，又带着孩子气般抹擦他的手掌，轻声道：“我爸都走了，你得好好的，多陪陪我。”徐安回到家后，给秘书何宁打了电话，让他去查陈牧阳。徐安没想到自己能一眼就认出陈牧阳，毕竟他只是见过一眼陈牧阳的照片，那是10年前，他躺在病床上，他的母亲徐青将一张照片甩在他的脸上。他冷漠的从脸上拿下那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15岁的清秀少年。他穿着白色校服 T 恤和藏青色的校服裤，背后是青翠的树木和几只盛开的蜀葵。少年笑着，面庞仍有些稚嫩，眉眼却十分好看，清澈如水，又透着暖意，一副和善的模样。你知不知道，别人为了救你失去了一条腿？这是徐青对刚醒来的徐安说的第一句话。他那时候冷漠的抬头挑眉看着徐青，回答道：“谁要他管我？他自找的。”这一句话让徐青彻底失去了冷静，他扑上来拽着徐安的衣服，一遍遍地质问他：“徐安，你就那么想死吗？想死吗？想到不管不顾，想到对世事冷漠，用自私来解脱。”很久以后，徐安不再记得他当时在心底无谓的回答，但他却一遍一遍的想起来那个为了救他而失去一条腿的少年，想到他毫不犹豫的冲出来把自己从飞驰而来的车前推开，想到他站在茂盛的树木与繁花前的笑颜，这一切在岁月的积累间凝住一颗红痣，落在他心上，让徐安在见识到生命的博大与美好后，愈发感恩那个少年。与此同时生长的还有徐安对少年的愧疚，他的少不经事毁掉了一个美好少年的人生，他的任性让别人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而这种愧疚在今天当他亲眼看到成熟残缺的少年后变得尤为强烈，恨不得像四方密不透风的墙将他围住，让他无路可退，无处可逃。徐安重重的叹了口气，他睁开眼看了看手表，已经将近凌晨了。他又给陈宁打了个电话，说他决定招个家庭厨师，只负责1日3餐，其他时间不必等候，月薪8000，要他去问问陈牧阳愿不愿意。陈宁应下声后，徐安挂了电话。其实徐安并没有见过陈牧阳，当初那件事后，他只通过徐青的只言片语了解到那个少年名叫陈牧阳，15岁，成绩优异，刚刚考上第一中学。在他见义勇为后，徐青承担了他的全部治疗费用，并给了他们家20万元作为补偿。这之后，他再没有更多的了解。徐安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见到陈牧阳。他时常想起那张照片上的少年，却从未敢有过见一见他的念头。他害怕少年过得不好，更害怕少年敛去眼角眉梢的温柔，变得暴力厌世，那将是他不能获得救赎的罪孽。而现在，徐安只祈求弥补的是让他也做一些吧。翌日，陈牧阳帮何佩萍做好了午饭，放在保温桶里，以后才出门上班。
他今天上白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张嫂会在11点来，1点钟走。这期间，张嫂会陪何佩萍吃午饭，并且解决一下基础的个人问题和卫生问题。儿子照顾母亲有许多不便之处，陈牧阳想还是得请一个全职保姆。可要请全职保姆的话，他的工资又实在是紧张。陈牧阳想，要不干脆再把之前的手工活接过来，至少能多挣个饭钱。他这样想着，已经到了餐厅。陈牧阳刚一进门就看到经理正站在前台，样子像在等什么人。经理旁边还站着一位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经理见他进门，热情地拉着他向男人介绍，这就是陈厨师，陈牧阳。男人看了看陈牧阳，目光扫过他身侧的拐杖，随即眼去闪过一瞬的惊诧，微笑着向他问好道：陈先生。您好，我是陈宁。我家先生这几天在店里吃了几道您做的菜，觉得很合口味，特地让我来问问您是否愿意做家里的家庭厨师。陈牧阳犹豫着看向经理，经理没说话，只朝他点了点头，示意他接着听陈宁说。陈宁便继续说道：您不必担心餐厅会因此受到影响，我们愿意为餐厅提供经济补偿，并且可以从瑞恒酒店介绍新的厨师过来。听到这里，陈牧阳有些惊讶，他看向陈宁问道：瑞恒？陈宁点点头，语气依然平缓：是的，瑞恒。瑞恒酒店是青安市最大的酒店，走的是高端路线，厨师必然也是1顶1的。而他所在的餐厅虽然口碑不错，但却是因为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适中，受众也以白领和学生居多，显然不能和瑞恒相比较。现在对方要拿瑞恒的厨师换一个他，陈牧阳有些想不通。如果陈先生有意愿的话，我们可以谈一谈薪资待遇的问题。我家先生愿意付您每月8000元的薪酬，食材费用另算，并且只要求您每天做好3餐，其余时间您可以自由安排。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我们可以谈一谈具体的工作时间。8000元，陈牧阳心动了，这是自己现在工资的2倍多。刚刚还愁苦不迭的问题，突然就有了解决办法。如果拿到这笔钱，他就有充足的资金为何佩萍请一个全职保姆，甚至他能多出许多时间去学习新的知识。他曾经留意过成人高招和自考，现在就要有机会实现了。只是因为高薪就走的话，李哥他们会怎么想？他们曾经那样看重他，帮他。陈宁看陈牧阳沉默，扭头看了一眼经理，经理拍了拍陈牧阳的肩膀说道：不管瑞恒派不派人来，你想去都能去。你过来之前，陈先生已经和我说了这些条件，当时李哥高姐都在。徐先生开出的条件这样好，大家都想要你去。陈牧阳最终点了点头。餐厅经理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说道：去后厨和李哥说几句话吧，他带了你那么久。陈牧阳在后厨待了半个多小时，李哥其实没和他说多少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陈牧阳看着李哥在切菜煮面，直到面条捞出来，汤卤浇上去，李哥才和他说尝尝吧。李萍年轻时候没上过什么学，14岁的时候从学徒一直做到主厨。他看重陈牧阳的天赋，但他更看重的是陈牧阳的踏实。那是一种无论处在顺流还是逆流中都处变不惊的稳重，让同样经历过许多坎坷的李萍忍不住想多帮他一把，要他少受些苦。陈牧阳尝了一口面，点头说道：好吃。他的声音里藏着细微的哽咽，李哥有意的忽视。从他手里端过面碗放在操作台上，一边整理厨具一边说道：你别觉得辜负了谁，受了那么多苦，排队也该轮到你填了。我看那人说的条件挺好的，你就去吧，多挣点钱，早点给老太太找个康复医院，你也能早点安调一只。陈牧阳垂着头努力点了几下。从餐厅出来后，陈宁和徐安打了电话，交代了一下事情办好了。
电话对面的徐安明显松了一口气，他又交代了陈宁几句话。陈宁应声后，便带着陈牧阳去超市了。两人坐在车上，陈宁和陈牧阳简单交代了一下徐安的作息和具体的用餐时间，又讲述了一些家庭厨师的工作内容，陈牧阳一一应声。陈宁不再说话后，车厢里便是一阵沉默。陈宁看了一眼陈牧阳，后者微低着些头，目光落在前座的椅背上，却不是在看椅背。他只是安静的坐着，却又不是在发呆。陈宁在凌晨接到徐安的电话，对方很少会在非工作时间内和他打电话。徐安的声音有些疲惫，言语里留了余地，语气却不容拒绝。想到这儿，他突然打破沉默问道：茉莉餐厅是主打江南菜？也有一些川菜，不过大部分菜口味都偏甜，很受学生和小情侣喜欢。陈宁闻言眨了眨眼，没说什么。陈牧阳看陈宁有意挑起话题，便不再沉默，开口问道：徐先生平时喜欢什么样的饭菜？荤素搭配均匀就好。陈宁回答道。他想了想，又补充道：先生并不挑食。说完又觉得这话有些欲盖弥彰，可追究起来也不全是，毕竟他只是印象里记得徐安不喜欢酸甜口味的菜而已，并不完全确定。更何况徐安刚刚一个人去吃了江南菜，还半夜打电话要他帮他去请做菜的厨子。车子很快到了超市，陈牧阳要下车的时候，陈宁突然道：陈先生，要不你把需要的菜名告诉我，我去买，你在车上等等就行了。陈牧阳听后了然，他笑着看向陈宁：不用的，其实我行动也没那么不方便，谢谢你了，考虑这么周全。陈宁也回以微笑，没再挽留。两个人一起进了超市，他们一起挑了许多蔬菜水果和肉类，最后结账时装了2个大袋子。陈宁把陈牧阳送到徐安家里，他把开门的钥匙和自己的名片递给陈牧阳。这是徐先生家的钥匙，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以后有事情的话可以联系我。陈牧阳接过钥匙和名片，朝陈宁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陈宁离开之后，陈牧阳把从超市买来的2大袋食材从塑料袋里拿出来，挑了几样放在操作台上后，把剩下的都放进了冰箱。徐安的冰箱并不空，陈宁和陈牧阳又买的多，陈牧阳费了点力气才把冰箱腾出足够的地方。把新买的东西都放进去，又不显得太挤。收拾好后，陈牧阳看了看手机，10点29分。陈宁说，徐安早上8点半去上班，一般7点半的时候吃早餐，中午11点半下班，到家应该是12点左右，晚上6点下班。徐安作息规律，让他尽管按着7点、11点半、6点的时间表做饭。末了还交代了一句，今天中午不用做饭，徐安不回来。陈牧阳呼出一口气，把整理后剩下的垃圾装进一个塑料袋里，拿好了钥匙便出门了。现在还不到11点钟，到下午5点，时间一下变得充裕起来。陈牧阳觉得应该想想该怎么安排这些时间。与此同时，陈宁已经回到了公司。他敲门进办公室的时候，徐安正在看报表。徐安看到他后，对他说了句中午吃员工食堂。陈宁愣了愣，原来不是有应酬，刚请了家庭厨师，居然想吃员工餐，果然是老板的心思，我别猜。陈宁在心里吐了个槽，见徐安只说了一句话，就又低下头去看报表。他只好开口问道，那是我帮您打饭上来，还是您自己去餐厅？徐安抬起头想了想说道，我自己去吧。陈宁应声说好，刚打开门要出去，却被徐安叫住了，还是你帮我打一份吧，荤素搭配均匀就行。陈宁点了点头，正准备转身时又犹豫了犹豫，最终开口问道，徐总，不要糖醋里脊是吗？徐安听后愣了一下，随后笑着点了点头。陈宁也点头示意，说了声好后便关上门走了。徐安一直在公司待到将近8点钟，明天的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以后，他才起身活动了几步。窗外远处
天色是一片浓郁的黑，只有与路灯相接的地方才在灯光的照射下映出一点点深蓝。陈牧阳应该已经回家了，徐安想。他让陈宁转告过陈牧阳，做完饭后可以直接回家。他的作息规律，按照正常的下班时间，他回家的时候，陈牧阳应该刚刚离开。不过现在饭菜应该已经凉了吧？徐安忍不住嗤笑，把人招来了却又没勇气面对。他无奈的摇了摇头，拿上外套去了地下停车场。陈牧阳是下午4点半从家里出发的，这份薪资和时间都没得挑的工作让他很重视，也很珍惜。陈牧阳想，一定要给雇主留个好印象，所以他出来的比较早，等了公交车，走进小区，又等了电梯。到徐安家的时候已经是5点1刻，和上午用的时间差不多。陈牧阳在心里算了算，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房门。他走进玄关，在转身关门时，低头看到了鞋柜旁摆放整齐的一双拖鞋，这才想起来自己进屋时还没换过拖鞋。陈牧阳看了看自己脚上的运动鞋，又看了一眼鞋柜，犹豫了几秒后，决定还是先进去，等徐安回来后再问问他家里有没有多余的拖鞋。径直走到操作台前，陈牧阳把拐杖放在台子一旁后，便把上午放在台子上的菜拿过来，挑了几样泡进水里。随后他打开橱柜找了找，拿出一罐分装好的小米，倒进碗里一些，淘米，煮水，等水滚开的过程中，又把需要的蔬菜洗干净，放在碗盆里滤水。他不太清楚徐安的口味，所以这一餐只打算做几样简单的家常菜，熬一锅最普通的小米粥。陈牧阳把米倒进锅里，关小火，低头看了看洗好的西兰花、土豆和罗勒叶后，蹦了几步到冰箱前，从冷冻室里拿出几根鸡腿和几只虾。陈牧阳曾经犹豫过该做几道菜，毕竟只有徐安一个人吃饭，但这第一顿饭还是该做的丰盛一些，让老板觉得物有所值。几道菜连着做下来，时间也过得很快。陈牧阳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时间，18点19分，时间把握的也可以，徐安应该就快回来了。这么想着，他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厨具后，便把菜和粥都端上餐桌，把餐具也在一旁摆好，又看了一眼菜后，拿上拐杖去了客厅等待。陈牧阳这时候才注意到徐安家的装潢现代简约风，配色不算明亮，但也不过分压抑。屋里家具不多，但看得出主人很用心的挑选了，米白色的沙发上还铺了蓝色调的沙发巾。陈牧阳在沙发上坐下，等着徐安回来。7点时，徐安还没回来。陈牧阳扭头看了一眼餐桌上的几道菜，已经不冒热气了。他撇了撇嘴，拿起茶几上的杂志，挑了一本不误杂志，随手翻着看。中途他又抬头看了好几次表，时针又向前挪了一格。徐安还没回来。陈牧阳合上杂志，正犹豫着要不要给陈宁打个电话问问时，门锁传来了转动的声音。陈牧阳没起身，他端坐在沙发上，听着门锁转动，打开，最后又合上。之后有鞋子和衣服脱下的声音，还有一声轻微的叹息，透露出难掩的疲惫。陈牧阳拿起拐杖站起来，正对上走出玄关的徐安。两个人四目相对，他看见徐安愣了一下，问道：“你还没走？”徐安微微皱着眉，陈牧阳有些尴尬，他看了看徐安，又指了指餐桌上的几道菜，解释道：“那个，我还不清楚您的口味，所以想等您尝尝，看您吃不吃得惯。”陈牧阳结结巴巴的说完，才想起来连徐先生都忘了叫。他刚想在心里给自己翻个白眼，却看见徐安随意的点了点头，把外套脱下来挂在衣架上后，便在餐桌落座了。陈牧阳赶忙走过去，徐安伸手摸了摸熬粥的锅底，已经有些凉了。陈牧阳说：“我再热热吧，几分钟就好。”说完，他就开始忙活起来。餐桌和操作台离得不远，徐安看着陈牧阳把菜端起来后，转个身就放到操作台上。他站得很稳，干活也利索。
粥锅重新炖在炉子上，菜放进微波炉里，没一会儿就又被端回餐桌。陈牧阳帮他盛了粥，他说了一声谢谢。之后便是徐安进餐，陈牧阳坐在一旁看着。能吃虾，说明对海鲜不过敏，喜欢清炒西兰花，说明平时饮食清淡，只加了一块3杯鸡里的土豆，不喜欢偏甜的菜。陈牧阳一边观察一边往心里记，等徐安吃完后，他还没开口问，对方就先说道：“饭菜味道不错，以后就这样做吧。”陈牧阳点了点头，想问一句徐先生喜欢吃什么菜的话，还没出口。徐安又说道：“碗筷不想洗的话，可以放在水池里，明天会有阿姨收拾。时间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吧，以后不用等我回来。”陈牧阳轻声说好。徐安起身去了书房。他在书房里坐了很久，脑海里反复想着陈牧阳单腿站在操作台和餐桌中间忙碌的样子。对方动作干脆利落，仿佛除了走路再不受残肢的影响。可徐安却无法如此说服自己，他分明从陈牧阳的沉默里看到他无能为力后的妥协。他希望自己看到的是错的，希望陈牧阳真的走出那段阴影。他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可他甚至不敢装作毫不知情的问一问对方：“你的腿是怎么回事？”他不敢提他的腿，就像他无法正视当年那个自私的自己。纵使是无意酿成的错，也铸成磐石压在心上，一天比一天沉重。他只有帮他，才能帮助自己推开心上这块磐石。徐安揉了揉眉心，他伸手去碰书桌上的水杯，发现杯子已经空了。徐安走出书房，来到餐厅。餐桌上的碗筷已经都收拾好，水池和餐台也都擦干净了。陈牧阳从徐安家出来时已经9点多了，再等几天就要立冬了，气温开始下降，夜晚多出几分寒气。陈牧阳缩了缩肩膀，站在马路边上等了一会儿，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家。陈牧阳回到家时，何佩萍屋里的灯还没关。他打开门进去，看到何佩萍背倚着枕头坐着睡着了。陈牧阳走过去，小声的喊了好几声妈，何佩萍才迷糊着醒过来。再看清楚他后，便笑着问：“回来了，累吗？”陈牧阳摇了摇头。何佩萍又问：“不是说做完饭就能回来吗？怎么现在才回来？那个徐先生好伺候吗？吃饭挑不挑？他没为难你吧？”他一口气问出这么多问题，陈牧阳忍不住笑出来声。坐在床沿上，一边抬起何佩萍的胳膊，帮他把盖着的被子掖好，一边解释道：“没有啊，徐先生一点也不挑食。”何佩萍却明显不相信，眼睛盯着陈牧阳，视线随着他的动作移动。陈牧阳想到徐安那顿沉默的晚餐，有点哭笑不得，只好继续解释道：“妈，徐先生真的没为难我，是我想着这不是第一天吗？总要见见雇主，毕竟之前都是他的秘书联系我的。”何佩萍这才犹豫着点了点头，但他还是有些担心。中午陈牧阳回来时说他换了工作，他把新工作的工作内容、时间和薪酬都说了说，和之前的工作对比，几乎每一处都待遇翻倍。何佩萍也觉得这工作很好，可突然被请去做家庭厨师，工时少了，工资却高了，总让人觉得不真实，怕被骗了。陈牧阳看出何佩萍的不安，于是又安抚了他几句，告诉他陈宁下午已经把未来3个月的薪水打给了他，还交给他一张存着每个月伙食费的银行卡。何佩萍这才安心了些，手握着陈牧阳的手拍了拍，半晌才说道：“这工作挺好的，你好好干，但要是不开心，也别勉强自己。”陈牧阳笑着回答：“知道了。”坐在床边想了一会儿，和何佩萍说道：“妈，我报了一个学习班，先学着语言课，等等看，要是合适的话就参加成人高招，不行的话也多一门技能。”何佩萍看着他没说话，陈牧阳望着何佩萍，却笑得眼睛都弯起来，害羞似的说道：“妈，你别这样看我啊，这工作工资高，工时少，我得好好利用起来啊。”
我还想再给你请个全职保姆，或者把你送去疗养院。我问过医生，你这种情况通过良好的康复训练是有好转的可能的。何佩平没再拒绝，他有些颤抖的点了点头，忍下要浮上眼眶的泪水。他还是想上学。这么多年，各种事情牵累他，如今终于有机会了。翌日，陈牧阳坐了首班公交车去徐安家。他到的时候，徐安正在洗漱。陈牧阳先熬上粥，又煮了鸡蛋，拌了小菜，全都做好了。这些他等了2分钟，徐安还没出来。他对着卧室喊了一句：“徐先生，饭菜都做好了，我先走了。”屋里传来一声“嗯”，陈牧阳抿了抿嘴，正要转身时，又听见徐安说道：“中午不用来，我在公司吃。”陈牧阳应了一声，拿上钥匙便走了。门锁打开又合上，徐安停了2-3分钟，确保外面没有声音了，才从屋里出来。这种情绪愈发严重了。徐安无奈，他忍不住去躲避陈牧阳，仿佛这样就能逃开一切。可是这些情绪又会在他每一次避开陈牧阳之后朝他涌来，汹涌的，不留情面的提醒着他：“你逃不开的，这是你欠他的。”徐安深深的叹了口气，他觉得他不能这样下去了。徐安到公司时，陈宁刚好要敲办公室的门，2个人先后进去。陈宁站在办公桌前：“徐总，这是陈先生的劳动合同，您看一看。要是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就拿给陈先生签字了。”陈宁把劳动合同书递给徐安，徐安翻开，仔细看着乙方义务的内容。看到伙食费那一栏时，问陈宁要不要把每个月剩余的伙食费也算进他工资里。陈宁不解，他问道：“要这样吗？”还没等他再多说什么，就听见徐安小声嘟囔了几句。陈宁只隐约听出来不合适怎么办的字眼。他联想到招聘家庭厨师这件事时，徐安若有若无的反常，犹豫过后开口道：“徐总，于公而言，您做什么我都无权过问，但于私来说，我跟着您工作4年，对您的性格多少有些了解。陈先生或许对于您有特殊的意义，但一味的提供经济上的帮助未必能解决问题。”徐安抬头望向陈宁的目光里有些迷茫，陈宁抿了抿唇，有些欲语无言。他从徐安的眼神里看出自己确实猜对了一些，但他却读不懂徐安眼底暗涌的痛苦。最后陈宁回归主题，问道：“徐总，要是合同没问题的话，我打电话叫陈先生来吧。”徐安点了点头，叫他来吧。徐安把合同书放在桌旁，一项以备。一味的经济补偿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一点他又何尝不懂。可他没有让时光回溯的本领，从陈牧阳把他从马路中央推开的那一瞬间，他欠他的就再也还不清了。这些折磨猖狂，提醒他该补偿陈牧阳的不能再少。陈宁出办公室后给陈牧阳打了电话，陈牧阳停了一会儿才接，声音压得很低，问陈宁有什么事。陈宁把合同的事和徐安的要求和他说了说。陈牧阳问道：“能不能晚一点？我现在在辅导班，今天是第1堂课，才上到一半。”陈秘书，麻烦您帮我问一问徐先生，合同能不能明天签，或者晚上带到家里，我去做饭时再签。陈宁说好，随后和陈牧阳讲了几句客套话，便挂了电话。他把刚才陈牧阳的话转达给徐安，徐安抬了抬头，宁梅思考了几秒后问道：“他刚报了辅导班？”“是，陈先生是这样解释的。”陈宁说道。他想起去茉莉餐厅时与经理闲谈的对话，又开口道：“听陈先生曾经工作的那家餐厅的经理说，陈先生一直很想读大学，现在工作之余有了时间，应该是要努力实现梦想了吧？”徐安听后陷入沉默，他突然觉得自己小看了陈牧阳。这个少年并未因为生活的艰辛而退让过丝毫，亦从未退缩躲避。他成长为一个有责任和担当的男人，让几乎一路顺风顺水的徐安不由得开始敬佩他的砥砺。
徐安从桌旁拿起那份劳动合同递给陈宁，在违约那里添一条甲方预先支付的工资不收回。他想，就今晚吧，今晚就和陈牧阳坦白，如果他需要帮助，自己必定不遗余力。他愿意继续做家庭厨师，他便尽力给他优待。他想上大学读书，他可以帮他联系学校。而如果他得知真相后要离开，他也可以联系瑞恒的酒店人事处，给他觅得一个合适的职位。他终于决定直面自己，不再抱有侥幸，不再保留余地。他要把决定权交给陈牧阳，由他赦免自己或者判处无期。陈宁接过合同后应声，见徐安凝眉深思，便略微提高了些音量说道：徐总，刚刚嘉禾的陈总打来电话，说他约到了市规划局的高科长，今晚7点在瑞恒酒店小聚，特意邀请您一同参加。徐安挑眉反问道：陈思？陈宁点点头，听到徐安重重的叹了口气，眉宇间透露出些许不悦。瑞恒这几年开始依托酒店发展度假村产业，虽然经验不及嘉禾，但好在瑞恒的第一家度假村主打生态造景，在社会上收到不错的反响，一炮而红，对于瑞恒来说是一大成功，但也因此惹到了青安市度假村的龙头老大，让嘉禾特意从 S 市调来高管，专程负责这一次嘉禾和瑞恒的竞标。徐安早就听说过陈思的威风，明明面如春风，却硬是能让人从他眼里看出3分寒意。在商场上的手段也是十分阴毒，不留余地。今晚的饭局怕是一场鸿门宴。陈牧阳做好饭后，在家里等了很久都不见徐安回来，他没有徐安的联系方式，只好给陈宁打了电话询问。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陈牧阳听到几个陌生的声音，随后便是陈宁压低了声音问他有什么事。陈牧阳问道：陈秘书，你现在不方便听电话吗？停了几秒，对方的音量才回归正常大小，回答道：没有，我刚从屋里出来，陈先生有什么事就直说吧。陈牧阳这才问道：徐安怎么还不回来？陈宁本想问他，徐总不是说可以直接走吗？随后想起徐安已经允诺他今晚签劳动合同的事，于是解释道：徐总临时参加了一个应酬，可能要很晚才能回家。陈先生，您的合同明天再签就好，时间不早了，您也早点回家吧。陈牧阳应声，正要说再见时，陈宁又急切地问道：陈先生，您会做醒酒汤吗？会的话，给徐总做一碗再走吧。陈牧阳答应下来后挂断电话。醒酒汤大多以酸甜和酸辣口感为主，做法也有繁有简。他想徐安不喜欢酸甜口味的菜品，便打算做一碗酸辣口味的醒酒汤。他在厨房里找食材，意外的从储物柜里翻出来一瓶蜂蜜。陈牧阳盯着蜂蜜瓶子看了一会儿，随后又觉得冲一杯蜂蜜水未免太敷衍，于是又翻了翻家里的干货，在心里简单盘算了一下后，决定煲一份冬笋鱼头汤。他把蜂蜜放在操作台上，从翻出的干货袋子里拿出几个干香菇，放进碗里冲水泡发。将嫩豆腐从冰箱里拿出来后，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时间，还不到8点半。陈牧阳又估摸了一下时间，之后给何佩萍打了个电话，说要晚回家一些，要他早睡不必等他。徐安家住在城东新区，随着这几年城市规划改革，新区的商业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近几年要比市中心看起来还要繁华一些。到了晚上，一路霓虹闪亮。陈牧阳下了楼，直接去了对面的商场的地下超市。他挑了一条花莲，又买了一块猪油和小瓶麻油。路过文具区时，拿了便铅本和一支笔，然后又去家居区挑了一块星星形状的冰箱贴。自从徐安说让他做完饭就直接走以后，陈牧阳便和徐安的时间巧妙的错开了。虽说徐安从不挑剔他做的菜，但一直听不到雇主的反馈，还是让他觉得心里没底。毕竟这份工作待遇着实优厚，他很珍视这份工作，于是他才想出这样的办法，决定告诉徐安以后想吃什么都可以写在纸上。
他看到了就可以直接做好。陈牧阳计划的很好，可他没想到徐安住的那栋单元电梯突发故障。他回去时，电梯门口已经放了正在维修的标识。陈牧阳站在原地看了看电梯，又扭头看了一眼步行梯，他往回走了走，在楼道公告板上找到了物业的电话。电话很快接通，对方告诉他对彼此事故感到十分抱歉，预计要2个小时才能修好。陈牧阳说了谢谢后挂掉电话，开始慢慢往楼上走。普通人一连上15层楼都有些吃不消，何况陈牧阳还提着东西拄着拐棍。于是他每上几层楼就歇一会儿，不太累时再接着往上走。饶是这样，等他终于走到徐安家门口时，额头上也有了一片汗珠。他看了看时间，差不多用了1个小时。陈牧阳打开门进到屋里，把鱼和买来的其他东西都放在操作台上后开始做汤。一连上了15层楼，他的腿有些发软。想到等会儿保不齐还要一口气再下15层楼，他就有些绝望。他从餐桌旁拖了一把椅子，坐在操作台前，一边清理食材，一边想不出意外的话，明天他的腿一定会痛。想到这儿，陈牧阳又有些无奈。他想，要不干脆请2天假吧，正好他帮何佩萍联系的疗养院也都陆续给了通知。而且冬日将近，气温下降，家里又没有集中供暖，他也想尽早把何佩萍送去疗养院。可是想归想，徐安现在应该还在应酬，怕是空不出时间理他，所以他还是等到明天早上再和他请假比较好。这么想着，陈牧阳加快了手上的动作，把汤包好后便出门回家了。陈牧阳到家时已经很晚了，他悄悄走进主卧，打开房门朝里看了看，何佩萍已经睡下了。于是他又小心翼翼的把门关好，转身去了卫生间。洗漱之后，陈牧阳拿出水盆兑了些温水，又把毛巾放进去，一起端到卧室里。截肢后所剩的残端需要每天做清洁和按摩。陈牧阳从来都不怠慢，残肢也因此状态不错，很少会疼痛，肌肉也没有过分萎缩。而且佩戴义肢对残肢也有一些要求，如果残肢本身长度足够，形态良好，在定制义肢时就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陈牧阳脱掉衣服，用拧干的毛巾轻轻擦拭残肢的皮肤，之后便是简单的按摩。但今天忙了一晚上，陈牧阳只是揉捏了几下就睡了。这一晚，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自己躺在病床上，身边的陈国生一脸凝重，何佩萍掩面而泣，他颤颤巍巍的伸出手摸向自己的右腿，手掌落下，摸了个空。妈，是梦吗？他问。话音落下之后，便是何佩萍的哭声在沉默的房间里清晰刺耳。陈牧阳从梦中惊醒过来，他猛然睁开眼睛，眸光触到一片黑暗时才松懈下来。他伸出手轻轻抚摸右腿的残端，喃喃自语道：是梦啊。兴许是昨晚爬楼梯实在太累，也可能是一夜多梦。陈牧阳这一觉睡得很沉。平日里他6点就起床，开始给何佩萍做早餐，然后帮何佩萍穿好衣服后出门去徐安家。今天却是何佩萍醒后迟迟等不到陈牧阳，他喊了几声阳阳，没人应声。何佩萍以为陈牧阳已经出去上班了，便没再喊，直到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才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拨出了陈牧阳的号码。听到了隐约的铃声后，何佩萍的心落下来，他挂断电话，又加大音量喊了几声，这才听到陈牧阳的回答。陈牧阳被叫醒后有些受惊，何佩萍隔着2层门板问他：阳阳，你今天不去上班吗？陈牧阳这才慌忙着起床去看表，从床上坐起的动作在一瞬间牵动了神经，两腿酸胀疼痛。他忍着没吭声，从床头拿起闹钟看了一眼，已经将近7点半了，来不及再赶去给徐安做早饭。他又拿起手机滑动解锁，发现上面并没有陈宁或陌生的未接来电或者短信息，心里莫名有些怪异的情愫，说不清缘由，
直直的哽在心口，惹人难受。陈牧阳给陈宁拨了电话，对方很快就接通，语气却慌里慌张的。他还没开口说话，就听到一声略微低沉的“怎么了？”是徐安。陈牧阳怔了怔，随即回过神来，向徐安简单说明了情况。他没有提自己腿痛，只说为何佩平联系的疗养院给了入住通知，一儿想请几天假。徐安听后沉默了几秒，答应了。陈牧阳松了一口气。徐安把手机还给陈宁，没停下向前走的脚步，只问他昨晚怎么没把自己送回家，语气里还透着些许不悦。陈宁懵懂，不清楚徐安怒气来的缘由，只好快步跟上徐安的步伐，向他解释说昨晚他喝得太醉，就留在了瑞恒。徐安听后没多说什么，只让陈宁去把车开来，自己坐进后座闭目养神。其实徐安清楚自己在昨晚的饭局上喝了多少酒，醉是理所应当，可他却希望自己能够回家，借着酒意壮几分胆量。这样真相说出之后，哪怕陈牧阳再恨他，他也能借着酒精麻痹，让自己的悔恨轻一些。他太怕了，他怕鼓起的勇气会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消耗，而自己依然在愧疚之下犹如困兽。可他又觉得才只是这样的折磨而已，相较于陈牧阳而言已经太轻太轻。但当他果断的拿过陈宁电话，听到陈牧阳的声音的那一刻，他的勇气又重新归零，兀自躲在坦白与愧疚间犹豫不决。徐安无数次问自己，陈牧阳是否需要得知这样一个真相，同时他又一遍一遍的告诉自己，不公平，这太不公平。明明是他才是陈牧阳痛苦的开端，如今却又被他当作助力，由他对他好。徐安闭着眼睛躺在后座椅背上，对陈宁说，先回家。今天冷空气来袭，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骤降，青安市也不例外。徐安从车里向公寓大厅走时，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电梯很快到达指定楼层，徐安打开房门，在玄关换好拖鞋。鞋柜旁边还放着一双浅灰色的家居拖鞋，是陈牧阳自己买的，才在这里放了2天。那双鞋子的左脚内里的绒毛轻微扁塌，和右脚那只形成鲜明对比。徐安盯着那2只拖鞋看了很久，才往屋里走。看到餐桌上整齐摆放着的碗筷时，徐安愣了一下，他以为陈牧阳来了，可当他走近才发现那是一碗醒酒汤，已经凉透了，色泽也不太好看。汤碗旁边压着一张便签纸，徐安拿起来看了看，上面只写着一行字，徐先生，您想吃什么就写下来，我看到了就给您做。字体工整，清秀大方。徐安把便签收起来，又拿起压着便签的冰箱贴在了冰箱门上。明黄色星星形状的冰箱贴在银灰色的冰箱门壁上，沉闷中突然多了一抹亮色，透露出几分生活的暖意。徐安盯着那颗星星看了一会儿，拿出手机查了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号码，拨出一个电话。3天假期结束后，陈牧阳直接去了徐安家里。他打开房门，屋里一片静寂。陈牧阳以为徐安不在家，直到他换拖鞋时才发现徐安的皮鞋也放在鞋柜旁边，鞋子摆放得很整齐，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灰尘。陈牧阳站在玄关朝客厅里望了望，徐安不在客厅。他换好鞋后便直接去了厨房。徐安家是开放式厨房，冰箱摆在厨房和客厅交界处。陈牧阳往里一走，就看到了那枚冰箱贴，明黄色的，十分惹眼。他笑了笑，径直走过去，站在冰箱前，用手轻轻拨了拨星星的一角。冰箱贴便小幅度的转了转。厨房里只有操作台还算干净，水池里随意的堆着几副碗碟。陈牧阳挑了挑眉，心里有些疑问。徐安请了家政阿姨，他虽然不清楚阿姨具体的工作时间，但根据徐安家的清洁程度来讲，阿姨应该每天都会来，只是时间与他错开而已。但就现在这种情况来讲，
阿姨至少2天没有来了。他一边想着，一边打开冰箱门，冷藏室和冷冻室的食材少了一些。这几天应该是徐安自己做饭。想到这里，陈牧阳关上冰箱门，走出厨房，朝卧室的方向喊了徐安几声。他想问问徐安想吃什么，可是没有人回答。陈牧阳站在厨房门口，犹豫了犹豫，拄着拐杖朝卧室的方向走过去。自从开始这份工作后，陈牧阳只在厨房、客厅和玄关几个地方活动过。平日里，他听从徐安的安排，做完饭就会离开。只有想问徐安饮食习惯的那次，在客厅坐着等了一会儿。徐安家的主卧与侧卧屋门相对，陈牧阳往里走了走，发现一侧卧室的房门并没有关严。他握住门把手，轻轻推开一点。屋内光线昏暗，床上的被子泛着褶皱，隐约能看见一点头发。陈牧阳站在门口问道：“徐先生？”过了几秒，被子里才传来一声“嗯”，声音闷闷的。陈牧阳又问：“徐先生，您身体不舒服吗？”对方没回答。陈牧阳接着问道：“我可以进去吗？”床上乱糟糟的被子动了动，露出徐安的整个脑袋来。他看了看站在门口的陈牧阳，对方穿着一件黑色的长款羽绒服，衣服下摆垂在膝盖上。他安静的拄着拐杖站在卧室门口，望向这边，目光里透出隐隐的担忧。徐安不由自主的朝他点了点头。陈牧阳小心的走进来，在离徐安1米左右的地方停下，放轻了声音问他：“徐先生，您不舒服吗？”陈牧阳的目光太过温柔，看得徐安闭上了眼睛，把半张脸都埋进被子里，才点了点头。陈牧阳以为他是太难受，但见他不肯说话，只好又向前挪动了2步。站定后，微微弯下腰，伸出手，用手掌附住徐安的额头。温热的手掌碰触额头肌肤的那一刻，徐安本能的僵了一下，但又很快的放松下来。“徐先生，您发烧了。”徐安又嗯了一声。陈牧阳有些不知所措，只好问他：“这些天您都一个人住吗？家政阿姨没有来？”“高阿姨请假了。”徐安的嗓音略微沙哑，透过被子传来，还有些闷闷的。陈牧阳抿了抿嘴唇，又问道：“那陈秘书呢？他知道吗？”徐安摇了摇头：“我手机没电了。”陈牧阳皱了皱眉，他低头看了看微微拧着眉头的徐安，隔着口袋摸了摸自己的手机，问道：“那需要我现在联系陈秘书吗？”徐安又摇了摇头，没说话。从新酒店回来后，徐安就和陈宁说过，未来几天他不去公司，有大事直接电话联系。他想给自己一点时间去规划一个最适合解决他与陈牧阳渊源的方案，但还没等他做好，他就感冒了。陈牧阳看他这样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俯下身帮徐安掖了掖被角。起身要走时，徐安突然从被子里伸出手抓住了他的手。陈牧阳的动作僵了僵，他扭头看向徐安，对方也望着他的眼睛。徐安的眉头仍旧皱着，比起刚刚要更甚一些，他的嘴巴微张，像是有话要说，却又迟迟不曾开口。陈牧阳和徐安就这样僵持了几秒，他看到徐安的目光里似乎有些难过，于是莞尔解释道：“徐先生，我不走，我去帮你买些药。”话音落下，停了几秒后，徐安才缓缓松开陈牧阳的手掌，哑着嗓子尽力说道：“客厅电视柜的抽屉里有医药箱。”陈牧阳点了点头，又转过身帮徐安把被子掖好后：“我去拿。”徐安点了点头，他的脑子里一片混沌，既有风寒感冒带来的疼痛，又有看到陈牧阳的无措，情绪交杂间，他想把那些困扰先放一放，避开他已经结痂的伤口，接近他的温暖和良善。陈牧阳很快拿了医药箱回来，徐安往床内侧移了移，让他在床边坐下。陈牧阳没有推辞，他把医药箱也放在床边，从里面找出体温计，看了看刻度后递给徐安，看着徐安夹好后，才重新低下头在医药箱里找药。“徐先生，
您觉得喉咙痛吗？徐安点了点头，有一点。从他的视角刚好能看到陈牧阳温顺的眉眼，他的皮肤白，眉眼不深刻便更显得柔和，他的发色也很有些浅，黑头发微微泛着一点棕色，薄薄的刘海垂下来，显得整个人更加乖顺。不必用敬称。徐安补充道。陈牧阳抬头看向徐安，随后莞尔一笑，回答道：好。那徐先生，你头痛吗？会不会咳嗽流鼻涕？陈牧阳的语气依然温柔，他看向徐安的目光闪亮，又像长者一般温和。徐安轻轻摇了摇头，没有，只是头痛。陈牧阳抿了抿唇，从医药箱里挑出几样药来，又估摸了一下时间，让徐安把体温计拿出来。38度2。陈牧阳说：徐先生，体温有点高，我打电话给陈秘书送你去医院吧。徐安摇了摇头，先喝药。那好吧。陈牧阳回答道，他又打开医药箱，从里面拿出一盒冰宝贴，举起来给徐安看了看，问道：那先贴一片这个吧。徐安没立即点头，他皱着眉看向陈牧阳，后者一脸真诚。徐安犹豫了犹豫，闭上眼睛点了点头。这盒冰宝贴是暑假时徐慧带来的，当时他儿子感冒没好，他随身带了许多药过来，所幸小家伙后来都没怎么用到，徐慧要走时就都留给了徐安这个单身舅舅。徐安当时还想，小朋友的东西我怎么可能用得到，结果现在还真要用到了。冰宝贴被小心翼翼地贴在额头中央的一瞬间，徐安的睫毛轻微颤动，他想睁开眼睛看看眼前的人，又觉得完全不必要。他已经从他轻柔的动作感受到他的专注和温暖，让身体昏沉的徐安没由来的想依靠。贴好了冰宝贴，陈牧阳从挑好的药里拿出一袋感冒冲剂，他刚要站起来，就又被徐安伸手拉住了。四目相对，一个懵懂，一个无措，两个人却都没有开口。沉默了几秒后，陈牧阳先问道：徐先生，我先去冲药，等下就回来陪你，好吗？徐总，我不管，这也是牵手。徐安摇了摇头，拉着陈牧阳的手仍没放开。他注视着陈牧阳的脸，后者不明所以，只好安静的等他开口。你的腿还疼吗？徐安嗫嚅着问道，却已经是鼓起全部的勇气。他的声音不大，甚至因为感冒而略带沙哑，使原本低沉的嗓音中夹杂了几分病弱。陈牧阳闻声，眉头微皱，望向徐安的目光中浮现出些许疑惑。他眨了眨眼睛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腿疼？徐安默然无言，他想问的显然并非如此，而陈牧阳的回答又牵扯出自己不知道的内容。两者交集，徐安发现自己进退两难，最后他只好尴尬的解释道：最近降温，我听说这种季节变换很容易引起关节疼痛。徐安说完，陈牧阳反应过来他还不知道电梯停电的事，于是笑了笑，回答道：注意保暖和护理的话，就不会太严重的。徐先生，你先躺一下，我先帮你冲药，马上回来。说罢，他把自己的手从徐安的手中抽出来，又拉过一截棉被，把徐安露在外面的胳膊盖好后才出去。陈牧阳出去后，徐安隔过门，听见水龙头打开的声音，水声急促，听得他莫名心慌。徐安闭上眼睛，让自己尽力放松下来，脑海却混沌一片。他依然不清楚自己能否和陈牧阳坦白真相，他不够勇气去面对，也不够坦然去忽视，于是只能夹杂在这两者之间浮沉。可他又清楚的明白，他们之间迟早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这一天到来的早与晚，全在于他的选择。客厅里，陈牧阳还在忙碌，他等热水煮开的期间，还接了一个电话，是辅导班打来的。今天是周五，按照辅导班的课程安排，他上午9点到11点之间有一节口语课程。陈牧阳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已经过了9点。他扭过头望了望主卧，
隔着电话和辅导班的老师解释了几句，调整了上课时间。挂断电话后，陈牧阳坐在餐桌前等了一会儿，热水很快煮开。陈牧阳把感冒冲剂冲好后，小心翼翼地端进卧室里。徐安听见陈牧阳的脚步声，便起身坐了起来，他的气色不太好，整个人有气无力的。陈牧阳把药放在床头，伸出手帮他把枕头立起来，方便他倚靠。徐安说了声谢谢，陈牧阳微笑着把药递给他。有些烫，陈牧阳提醒道。徐安嗯了一声，小口抿着喝下一点，舌尖触到药液，有些甘甜的苦涩，更多的是热水的温度，烫的舌尖有些发麻。徐安把杯子握在手里，看向陈牧阳，对方仍站着，似乎是要等他喝完药后收拾杯子。徐安把杯子放在一只手里，另一只手拍了拍床沿，对陈牧阳说道：“坐在这里吧。”陈牧阳没坐，徐安接着说道：“坐吧，陪我说会儿话。”陈牧阳这才坐下，他看向徐安，不知道是不是生病的原因。徐安整个人不似往常，眉头一直皱着。陈牧阳问道：“徐先生，你还是很难受吗？”徐安看着陈牧阳一脸担心的表情，把眉头舒缓下来一些，摇了摇头问道：“你刚刚和谁打电话？是家里人吗？”徐安以为是疗养院打来的电话，陈牧阳是为了送何佩萍去疗养院才请的假。疗养院在前几天一般会对新接收的病人家属进行病人情况的反馈。陈牧阳回答道：“不是，是我报的学习班，我忘了今天上午也安排了一节课。”徐安恍然，随即道歉道：“这样啊，是我耽误你了。”陈牧阳连忙摇头，于他而言，自己能去参加辅导班学习，就是因为徐安这份家庭厨师的工作，现在只不过是错过了正常的上课时间而已，他依然感激。没有的，徐先生，我已经把课调好了，等下帮你做好饭就去上课。徐安嗯了一声，房间里陷入一片沉默。过了很久，徐安开口问道：“你愿意和我讲讲你的腿吗？”话音落下，陈牧阳没有立即回答。在等待他开口的时间里，徐安直觉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一声声猛烈清晰，像从高空飞速落下的雨滴一般，等待降落地面，砸开一片水花。他的眼尾微扬，注视着陈牧阳的反应，后者垂了垂眼眸，嘴角溢出一个清浅的弧度。我的腿，陈牧阳的声音很轻，是10年前的一场意外。徐安不自觉地握紧了水杯，陈牧阳依旧坐在床边，眸光辽远，仿佛能触到当年。我去上学的路上救了一个人，当时他在过马路，有一辆车开得很快，我冲过去推开那个人，我们两个都摔倒了，车子没来得及刹车，就从我右腿上碾过去了。你还记得那个人的样子吗？徐安尽力平静地问。陈牧阳仰头看向他，徐安一阵心惊，陈牧阳摇了摇头，不太清楚。我当时只看到他的背影。徐安没说话，陈牧阳以为他是想帮自己找到那个人，又补充道：记不记得都无所谓的，当时他们已经给过赔偿的。徐安抬眸看向陈牧阳，陈牧阳的面色如常，依旧温和，只是透露出一丝苍凉。徐安垂下头来，喃喃道：赔偿有用吗？徐安的声音很小。陈牧阳只听到模糊的一句话，他仔细回想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然后微微垂着眼睑，想了一会儿，笑了笑，没回答。两个人说了几句话，杯子里的药也凉下来些。徐安喝下后，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陈牧阳起身要去拿杯子时，徐安把贴在额头上的冰宝贴撕了下来。我觉得这个不太凉了，那再换一个吧。陈牧阳转手打开一旁的医药箱，拿出一张新的冰宝贴，撕开后递给他。徐安接过去，陈牧阳看他贴好后，开口问道：徐先生，您想吃什么？我去帮您做一点吧。其实徐安没什么胃口，但总不好再让陈牧阳为难，于是只好说：喝粥吧，清淡一点的粥。陈牧阳点头应声，
将要转身走时，徐安又问道：“你中午要回家吗？不回的话，就在这里一起吃吧。”陈牧阳想了想，点了点头，拿上杯子出去了。粥包好时，已经接近晌午。陈牧阳去主卧叫徐安吃饭。他一推开门，看到徐安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大概是感冒药起了作用，他不再胡乱的埋在被子，透过被子看到的身体轮廓也舒展很多。陈牧阳小心的走过去，在床沿坐下，帮他展了展被角。睡梦中的徐安眉头舒展下来一些，鼻梁依然坚挺，薄唇微粉，因为生病而略显苍白的面色衬得脸部线条柔和许多，配上额头上的那张冰宝贴，又显出几分小孩气。陈牧阳笑了笑，轻轻的郑重说道：“徐先生，谢谢你。”徐安这一觉睡到下午2点，他朦胧着睁开眼睛，房门关着，屋里没有陈牧阳。房间的窗帘被拉开了一些，外面的光线透进来，屋里明亮了许多，不再那么沉闷。他抬手掀开身上的被子，一边往外走一边撕掉额头上的冰宝贴。他刚走进客厅，就看到了蜷着半个身子睡在沙发上的陈牧阳。他侧坐在沙发上，上半身靠在沙发背上，一侧耳朵倚着沙发，下巴微微扬起一些，姿势看起来不很舒服，表情却依然温顺。室外光线透过窗子打进来，有一些落在他头发上，泛着明晃晃的光泽，小奶猫般惹人心软。徐安转身回到卧室里，拿了绒毯出来，小心翼翼的帮陈牧阳盖好。很多时候，甚至一直以来，徐安都觉得陈牧阳这个人太柔和了，柔和到仿佛他拥有全世界的温暖，所以能够对伤害和痛苦毫不介怀。苦蕊酿成蜂蜜前的过程被他压在心底，绝口不提。太柔了，柔得让人心软，又冒出一点点心酸。徐安的手指捻了捻绒毯，转身去了厨房温粥。燃气灶打开的声音在沉寂的房间里显得刺耳，他扭头去看陈牧阳，见他还睡着，才放下心来，拿起勺子缓缓搅动锅里的粥。许是粥香诱人，徐安温好了粥，陈牧阳也醒过来。徐安往桌上摆碗筷时，正好和陈牧阳四目相对，他朝对方笑了笑。陈牧阳也微笑着回应，把身上的毯子叠好后去了餐厅。两个人面对面喝粥，大概是有了烟火气息，屋内仍是一片静寂，却不再觉得冷漠。徐安喝着粥，看似随意的开口问道：“出意外后，你没有安装一只吗？”陈牧阳愣了愣，才抬起头回答道：“装过一次的。”他的声音不似平常，平静的甚至包含了些疏离在里面。徐安抬头看向他，后者却垂着眼眸，兀自搅动着碗里的粥，没再说话。徐安咬了咬唇，问道：“那后来呢？”陈牧阳盯着碗里的粥看了很久，反问徐安道：“徐先生，你不是问我赔偿有用没有吗？现在我告诉你，赔偿有用的。”陈牧阳声音坚决。徐安一抬头，刚好撞进陈牧阳的眼睛里。他看到对方目色平静，唇齿张合。陈牧阳说：“他没救我的腿，但救过我爸的命。”徐安觉得自己听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故事里的小孩以一场意外为开端，陷入无尽的无助与无奈中，被生活的手逼迫着成长。从截肢到休学，再到举家陪同父亲四处求医，每一件事都作为直截了当的结果，硬生生的甩进他怀里，不容他质疑，更不容他稍作喘息。要向前走，不能软弱。故事里的小孩默默提醒自己。徐安听过那些困难，却只在眼前人的眸中看到一片清朗，像雨后山间的雾霭，洁白仿若新生，却带着不可抛却的厚重感，氤氲着薄薄的水汽，难以消散。截肢手术后，伤口愈合的情况不错，我按照医生的建议装了一只，可我那时候才15岁，还在长身体，一直装了1年多点，残肢就顶到了接受腔，就需要换新的。那时候家里商量，要不先缓一缓，
毕竟安装一条好的义肢并不便宜。陈牧阳垂下眼睑，目光落在周上，嘴角不自觉地笑了笑，看得徐安心里发涩。徐安动了动嘴唇，想说些什么，又不知如何开口。陈牧阳依旧低着头，轻声说道：“只是那时候没想到，缓一缓要用这么久。”他的声音很轻，落在徐安心上，却像千锤重重一击。他几乎要脱口而出一句对不起，可嘴巴张开未能发音。大概是沉重的话说的太多，陈牧阳放下手里的汤匙，抬起头看向徐安，对方拧着眉毛看着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陈牧阳心中了然，笑了笑，故意放轻松语气和他说：“和你讲个好玩的。你知道我那时候怎么想吗？我每天都祈祷自己不要再长高了，那样我就能早点装上一只，我的右腿也不会因为左腿长长而显得更短了。是不是很傻？16、17岁正是长个子的时候呢。”陈牧阳语气轻快的话音里都带上了笑意。徐安看见他弯起来的眼睛，心里陡然一痛，眉头拧得更紧。为什么还要安慰别人呢？明明你才是负伤的那个人。没事啊，都过去了。陈牧阳抿唇浅浅的笑了笑，再说谁能不长大啊？可你用了最残忍的方式长大。徐安心想，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命数全由天定，无论人怎样挣扎都改变不了。陈牧阳自顾自的喃喃，说完又忍不住笑出来。他看向徐安，问道：“是不是很可笑？”徐安没回答，他看到陈牧阳眼底里的无助，他的痛苦都是他带给他的。徐安心想，其实也不可笑。我腿伤后第2年，我爸住院了，病情很复杂，我们跑了好几家医院，做各种检查和治疗，花光了家里之前的积蓄。如果没有当初我救的那个人的家人给的补偿金，就没办法进行之后的治疗，我爸也不可能多活之后的那几年。陈牧阳说道：“所以你信命吗？”徐安摇了摇头。陈牧阳笑：“我也不信，但我信因果。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扑上去就好了，那样右腿就还会在。可是又觉得很幸运，我用半条腿救了一个人，换了我爸的好几年。好像这一路总能化险为夷，身边遇到的也都是很好很好的人。”陈牧阳说着，眸光收敛，聚焦在徐安的眼中。“徐先生，你也很好，是你让我不必再缓一缓了，送母亲去疗养院读书，安装义肢，很多很多。”“都是的。所以，徐先生，谢谢你。”讶异不解中，徐安的视线也落在陈牧阳的眼睛里。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很亮，带着柔光。笑起来时，眼尾弯下又微微上扬，是很平易近人的弧度。这就是故事里的小孩。他清浅的笑着，讲述他的经历，没有怪罪一切，亦没有放弃丝毫。他至始至终迎着微光向前，无论前路如何坎坷，如何无助，他眼里只有那处光亮和身边人的柔软。他把自己的软弱藏起来，换成坚硬的铠甲，安慰身边的人说：“你看，我不痛啊，你不要哭才好。”他的坚韧让那些物资负担的沉重生出满意的温柔，也让徐安终于不再纠结一个真相。徐安的感冒持续了将近1周，陈牧阳按照之前的作息，每天来家里为徐安准备3餐。大概是因为2个人聊了几次天，多了些熟人，也可能是这段时间陈牧阳一直在照顾生病的徐安。陈牧阳觉得徐安比之前看起来要和气许多，不再常常冷漠着一张脸，有时候甚至会中午留自己在家吃一顿饭，下午上班时顺道送他去辅导班。自从陈牧阳送何佩萍去疗养院后，他1周去看他1次，剩下的时间除了工作就是学习。陈牧阳报的辅导班1周只有5节课，原本都定在上午，后来因为徐安感冒耽误过1节课后，陈牧阳怕第2天徐安情况仍旧不好，就和辅导班沟通，把课程全调在了下午。上午的空闲时间里，陈牧阳有时会在家里做做清洁，
有时候会去市图书馆看书，日子过得松弛有度。忙碌起来，时间便过得很快。已然进入11月中旬，立冬后气温短暂回升了几天，便陡然下降。天气预报甚至说未来2天可能会出现降雪。陈牧阳暗自庆幸，还好趁着天晴时把过冬的棉衣物都洗好晾晒，给何佩萍送过去了。疗养院里也有供暖设施，他不必担心。但也有烦心的是，青安市地处秦岭淮河1线以北，市内冬日大部分楼盘都会有集中供暖设施，尤其是最近雾霾严重，旧的取暖方式遭到诟病，煤改气、煤改电都在落实。陈牧阳家在的老城区也在煤改气的范围内。他原本是打算交费安装集中供暖设施的，毕竟何佩萍整日在家里待着。70多平米虽然不算大，但没有供暖设施还是会冷。如果烧电暖气的话，既麻烦又不省钱。可现在他把何佩萍送去了疗养院，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白天他又几乎不在家里，陈牧阳便没有安装暖气，只准备晚上开个电热毯取暖。他的腿经不住冻，气温一下降到0°C，陈牧阳比往常多穿了一条棉裤才出门。清晨的冬日有些阴沉沉的，只有街旁还亮着的路灯透过残留的夜色散出一点橘黄色的暖光。陈牧阳站在公交车站牌旁等车，周围有几个一起等车的初中生，揣着手缩着肩膀，小范围的跺脚踱步。正是10几岁的年纪，风华正茂间藏着无数可能。陈牧阳看着他们，忍不住漫上笑容。正巧公交车来了，陈牧阳跟在他们身后一起上了车。他很快到了徐安家的小区，路过公告栏时，他看到上面贴着小区今日是暖的告示，心想着冬天确实要来了呀。陈牧阳打开房门时，徐安正好从卧室里出来，他看到陈牧阳后，笑着和他打了个招呼，问道：“你吃早饭了吗？要不要一起？”“我已经吃过了，徐先生，你想吃什么？”陈牧阳换了拖鞋往屋里走，他走到餐厅，才看到餐桌上摆好的三明治、小餐包、水果切块和牛奶，全都是2人份的。陈牧阳顿时有些尴尬，徐安却无所谓，拉开椅子让他坐下，稍微尝尝我的手艺。陈牧阳坐下，徐安递给他一块三明治，尝尝这个，我做的三明治最好吃。陈牧阳点了点头，接过来咬了一口，味道确实很好。吐司片微微煎过，还带着一丝热量，口感微脆，搭配着新鲜的生菜、番茄切片、培根和芝士，一口咬下去，满嘴异香和蔬菜的清甜。陈牧阳笑着看向徐安，夸赞道：“真的很好吃。”徐安也笑，回应道：“我在国外待了8年，除了煎牛排，只有三明治做的最好。”陈牧阳笑了笑，没说话，低下头又咬了一口三明治，缓慢的嚼着。徐安似是没看到陈牧阳的反应，接着开口道：“你在辅导班学的是英语笔译对吧？”陈牧阳点了点头，小声解释道：“不过我好久没学英语了，现在学的都很基础，还没开始正式的笔译课程。我碰巧在英国读过几年书，英语也还不错，这2年也没落下。”徐安兀自说道。陈牧阳缓缓抬起头来，眼神里浮现出几分不解。徐安心里却多了几分确切，笑着继续说道：“如果你以后有不太懂的地方，可以问我。”徐安去上班前，从书房里拿出几本英语原著和牛津字典，交给陈牧阳，和他说可以把这些书带回家看。陈牧阳接过书道谢，徐安垂眸停顿了几秒后，又看向陈牧阳，开口补充道：“如果你嫌来回跑太麻烦，上午就待在这里看书也可以。”说罢，他又折回书房，拿了本子和笔出来递给陈牧阳。陈牧阳不好再推脱，只能应允。其实他在哪里看书都一样，现在早上到中午之间的时间全都能充分利用起来，对他来说再好不过。于是他把徐安送出门后，收拾了餐桌，便坐在椅子上开始看书。陈牧阳粗略翻了翻，看了看书名，不由得心里一暖。
不知道是不是徐安有意为之，这几本英文原著都是儿童文学类的读物，词汇难度不大，生词数量也不算多，他读起来要容易接受得多。陈牧阳想着想着，忍不住笑出来。徐安看起来话不多，心思倒是很细腻。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天，陈牧阳每天早上来到徐安家里，做完早餐或者陪徐安一起吃完早餐后，徐安去上班，他就在家里读书。徐安家住的小区冬日供暖很足，特别是今天降温，加大了供暖力度，室内温度能到23摄氏度，在屋里只穿一件毛衣就不会觉得冷。陈牧阳刚开始还不觉得热，毕竟室外温度很低，他穿的厚，出门又走，吸了一身寒气。可是在徐安家待久了，慢慢回过温度，他穿的2层保暖裤就起了作用。陈牧阳的额头上隐约冒出一层薄汗，脸颊也有些发热，心里不忍浮上丝丝浮躁。陈牧阳扭头看了一眼表，将近10点钟。他再三犹豫了犹豫，决定先脱掉一层保暖裤。下午去辅导班，正值中午，又有徐安开车载他，并不会太冷。等到了辅导班里，也有空调，最多是下课回家的路上在外面冻一会儿而已。陈牧阳这样想着，起身去了客厅。毕竟是在别人家里，他不好去主卧和侧卧，于是就去了客厅，坐在沙发上准备脱下薄的那层保暖裤。陈牧阳在脱裤子前又看了一眼表，确定还不到10点钟后才开始脱裤子。他先把外裤脱掉后铺在沙发上，坐上去后才开始脱保暖裤。因为残端的原因，陈牧阳的保暖裤的右裤腿截去了一截，并且做了缝合，像个口袋一样，刚好能装下残肢，这样既保暖又方便。薄的那层保暖裤穿在里面，虽然脱着不方便，但毕竟室外温度很低，陈牧阳不确定下午下课就能等到公交车，于是还是决定保险些，脱一条薄的。而且现在还没10点，徐安的工作作息也一向稳定，他偷偷脱一条裤子，再慢也用不了1个小时。这么想着，陈牧阳心里踏实了些，他把2层保暖裤都脱下来，把薄的那条收好叠在一边后，开始穿厚的那条。陈牧阳刚把左腿的裤子穿好，就听到门锁转动的声音，他猛地挺直了背，看了一眼表，又看向玄关，门锁转动的声音并没有停下来。陈牧阳来不及思考，他慌忙去套右腿的裤腿，却因为慌而套了2次都没套好。他急着起身去提裤子，又一手撑着沙发背，一手去拿外裤要往身上套。门锁就在这时候被打开了，徐安的脚步声踏进来，陈牧阳慌乱中摔进沙发里。他的外裤才穿到左腿脚踝，正要往上拉时，他看到了走出玄关的徐安，动作霎时僵住了。徐安也愣在原地，他看见陈牧阳一手拉着一条裤腿，另一只手抓着右腿裤管打成的结，他现在一脸慌张的看着自己，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鹿，眉头皱着，感受到自己的注视后，心灰意冷般垂下了眉眼，嘴角也向下拉着，脸和耳廓却很红。徐安站在原地看着陈牧阳，停了几秒才缓过神来，垂在身侧的右手手指晃动了几下，和他解释道：“我回家来拿份材料。”陈牧阳连忙把裤子穿好，把一旁叠好的保暖裤放进背包里，拉耸着眉眼坐在沙发上等徐安出来。足足等了10分钟，徐安才从书房里出来。他打开门的一瞬间，陈牧阳条件反射似的抬头去看他。徐安竭力保持平静，尽力按照刚才在书房组织好的话说道：“下次你想换衣服的话，可以去侧卧。我今天不是故意早回来的，我忘了一份材料。”说着，他扬了扬手里的文件。徐安的解释让陈牧阳更加不好意思起来，他站起身，努力让自己直视徐安的眼睛，下了几分决心，才张口缓缓道：“对不起，徐先生，我穿的太厚了，暖气又热，我才……”他的声音变得很低。徐安压抑住打断他的念头，安静的等他说完。陈牧阳努力想着该怎么组织语言，脑子里却一片混乱。
一个想法跃然于脑海后，猛然抬头朝徐安说道：“那个，徐先生，我换衣服的时候在沙发上垫了裤子。”没挨沙发，徐安听完愣了愣，看着陈牧阳一脸紧张的样子，才反应过来他在担心什么，于是笑着开口回道：“不要紧，我不介意。屋里确实太热了，你以后要换衣服的话就去侧卧吧，那个房间没人用。”这场尴尬很快就因为徐安急着去公司而过去了。中午时分，陈牧阳做了几道菜，蒸了米饭。他本想提前走，又觉得这样会让往后相处变得更尬干，于是只好坐在餐桌前等着徐安回来。徐安按时回了家，两个人面对面一起吃饭。徐安神色如常，陈牧阳也努力不让自己回想2个小时前的尴尬。这顿饭倒也吃得没想象中压抑。你平常都怎么来上班？徐安随意开口问道。陈牧阳抬头看向徐安，对方没有抬头，仍在夹菜。陈牧阳觉得比起要知道答案，他更像是想打破沉默，于是停下筷子回答道：“我一般会坐公交车，偶尔也会打车。”徐安垂眸思考了几秒后，接着问道：“路上很冷吧？家里呢？有没有供暖？”“不是很冷，我穿得很厚。”陈牧阳摇了摇头，说完后立即噤声，懊恼的皱了皱眉。好不容易才翻篇的，现在一句话又像回到了原点。于是他赶紧补充道：“家里也不冷的，我有开电热毯。”徐安闻声抬头，看到陈牧阳的身体微微向前倾着，一脸真诚的和他解释。他点了点头，回答了句“那就好”后，低下头接着吃饭了。陈牧阳暗自舒了一口气，也低下头吃饭了。下午，徐安把陈牧阳送去辅导班后，径直去了公司。陈宁看见他后，递给他一叠文件，徐安打开，是一叠家政人员基本信息表。陈宁说，之前的高阿姨女儿小产后恢复的不太好，高阿姨为了照顾女儿，就向家政公司请了长假。这是家政公司新送来的替补名单，要徐安再选一个。如果不行的话，他们愿意承担徐安的损失。徐安随意翻着，问陈宁：“全市都开始供暖了吧？”陈宁被徐安不着边际的问题激得摸不着头脑，短暂失神后嗯了一声，紧接着开口问道：“怎么了，徐总？您家没有供暖吗？我已经交过集中供暖费用的呀。”没。徐安合上手里的文件，抬头看向陈宁，认真的问道：“你知道哪里有卖电暖气的吗？”陈宁愣愣的点了点头，然后就被徐安带着去了家电世界。他一边开车，一边偷偷从后视镜里看徐安的脸，对方神色轻松，甚至还有一丝愉悦。陈宁不懂他老板这情绪来的缘由，只是照着徐安的话做。等到徐安让他搬着电暖气片站在陈牧阳家小区门口的时候，陈宁觉得他之前关于老板和陈先生关系非同一般的八卦猜想可以落实了。徐安看了眼表，已经到了下课时间。他让陈宁给陈牧阳打电话，要陈牧阳直接回家来，晚上在外面吃饭。陈宁打过去电话，简单和陈牧阳说了几句话，对方说他已经坐上了公交车，很快就能到。公交车站牌就在陈牧阳家住的小区门口不到10米的地方。过了不到20分钟，陈宁就看到陈牧阳从公交车上下来了。他连忙向徐安示意。这一站下车的人有一些多，陈牧阳的腿脚不方便，排在最后下。他刚从车上下来，还没站稳，公交车后门就猛然关住了。徐安不悦的挑了挑眉，双唇紧抿，在看到陈牧阳看到他们后笑了笑，才缓和下来些。3个人相距10几米，陈宁向陈牧阳招了招手，示意他来这里。徐安却直接朝陈牧阳的方向快步走过去，于是陈宁只好又搬起电暖气，小跑着追上徐安。陈牧阳和徐安打了声招呼，又看向他身后的陈宁，微笑着和陈宁问了句好。陈宁把电暖气放在地上，喘了口气后问他：“陈先生，您家住在哪一单元？”陈牧阳被问的一愣，陈宁又连忙解释道：“是这个。”
我先把这个送到您家。陈牧阳朝着陈宁指的箱子看，夜色暗下来，路旁街灯昏黄，陈牧阳只看到一个巨大的有些扁的长方形纸箱，看不清上面的字和图案，他微微向后侧着身子，想看清楚些。一旁沉默的徐安开口道：“给你的。”陈牧阳这才仰起头，又看向徐安，他指着箱子问道：“这是电暖气吗？为什么给我？”徐安却沉默了。陈牧阳又看向陈宁，陈宁左右摇着头看两个人。徐安还是一副不准备开口的样子，陈牧阳则充满求知欲的看着自己。一阵沉默后，陈宁把心一横，决定由自己打破沉默。啊，陈宁，嗫嚅，话音拖了2秒钟，才飘忽着回答道：“这个是员工福利。”陈宁答语并不清晰，尾音上扬也不明显，陈牧阳没太听清楚。他犹豫着看向陈宁和徐安，后者脸上没什么表情，前者却突然放大了声音，异常肯定的回答道：“员工福利，就是员工福利，我们公司每个人都有。”陈牧阳又扭头看向陈宁，疑问道：“我也算吗？”陈宁一阵猛点头，一旁的徐安不疾不徐的开口道：“当然算，你是我的厨师。”陈牧阳没吭声，只是缓缓点了点头，微垂着眼眸的样子让陈宁看不真切他的想法。怕陈牧阳仍不肯相信，陈宁连忙开口道：“陈先生，您家在哪一单元？我帮您送到家里吧。”陈牧阳这才放弃心里的犹疑，带陈宁去家里了。徐安没有跟着去，他坐在车里，透过小区的伸缩门看着两人渐渐融入夜色。再看不真切了。徐安向后倚靠在车座背上，手搭在方向盘上，全然放松的姿态。近处远处的灯光相连，在天边绵延成一条暗黄色的光线，仿佛未来总有出路，仕途无需畏惧一般，让人长久以来紧绷的思绪缓和了许多。徐安勾了勾唇角，眸光辽远。如果说过往他沉溺于弥补的执着当中，那么现在他尝试着走出来了。有关于真相的所有情节，徐安自知不会忘记，却也不会再主动提起。过去的许多年未能改变陈牧阳温柔的事实，让徐安学习着审视自己，让他明白就算自己不出现，陈牧阳仍然有跨越生活为他设下的坎坷的能力。但是徐安又心怀感激，他感谢上天给他重逢陈牧阳的机会，让他去直视那段经历，让他有机会去弥补，也有机会获得救赎。于是他仍然去帮助陈牧阳，却不再用声势浩大的方式让他感恩，也让自己加倍羞愧，而是如春风般细致入微，让他心安。因为而今徐安更想做的是守护。陈牧阳觉得自己恍若在梦中一般，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就已经连人带行李都到了徐安家。陈宁帮他把带来的衣服用品都放到客卧归置好后，还举起右拳对他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陈牧阳呆呆的点了点头，事后才反应过来，觉得陈宁举动奇怪，可已经等不及他反应了。比如说他现在就躺在徐安家客卧的床上，睁着眼睛沉思，屋里一片黑暗，勉强能看出一点点天花板的轮廓。陈牧阳记得徐安是在3个人在餐厅吃饭的中途问他愿不愿意做家政的，他说家里之前的家政阿姨要辞职，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所以想问问自己的意愿。见他凝眉，徐安又向他解释道不必为难，全凭他的意愿。末了还和陈牧阳介绍了家里家政需要做的工作，和徐安生病时他在家里做的差不多，无非是打扫房间、晒晒被褥、打理打理花草之类的杂事。同样是工作任务不重，工时自由，薪酬不低，月薪只比他每月少2000元。陈牧阳是有些犹豫的，朦胧中他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接受徐安的帮助，让他有些摸不着边际，就像一个一路逆风的人猛然被风从背后吹着向前走一样。蓦然被包容、被保护的感觉让人忍不住去依赖，又有些不确切的慌乱。他想点头，又觉得这样是在为难徐安，因为他帮他的实在是太多了。徐安仿佛看透陈牧阳的想法一般，对他的犹豫视而不见。
只当他的沉默是默认，正欲开口时，电话突然响起来。徐安也没避讳，直接接起来。对方是徐慧，徐安的姐姐。两个人说了会儿话，陈牧阳只听到徐安说好。挂断电话后，徐安问陈牧阳：“住家保姆你能接受吗？”还没等陈牧阳回答，徐安紧接着又开口道：“吃完饭让陈宁去家里帮你收拾行李，拿几件换洗的衣物就可以，日用品家里都有。”话毕，餐桌对面的陈宁呆若木鸡，但他看着自己老板的表情，结合了自己的脑洞，很快就反应过来，直接把筷子一放，看了眼表，又看向一旁显然被徐安说懵了的陈牧阳，问道：“陈先生，你也吃好了吧？时间不早了，咱们早点去收拾东西吧。”说着，陈宁伸手去拉陈牧阳的胳膊，后者迷迷糊糊的站起来，跟着两个人走。等回过神来时，已经坐到了车上。许氏看出他眼底的迷茫，徐安开口道：“下周家里来人，我明后天出差，可能顾不上再去找家政，你在家里，我很放心。”陈牧阳点了点头。倒是陈宁抿了抿嘴，扭头看向窗外。日子闲云流水一般度过，陈牧阳觉得整个生活节奏都慢下来，却又十分充实有序。一日三餐，读书学习，甚至因为现在做了住家保姆，而让一切都方便很多。他不必再披星戴月的来往于家里，辅导班和徐安家之间也不必又要提着菜又要拄着拐杖，略带艰难的走在路上。物质条件的极大缓和，让陈牧阳在日渐相处中渐渐发觉，徐安似乎并没有单纯的把他当做自己请来的厨师或者保姆，很多时候，徐安更像是在照顾他的人。陈牧阳住进徐安家的第二天，徐安并没有出差，后者像往常一样起床，出来卧室时，餐桌上已经摆了几样菜色。陈牧阳正对着砂锅盛粥，从徐安的角度看过去，他只能看到一个背影。室内温度高，陈牧阳穿的薄线衫宽松的套在身上，显出几分纤瘦。浅蓝色围裙穿过臂弯，两条细带子松垮的系着，袅袅热气上浮，在灶台前晕染开来，将它包裹。生活似一出绵绵暖意般，徐安心里一动，勾了勾嘴角，朝餐桌走过去。陈牧阳盛好了粥，正转过身时，感到徐安往后一退，他笑着护好粥，和徐安问好。徐安嗯了一声，从他手里接过粥，在餐桌上放好后，又去接他盛的第二碗粥。两碗粥相对摆好，徐安绕过餐桌，坐在离操作台较远的那一边，仿佛自然而然的习惯。两个人吃完早餐，陈牧阳想问徐安需不需要自己帮他收拾一下出差需要的物品，可徐安显然没有这个意思，去了客厅，坐在沙发上开着电视，随手翻着杂志。陈牧阳把厨房简单收拾了一下后，抬头看他，对方正倚在沙发里看着杂志，嘴边的话便忍下了。到了下午，徐安还没有要走的迹象，陈牧阳怕他是忘了要出差的事，犹豫着提醒问道：“徐先生，你不用出差了吗？”“不用。”徐安面不改色的看着电视回答，随后又扭过头对着陈牧阳解释道：“临时取消了。”“哦。”陈牧阳应声，在沉默来临前，徐安紧接着说道：“我看冰箱里菜不多了，等会儿一起去买菜吧。”老板提出要买菜，员工自然不能不从，况且冰箱里的菜和肉确实不多了。陈牧阳点了点头，徐安看了眼表，不到3点，他合上手里的杂志，放在桌边，对陈牧阳说：“那换衣服吧，咱们现在出发。”陈牧阳显然没想到徐安雷厉风行到这种程度，他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点头说好，然后起身去卧室换衣服了。而看着陈牧阳背影的徐安也悄悄松了一口气，因为是周末，又是下午，超市里的人不算少。徐安推着购物车慢慢走着，陈牧阳拄着拐杖跟在一旁。两个人并没有逛太多地方，几乎是径直朝着生鲜区走的。只是路过家居区时，陈牧阳说家里的垃圾袋快用完了，买2包吧。
徐安才点了点头，在陈牧阳的指引下到了货架旁。你之前买菜会不会很麻烦？徐安迟疑着，语音拖了1-2秒才问出来。他看向陈牧阳的眼睛，后者眨了眨眼，轻轻摇了摇头。还好，只是提着不方便而已。陈牧阳笑了笑，所以我有时候会背双肩包。徐安点头，面向货架，随手拿了包垃圾袋往购物车里放时，陈牧阳突然伸手拦住他，这个没有拉绳，不如这种方便的。徐安看着他松开自己拿着的垃圾袋，又熟悉的从货架一旁拿起了另一款垃圾袋递给他看。徐安把自己拿着的袋子放回货架上，朝陈牧阳点了点头，那就买这种。买完垃圾袋后没走几步，徐安突然开口问道，家里还缺什么吗？一起买了吧。陈牧阳想了想，回答道，那就多逛一逛吧。看到了就想起来了。这一逛，徐安发现家里缺的东西还真不少，都是一些细碎零散的生活用品。往日里都有高阿姨帮他采购好，他没操过这份心。现在高阿姨走了快半个月，家里几次卫生还是他生病时陈牧阳打扫的。现在家里的生活用品也要陈牧阳帮着添了。想是这样想，可看着购物车里大大小小的日用品地落成一个小山堆，徐安还是忍不住问了问，我家里缺这么多东西吗？陈牧阳闻声一怔，拿在手里正要往推车里放的洁厕液拿也不是放也不是。徐安咳了一声，从他手里接过洁厕液放在购物车一角。我不太清楚，所以问问。陈牧阳有些不好意思，小声回答道，其实也不全是的，有的快用完了，有的家里还有一些。我想着你开车了，一起往家拿的话会方便很多。说完，他又低下头害羞似的笑了笑。徐安这才明了他心里的小九九，答道，是很方便，那就再看看还差什么，一起都买了吧。徐安说完这句话，陈牧阳又简单挑了2样厨房用的油污清洗剂才算作罢。但2个人很快就后悔了，因为等他们停好车要乘电梯的时候，发现电梯旁放了正在维修的标识。又坏了呀。陈牧阳叹了口气。徐安捕捉到他话语里的重点，凝眉看他，问道，电梯之前也坏过？陈牧阳点了点头。徐安面色凝重一些，追问道，什么时候？那你怎么上去的？陈牧阳这才反应过来，徐安并不知道电梯曾经坏过的事。也是，当初他回家的时候，电梯就已经修好了。我走楼梯。陈牧阳回答道。语毕，后者却始终沉默。他抬眸去看徐安的表情，看到他眉宇间的困惑变成不悦。陈牧阳以为他是不想爬楼梯，连忙又解释道，要不等一等，我上次没停多久，电梯就修好了。徐安依旧不语，陈牧阳自顾自地回想着回答，可能2-3个小时。说完，他又抬眸看了徐安一眼，徐安显然并不想等，可他也没给出确切的回答。2个人就这么站了快1分钟，陈牧阳无奈，正要开口问他要不要去外面吃晚饭的时候，徐安突然提着2大袋东西朝停好的车走过去。他把买的东西放进后座后，把车开到电梯旁，让陈牧阳上来。陈牧阳乖乖听话。徐安把车开出地下停车场后，停在公寓楼下的停车位上，让陈牧阳先下车，自己钻进后座停了一会儿，才提着半袋东西出来。陈牧阳看了看，隐约看到袋子里是今天刚买的鲜虾、牛肉，还有几样蔬菜。徐安提着东西往公寓里走，陈牧阳跟在他身后。公寓1楼的电梯口也立着正在维修的牌子，徐安看也没看，直接越过，停在楼梯口。陈牧阳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徐安低沉的嗓音，上来。上来。徐安又重复了一次，我背你。他面对着楼梯，屈腿下蹲，2手扶着膝盖，露给陈牧阳一片广阔的背脊。陈牧阳没有动作，他指指徐安手里提着的塑料袋，回答道，不用的，徐先生，我可以自己走的。
你提这么多东西就已经够重了。徐安直起腰，转身问他，我背你上去还是抱你上去？你选一个。徐安面色不善，眉头皱着，看向陈牧阳的目光不算凶狠，言语却没有往日柔和，甚至多出几分不耐来。陈牧阳没再直接拒绝他，而是拍了拍撑在腋下的2只拐杖，说道，还有他们。一语落毕，徐安眉头拧得更深，他直接走到陈牧阳面前，把手里的袋子交给他，从他腋下拿出2只拐杖，立在一旁的墙上，重新背对着陈牧阳弯下腰，说道，上来。徐安语气冷漠，夹杂着不耐和隐忍的怒气。陈牧阳没再反抗，他扶住徐安的肩膀，缓慢趴了上去。对方肩膀宽阔，依靠住本该让人心生安稳，陈牧阳却有些战战兢兢。徐安一手搂着陈牧阳的左腿，另一只手臂穿过拐杖中间的空隙，将拐杖扛在肩上，又伸出手背拖着陈牧阳的屁股，以防残肢因为没有力量支撑而身体倾斜。陈牧阳一手揽着徐安的肩膀，另一只手尽力帮他扶着些拐杖，背着人又拿着不少东西，两个人的姿势都有些怪异而狼狈。可徐安一步一步往上走，却是始终沉默的姿态，哪怕他额角渗出了细密的汗水，汗水又汇成汗珠，顺着太阳穴往下滑，他都没有吭声，只是拖着陈牧阳的手却更加用力。陈牧阳小声说，徐先生，你放我下来吧。徐安不回答，依旧努力撑着要往上走。陈牧阳无奈，只能将帮着徐安扶住拐杖的那只手更用力一些，帮他减轻一些拐杖下坠的负担。而这些兀自低着头上楼梯的徐安都没发觉，直到他走到家门口，将陈牧阳放下的那一刻，才看到对方平展的眉头拧在一起，红着眼睛快哭了似的，一张脸上尽是委屈。徐先生，你是不是觉得我的生活很困难？陈牧阳问道，他略微低着头，没看徐安的脸，小声说，其实没有的，我和别人一样会上楼梯，我只是少了半条腿而已。徐安像被一语惊醒的梦中人般无措的伫立在原地。当他听到陈牧阳说自己走楼梯的那一刻，仿佛亲眼看到他拄着拐杖一节一节艰难的往台阶上走，想象中对方踽踽独行的背影与他清早看到的烟雾袅袅中的瘦弱背影重合，清晰有力的在他心上落下重重一击。至温柔与残破的影像交错中，徐安心底被压抑的声音重新响起，梦魇一般挥之不去。他面目狰狞，又带着笑意向徐安示威，看啊，这些都是你带给他的，是你。于是那些自以为受控的情愫，仿佛绝地而生的大树般，在一瞬当中蓬勃壮大，没给徐安丝毫喘息和思考的机会，要他恨不得如数带他受过。愧疚、不安与无助交杂的情愫驱使下，徐安像一个被逼进墙角的小孩，他执意要背陈牧阳上楼，每一个脚步踏实的落在台阶上的时刻，似乎都能抹去陈牧阳曾经走过的痕迹。肩背上的重量让他悬浮的心逐渐沉稳下来，让他清楚的知道还有余地，还能补偿。这梦魇终究会散，他能被救赎，也能被原谅。而此刻徐安突然明白，他终究是自私，他把自己于事无补的愤怒消除掉，把那些愧疚与不安重新掩埋，他以为万事复原。一抬头却看到陈牧阳露出春寒般的愁苦。这个有着残破身躯的男人说出自己的故事时，语气平淡，未曾皱眉，如今却因为自己执着要加于他身的帮助而显现出脆弱和自卑，让他低进尘埃里，还要诉说没有的，徐先生，我和别人一样的。那一刻，徐安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初见陈牧阳的那晚，所有的情绪像海浪迎面拍打而来，穿越过身躯，空无一物，他只能呆立在原地，什么都抓不住。徐安没有回答，他打开房门，把菜放在玄关的鞋柜上，又把那双拐杖立在鞋柜旁，转过身伸出右手
去拉陈牧阳的手掌。两人手掌碰触的一瞬间，陈牧阳缩了缩指尖，被徐安用力握住了。他懵懂的抬起头，看到徐安眸色深沉的看着自己，言语间面上闪过几丝无助和不安，他的声音也越来越低。我很抱歉，让你误会你很厉害，不需要同情。也不是拖累，我没有轻视你的意思。我只是太想帮你了。徐安解释着，突然泄了气，头垂得很低，声音也变得很小。我没主动对谁好过，只想着尽我所能去帮你，可方式好像错了。徐安说着，握着陈牧阳的那只手渐渐松开，身体却没有动作。停了好几秒，他才问道：你后悔救那个人吗？徐安的头埋得很低，低到陈牧阳看不清楚他的表情，却能从声音里听出丝丝小心翼翼，又像一声沉重的叹息。陈牧阳眨了眨眼，食指指尖不自觉地在拇指指腹上划下一道道清浅的痕。15岁那年的车祸让他失去了多半条腿，是人生转换的节点，也是急速成长的开端。陈牧阳一直记得最初醒来的那些天，幻肢痛带来的心理折磨比真实的疼痛还要让人压抑无助。他常常感觉到右腿钻心的疼痛，可伸出手却只能触摸到残存的一端。截肢之后，他剩下的那截大腿不足20厘米长，残端被白色纱布层层包裹着，盖上被子后也是鼓鼓的一团，容不得人忽视。而视线延伸之后，又是一片空荡荡。那时候的陈牧阳疼、无助都无济于事。他清楚的知道这一点，所以忽略掉那些疼和无助，逼迫自己正是少了一条腿的事实，逼迫自己坚强来减轻家人的痛苦，哪怕是在假装。他就这样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他积极的配合医生治疗和心理辅导，努力进行积极的心理建设，一遍遍地告诉自己，值得的，都是值得的。用一条腿救一条命，他不后悔。可是真的不后悔吗？所有人都关心他疼不疼，没问过他悔不悔。当被人清楚直接的质问后不后悔的时候，陈牧阳条件反射似的想说不后悔，像是真实果断的决定，又像一声暗示，提醒着他事已至此，提醒他不能软弱。可他开不了口。那些疼痛曾经真实的存在过，赤裸裸的加诸于他，碾压过他的人生，甚至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纵然在之后的时间里，那苦痛仿佛塞翁失马般给他帮助，可终究是差一点击垮他的刀剑。如何能释怀呢？最后他只能开口说出我不责怪年轻的自己和年轻的少年生活残忍的举动，他人温柔却似刀剑凌迟的好意，种种交相袭来。15岁的那一年里，每一次陈牧阳盯着残肢发呆时，回过神来的第一个瞬间，他都会清楚地告诉自己，一条命比一条腿更重要，似乎用这样的冷酷能让他尽早走出内心的阴翳。可每一次被旁人用关切的眼光相待，他会不自觉地触摸右腿残端。接受的缓慢过程，他终于走过之后，他也终于明白人在利弊面前才能清楚权衡，规避可能带来的种种伤害。在10年前的那一天里，在车子飞速驶来的那一刻里，他看到的只有救人，隐藏在救人之下的可能受到的伤害，他没来得及看。如果他能见到那个曾经救过的男孩，他会希望他过得好，希望他不要以此为负担。那是15岁的陈牧阳的选择，他尽力让未来的自己不去后悔。而之后生活给予的种种，若是做不到感恩，做不到原谅，就尽力让自己不要责怪。每向前走一步，就会离好运近一些。就算不会又怎样呢？总归不会更差的。陈牧阳不清楚徐安那句没由来的你后悔救那个人吗是什么意思，似是要寻根上找到自己现今状况的原因，又像是要从他嘴里得到一个证明。陈牧阳来不及思考，也无力去思考。
徐安之于他就是疲惫生活中降临的好运。所以当他说完那句我不责怪后，能够收起那些脆弱和自卑，在徐安惊诧的眼神里微笑着对他说，徐先生，工作之余我愿意和你做朋友。那天的事像一个开端，沉默着将两个人拉近。徐安确实不再生硬的去帮他解决许多困难，也不曾参与或减轻他的工作内容，只是偶尔会和陈牧阳说明天想自己做三明治吃，或是家里的扫地机器人工作故障后自己扫地。之后又和陈牧阳一起照着说明书和百度百科试着自己维修。日渐相处中，徐安也终于发现陈牧阳温柔与坚韧的缘由。困苦只能打磨一个人的性格，却不能铸就他的不屈。兀自坚强的灵魂自然不会在风雪中千疮百孔。徐安终于知道，过往他只看到陈牧阳的残缺，却未能看到他的完整。他把他残缺的部分无限放大，大到遮盖了他的眼睛，让他以为他需要还给陈牧阳的是健全的身体。可他却没有让时光倒流的本领，那些失去的再没有重新获得的机会。一叶障目遮住了海阔天空。他以为困住的人是陈牧阳，其实被困住的是自己。前者在挫折之下坚毅成长，而他困在愧疚与不安中无法自拔。可是往后不会了，徐安想，他会学着把他当成朋友对待，学着不再以弥补为出发点。两人起居比起雇佣关系更像是合租一室的舍友，一起吃饭，一起看杂志电影，一起外出采购。工作日里，徐安中午回来吃饭时会顺路把陈牧阳送到辅导班，下午则是陈牧阳自己坐公交车或是打车回家，他不再刻意予以帮助。周六时，陈牧阳会去疗养院看望何佩平，其他时间他大多待在家里。课卧没有书桌，陈牧阳常常在餐桌上读书做笔记。徐安曾经提出添一张书桌的建议，陈牧阳摇头拒绝，徐安便不再坚持。时间久了，徐安感觉两人不再似从前尴尬时，也会试着去厨房帮忙。他极力小心的去观察陈牧阳的反应，看到后者并无反应后，才放下心来帮忙。洗洗菜或饭后刷刷碗，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填满生活的缝隙。小雪那天正逢周日，陈牧阳中午煲了瑶柱鸡汤，掀开砂锅锅盖的一瞬间，汤香涌出来，溢得满是浓香。他正往碗里盛汤时，徐安闻着味道来到他身侧，微微探身，伸长了脖子往灶台上看。陈牧阳没发觉他。盛好了汤转身时，徐安没来得及躲开，两个人肢体相碰，一碗热汤浇了半碗在陈牧阳身上。徐安慌忙从他手里拿下碗，随手放在一边，两只手拉着陈牧阳的手，仔细翻找他手上有没有红肿，确认没事后才松开他，发现汤汁透过棉布围裙浸湿了他的线衫。你去洗澡换换衣服吧，我把这里收拾一下。陈牧阳点点头，径直去了卫生间，洗到一半才发觉自己没拿换洗的衣物。他想了想，对着外面喊徐先生，问他能不能帮自己把床尾的睡衣拿到卫生间门口。徐安很快应声，去客卧帮陈牧阳拿出睡衣，站在卫生间门口停了停，决定敲了敲门。停了几秒，陈牧阳从内侧将门打开，屋内水汽朦胧。陈牧阳的头发湿着，水珠顺着他的脸颊滑下来。徐安看到他的锁骨，徐安抿了抿唇，把睡衣递给陈牧阳。门口的缝隙拉大，徐安几乎看到陈牧阳的半个身子，右腿的残端也露出来。徐安的视线落在那处残端上，那是一段不足20厘米长的残端，大约只能到大腿中部，断处略微圆润，颜色要比其他部分粉一些，皮肤状态却无二致，看得出主人保养得很好。徐先生，你是不是害怕？陈牧阳嗫嚅着问道。没有。徐安回过神，抬手摸了摸鼻子，许是要缓解尴尬，忙问道，需要我帮你吗？浴缸，要不要用浴缸？陈牧阳眸色暗了暗，很快恢复平常，
笑着看向徐安，回答道：“不用了，徐先生，淋浴就可以了。”徐安点了点头，关上门，转身回到餐厅。他在餐桌前坐了很久，才恍然想起来，陈牧阳只有一条腿，就算他进得去浴缸，可怎么出来呢？徐安一阵悔意袭上心头，起身去浴室，正要敲门，门却从里边打开了。陈牧阳走出来，他的头发擦了半干，温顺的浮在头上，温暖的水汽把他的脸烘得泛着些红，衬得皮肤更加白皙。徐先生，陈牧阳问道：“你想用浴缸吗？”徐安语气有些着急：“我可以抱你。”陈牧阳愣了一下，随后微笑着摇了摇头：“不必了，徐先生，我已经洗完了。”徐安说完就有些后悔，他说过不会再越界的给他关心，可刚刚情急之下，似乎又在揭他的伤疤。徐安正急着不知如何解释时，陈牧阳微微低着头，他身旁走过。徐安看到他脸颊上似有加重的红晕。12月悄然而至，冷空气降临。许氏家里烟火气息浓重，徐安还未觉寒冷，清安市已经下了一场初雪。雪花细小，洋洋洒洒的飞舞着，落在道路两旁的植被上，薄薄的一层，掩住些许长青，增添几分明亮。徐安站在落地窗旁往外看，手中的茶水温热。他轻抿了一口，想着晚上回家会吃到什么菜。这段时间，陈牧阳换着花样做饭，各种菜色都尝试过后，便开始按着徐安的口味偏好来。今晚陈牧阳大概还会做鸡蛋虾仁羹吧。他中午说好吃，陈牧阳就许诺在做的。徐安正出神时，陈宁敲门进来，说董事长有事找他。徐安闻言眉头微皱，又喝了半杯茶后，才上楼去了办公室。办公室里，徐青并未坐在办公桌前，他坐在一旁会客的沙发前煮茶。见徐安推门进来，微笑着朝他打了招呼，便让他落座。徐青面目生的温柔，这样笑着唤他，仿佛幼年景象一般。徐安在门口脚步一顿，很快缓过神来，大步迈过去，直接坐在与徐青相对的沙发上。有什么事？徐安开门见山，徐青对他的冷漠态度并不责怪，自然而然的忽略之后，将煮好的茶水倒入水杯。抬起手的那刻，本要递给他的动作在空中滞了1秒后，换成把杯子轻放到他的面前。不急，先喝茶。还是先说事情吧。我那边还很忙。好。徐青不再强求，小口喝了口茶后问他：我听说咱们和嘉禾竞争的那块地，你决定放弃了？是。徐安应声承认，嘉禾不停加价，那块地已经没有再竞争下去的必要了。那块地临近山脉，山脚地势平坦，自然风光和土地建筑条件都不错。银河主打的生态度假理念，我还是希望你能再争取一下。地势不错，但嘉禾加价过于凶猛，追价对我们来说不是好的选择。况且在度假村开发与经营上，瑞恒的经验确实不如嘉禾，强行抢过那块地，未必能比我们自己的经营策略更好。徐安解释道。徐青却不以为然，坚持要徐安再争取一下那块地，言语中甚至显现出几分压迫的意味，让徐安不禁蹙眉，质问徐青道：徐董，您不是看不清楚利害关系的人，嘉禾有意为难瑞恒，你又何必去较真呢？徐青的一意孤行让徐安心中陡然生出几分恼怒，忍不住起身要走。安安，徐青喊住他，我知道这几年你一直都是稳中求进。徐安没吭，迈步向门口走去。徐青朝着他大声喊道：我知道你讨厌我。徐安闻声驻足。徐青继续说道：安安，妈妈只是想多和你说几句话，哪怕我知道我是错的，哪怕我知道可能会让你更讨厌我，可是安安，妈妈只是想多你讲几句话而已。话音落下几秒后，徐安微扭过头，透过余光，他看到徐青蹙眉看着他，拳头似乎紧握着，
撑在沙发上，欲言又止的模样。徐安眨了眨眼，撇开脑中浮上的陈旧影像，开口道：“酒店附属度假村的项目收尾在即，有之前独立度假村的反响做招牌，这次我们未必会输。徐董，还请您放心。”徐安从办公室里出来，直接回了家。他离开公司时走得很快，心里那些烦闷急躁堆积在一起，似乎任何人一句无关紧要的话都能将这些情绪点燃，然后爆炸，把一切都炸得片甲不留。徐安用残存的冷静回到小区，他在停车场里待了一会儿，看了眼表，还不到3点半，陈牧阳还没下课。徐安想了想，便直接开车去了超市，在生鲜区逛了一圈以后，提着2包菜和肉塞进后座，径直去了辅导班。辅导班所在的那条路上没有固定的停车位，徐安给陈牧阳发了条短信后，慢悠悠的开着车，等他到的时候，正巧辅导班下课，一群学生往外走。徐安把车停在路边，靠车站着，目光扫过去，在那堆涌出来的人里找陈牧阳的身影。碰巧一起出来的都是些女孩子，五颜六色的羽绒服里混着一个黑色纤瘦的影子，是陈牧阳。他背着一个米灰色的双肩包，羽绒服的棕黄毛领圈住他的脸，衬得皮肤更白，又因为比周围的女孩子高出一些，很是显眼。徐安抬起手和他打了个招呼，陈牧阳同样招手示意。等那些女孩子散开些后，便朝着徐安的车走。刚下过一层薄雪，地面有些湿润，两人相隔微微有些远。陈牧阳走得很小心，不时抬头看看徐安。对方饶有耐心的看着他慢慢走过去，脸上还带着微笑。徐先生，你今天下班好早。陈牧阳说。徐安嗯了一声，帮他打开车门后，从车前绕过去，坐在驾驶座上。徐先生，你买了好多菜啊。陈牧阳把头收回来，坐直了身子，对徐安说道。后者点了点头，把空调温度调高了一些后说道：天气预报这几天还会下雪，你出门要小心一点。陈牧阳点了点头，又侧过身看了几眼后座上放着的菜，开始和徐安商量晚上做哪些菜。耳边的声音让徐安愈发心安，他觉得和陈牧阳在一起的生活变得很简单，1日3餐，闲暇里填满的也是温柔与详实。每天早上，陈牧阳系着围裙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常常会让他不自觉的看很久。看着鼓鼓的热气从锅里冒出来，看着对方两手端着粥或菜肴，小心的转过身，在看到他的那一瞬间，笑着说：早上好啊，徐先生。徐安便如同被感染一般，也带上了笑脸，整颗心都藏在棉花糖里似的，软软的，还带着一丝甜。吃过晚饭后，两人一起简单收拾了一下厨房，陈牧阳负责餐桌，徐安负责灶台。毕竟只有2个人，菜色虽多，但量都不大，因此也没剩下什么。徐安把碗筷都撤下后，递给陈牧阳一块抹布，自己便开始在水池前忙碌。等他把洗净的碗筷都摆在沥水架上，转过身朝陈牧阳要抹布时，却看到对方正端正的坐在餐椅上看着自己，一双眼睛亮亮的，带着笑意，像春日柔光里的盈盈湖泊，清澈纯粹，似有星辰。徐安不自在的摸了摸鼻子，刚向陈牧阳伸出手，后者就自然的把抹布的进了他手里。徐安接过，开始清洗灶台时，陈牧阳问道：徐先生，我今天上课时看了一小段电影，我很喜欢，你想不想一起看？徐安手上动作没停，面对着灶台回答了声好。陈牧阳要看的是一部动画电影，徐安看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好像和小外甥一起看过一次。他扭头看了一眼陈牧阳，后者注视着屏幕，看得正入迷。徐安扭回头，垂下的视线刚好扫过陈牧阳的手，纤长葱白的手指并没有因为做家务而粗糙许多，反而因为皮肤足够白皙而显出几分水嫩，让他想起那天陈牧阳从浴室出来后抚了一下脸颊的动作，细而白的手指
轻轻拢住些许脸颊的红晕，从他的面前走过时，带着温润的触感，留下玉液的清香。徐安不自觉脸颊微微发热，他盯着陈牧阳的手指又看了一会儿，直到对方的手指无意识的蜷缩了一下，徐安才蓦然收回视线，一本正经的看向屏幕。电影里，小主人公们来到了新奇的世界探险，徐安看了几秒，又悄悄垂下视线去看陈牧阳。两个人离得并不远，最多也就30公分。徐安抬起眼偷偷瞄了瞄陈牧阳，后者还是专心致志的神态，他便心里踏实了很多，小腿使力，屁股贴着沙发，小心翼翼的往陈牧阳那边挪。许是做贼心虚，陈牧阳又看得专注，他的手指一动，徐安便立刻坐直，头也抬得端端正正的看向屏幕，停几秒后又用余光探视着陈牧阳的反应，直到确切了对方并未发觉后，才又小心翼翼的往陈牧阳身旁挪。如此反复了几次，徐安终于成功降落在陈牧阳身边。他低头盯着两人几乎相贴的裤边，心里很是得意，便抬起头开始专心看电影。电影演到1多半时，陈牧阳身体往后一侧，左腿便碰到了徐安的右腿。他看看腿，又看看徐安，对方并无反应，正目不斜视的看着电影。许是全然放松的状态，陈牧阳觉得徐安的神色温和了许多。他又低下头看了看两个人碰触在一起的腿，略微的褶皱因为布料相贴而像是纠缠在一起一般。陈牧阳没有躲。徐先生，你觉得这部电影好看吗？电影结束后，陈牧阳扭过头问徐安道。徐安闻声转过头来，没预料的直直跌入陈牧阳眸中。两人本就左腿挨着右腿，同时目视前方时并不显得特别近，如今一起扭头，不过一间的距离如同面贴面一般，似乎能感到对方的鼻息。陈牧阳安静的望着他等待答案，徐安无意中咬了下内唇，才回过神，伸出右手向左后方侧身去开落地灯的同时，身体悄悄往沙发左侧挪了挪，等打开灯又端正坐好后，才又回答陈牧阳道：挺好看的，我也很喜欢。他的语速微快，说完后头不自觉的往左偏了偏，脸颊似乎微微发热。徐安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不要伸手去摸。而这些细小的举动，陈牧阳并没有看到，他看到的只有徐安眼中闪现的惊诧演变成慌乱后侧过大半个身子去关灯的别扭动作。等到徐安重新坐好后，看着两人原本相邻的腿间又一次拉开的距离，陈牧阳终于了然，不过10厘米宽，却最终还是拉开了。可本来就不该那样亲近的，自己在期待什么呢？陈牧阳盯着那节露出的蓝色沙发巾问自己，在听到徐安的回答后，抿起唇角，勾出几分弧度，视线缓缓上升，落在徐安鼻梁处，便止住了。他问道：那徐先生，你现在心情好一点了吗？徐安一愣，这才明白陈牧阳的用意。他看向后者的眼睛，对方眉眼微垂，一副乖顺模样。徐安点头应声，答了句语毕，他抬起手摸了摸鼻子，手被碰触脸颊时，确实感到不同于常的温热，手掌虚眼下的唇角也忍不住上扬。陈牧阳听到徐安的答语后，也轻轻点了点头，便不再说话，身体也侧回来，端正坐着，背轻倚着沙发。电视自动播放了电影的花絮，陈牧阳没按退出播放，徐安也没动作，两个人就这样看着这部动画电影的创作者、导演、配音演员轮番上阵，讲述电影背后的故事。欢声笑语衬得电视机前的两人沉默了许多。陈牧阳抬头看了眼表，才9点多一点，于是又收回视线，试图专心看电影花絮。徐安的电话突然打破了平静，陈牧阳扭头看他，无意中瞥到他手机上的来电显示是徐慧。陈牧阳正想起身离开，徐安却朝着他摇了摇头，接了电话。陈牧阳只好作罢，只拿起遥控器把电视的声音调小了一些。与刚刚那声恩不同，
徐安的声音明显轻松欢快许多。陈牧阳垂了垂眼，努力集中心思看电视，不去听徐安愈发轻快的语调。可他的快乐却总往自己耳朵里钻，最后他干脆自暴自弃似的在心里数数字。电话打完后，徐安把手机放回桌上，转身看陈牧阳。我姐说她那边最近有些忙，不能来了。陈牧阳听着，徐安全然放松的往沙发上一靠，感慨道：小鬼头不能来捣乱了，他好像还有点遗憾。陈牧阳这才显出点疑惑，徐安也反应过来，笑着扭头对陈牧阳解释道：是我小外甥，快4岁了，特别爱说话。徐先生，你不喜欢说话吗？陈牧阳问。没有，我就特别喜欢和你说话。这句话脱口而出后，两人均是一怔，徐安轻咳了一声。陈牧阳只是微微笑了笑，便起身回了客卧。徐安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有些失落，却也没有十分在意。让他真正明白自己心意的，是一个清早时分，他对陈牧阳萌生出的亲吻冲动。那天，陈牧阳像往日一样早起温粥，徐安起的比往日微微早一些。他出卧室门时，陈牧阳刚把米淘好。徐安往厨房里走，陈牧阳看到他后，依旧转过身和他问好。徐安微笑点头，站在陈牧阳身侧，看他把几样蔬菜整齐的摆在案板上，熟练的切成细丁，用刀身盛起往砂锅里放。他的动作熟练，食指在翠绿虾红的菜色中衬得像白玉似的。徐安微微侧起头，看到对方细密柔软的发丝乖顺的垂在额前，遮住他的眼睛，只露出一点鼻尖和抿着的唇角。似有引力一般，徐安往前凑了凑，正巧陈牧阳抬头，后者动作带动下发丝扬起几许，划过徐安的唇。徐安这才回过神来，摸了摸鼻子，又偷偷抬眸去看陈牧阳。后者并不知情，手执着汤勺在砂锅里搅动，依旧是十足安静乖顺的模样，让徐安忍不住又往他额角上凑。这一次陈牧阳没有动作，也没发觉。在冬日的清早的静谧里，在厨房冒出的粥香里，徐安缓缓闭上眼睛去接近他的渴盼，却在唇间快要碰到陈牧阳额角时骤然停下，一瞬清醒。徐安忍住心里的慌乱，像平日一样与陈牧阳共进3餐，却在独身一人时反复琢磨自己清早的举动。他试图弄清楚那个亲吻的欲望得来的缘由，可又不愿将那个亲吻当成欲望的发生。28年里，无论男女，徐安自觉未曾为谁动过心。他不曾去主动的接近过谁，也不曾体会过你一言我一行中流淌的浓情蜜意。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学业与事业上，甚至刻意的将自己拉出别人的生活。而这一切，徐安细细回想，似乎都为陈牧阳破了例。从偶然的重遇，他要陈宁去请他做家庭厨师，到要他做住家保姆，却将他当作朋友对待。日渐相处里，他关心他的一举一动，竭尽所能为他提供便利，小心呵护他的情绪。这许许多多，终于在这一个未达成的亲吻里提醒了徐安，让他看清自己，正视自己的内心，明白过往那些不由自主的亲近，并非全部出于对守护的践行，对温暖的渴求，而是一段悄然而生的感情的种子，在潜移默化里长大，在亲吻的愿望中破土而出，已然有蓬勃之势，容不得他忽视了。那一晚，徐安在网络上搜索了许多问题，他想知道如何去判断自己是否喜欢一个人，如何判断自己的性向，以及如何试探对方是否对自己也有好感。在众说纷纭的答案里，徐安想，或许爱与欲望并不能割裂的存在，他们彼此相依纠缠，以谁占上风来判断爱的多少罢了。那陈牧阳至于他呢？这陡然而生的亲吻愿望，甚至不愿给欲望留一丝余地，单纯的由呵护、陪伴，还有徐安未曾感受过的情愫组成。徐安向后倾身，倚靠在椅背上，闭目冥思。他想，如果要亲亲陈牧阳的额头，不讨厌。那如果亲亲陈牧阳的脸颊呢？
也不讨厌。那要是亲亲陈牧阳的嘴巴，有点激动。最后徐安确定，这大概就是喜欢了，爱的初级阶段。他对未来充满期待。临近冬至，昼渐短，夜渐长。遇到阴天时，天色便仿佛灰色薄纱似的往下笼。陈牧阳从辅导班出来时，正好看到徐安，对方穿着一件藏青色羊绒大衣，围着一条深灰围巾，小半张脸都掩在围巾里。他倚在车侧，低着头看着鞋底，对着路旁的石阶磨来磨去。陈牧阳朝他走过，离他还有1米远时，喊了一声徐先生。徐安闻声抬头，看到他后直起身来，把围巾往下拉了拉，笑着说道：今天不太忙，我顺路来接你。陈牧阳点了点头，徐安帮他拉开副驾驶一侧的车门后，转身去了驾驶座。车里空调没关，暖洋洋的，反倒是徐安坐进来时透出几分凉意。陈牧阳咬了咬唇，看着徐安把围巾取下来放在一旁，搓了搓手后要发动车子。他刚想开口，徐安又笑着问他要不要看电影。陈牧阳便没再说话，只点了点头。这几天徐安总会顺路来接他放学，每天用的理由不是下班早了，就是今天不忙。两人同行回到家里，像往常一样吃饭，之后徐安总会邀请他一起看电影。徐安第一次放的电影是部老片子《断背山》。那天他仿佛急着要看电影般，晚饭只让陈牧阳做了2道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菜，熬了白粥。两个人吃过后，徐安飞速洗了个碗，就带着陈牧阳坐在了沙发前。两个人并肩坐着，距离不过10几公分，徐安全神贯注，还时刻关注着陈牧阳是否专心。陈牧阳以前没看过，因着身旁徐安的专注，他也看得十分认真。直到微微看出些不一样来，他才扭过头去看徐安。后者背倚在沙发上，眉头微蹙，沉思一般。陈牧阳没打扰他，扭回头接着看屏幕。播放电影的途中，两个人都没有言语。室内只有电视屏幕散发出的莹莹光亮。直到电影片尾曲也播放完，徐安才把灯打开。灯光充盈房间的一瞬间，徐安看到陈牧阳略带困惑但并无厌恶情愫的眼神，稍稍心安。之后的每晚，徐安都会带陈牧阳一起看一部同性题材的电影。两人看完电影后，常常什么都不说，徐安却会暗自观察陈牧阳的反应。久而久之，陈牧阳也终于发觉出徐安的异常，他似乎是想试探、求证什么。陈牧阳无从得知。直到又一部电影看完，徐安问他：你相信同性之间会产生爱情吗？陈牧阳眨了眨眼，思忖道：会吧，毕竟这样的群体已经存在了。而爱情降临不分性别。徐安沉默，停顿了好几秒后，才缓慢开口问道：那如果有一个男人喜欢你呢？你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吗？他说完后，扭头看向陈牧阳。他原本是倚在沙发上，扭过头时姿势不变，可本该是全然放松的姿态，如今却绷直了一般，手握成拳放在身侧，看向陈牧阳的眼睛闪亮亮的，带着一丝期待和急切，又似极力隐忍着。陈牧阳呆坐着，他不清楚徐安发问的缘由，也不好阐述自己的感触，内心几种情愫与脑海飞速掠过的一些画面纠缠成麻，让他不知如何作答。最后只好说道：能被人喜欢委实是件幸福的事，如果自己也喜欢那个人的话，这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很幸运的。陈牧阳的回答绕开了徐安最想知道的部分，徐安犹豫了犹豫，开口提醒道：和你一样的性别也可以吗？见陈牧阳明显一愣，徐安才反应过来自己问的有多直接，于是忙解释道：你别害怕，我只是想知道你的想法，因为我喜欢的那个人和你很像。陈牧阳心里蓦然一痛，刚才翻滚在心底与脑海间的种种交织更甚，似蚕丝般将他包裹起来，不留一丝喘息的机会，更容不得他溯本求源去找痛的缘由。他微皱起眉望向徐安，看到对方端正坐着，
满脸期待，还带着些许紧张的等待他的回答。徐先生，我不知道你喜欢的那个人会怎么想，他是否能尊重同性恋这个群体，理解他们的感情需要。但是我想，被不被喜欢的人接受，并不是由性别做主导。毕竟异性之间也不是表白就会被接受的，对吧？没等徐安回答，陈牧阳深吸一口气，朝徐安笑了笑，道：徐先生，像你这样好的人，肯定会遇到和你彼此相爱的人的，你不要担心。说完，他便起身要回卧室，半途中又被徐安叫住，问道：那你讨厌同性恋吗？陈牧阳愣了一下，抿唇微笑着摇了摇头，回道：不反感的，这是每个人的自由。压抑感袭来，铺天盖地般将陈牧阳覆灭。他仰躺在床上，眼睛直直的看向天花板，与徐安相处的点点滴滴潮水般涌进脑海，将一颗心激的浮沉不定。他无法用准确的言语来描述听到徐安讲我喜欢的那个人和你很像时的感受，大脑直观的为他捕捉到的信息是徐安喜欢了一个人，而那个人和自己很像，内心却隐晦的冒出一点点期待来，将徐安那句话简化的只剩下我喜欢你，然后将这一想法狠狠泯灭，却又期待他重新冒出火花。在与徐安日渐相处的时光里，陈牧阳了解到，这个时常沉默寡言的男人其实并非冷漠，他甚至比常人还要体贴入微。每日烟火中，男人比起雇主更像朋友，甚至是家人，陪伴着一日三餐，分享着琐碎的生活片段。他明显能够感到徐安对于他的照顾，以及对方极力想提供给自己的帮助，让他在不自觉中习惯他与依赖，开始同样在意徐安的一举一动，极尽所能为他规制好每一餐饭，也学着以同样的体贴给予对方照顾。而如今，徐安的问题仿佛一个契机，将陈牧阳蛰伏在心底的情愫如数唤醒，驱使他冒着并非如此的风险去验证内心的期待。于是在寂静的夜里，他听着自己的心跳声，拨打了陈宁的号码。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陈牧阳张了几张嘴巴才说出话来。他努力不让自己磕磕巴巴，便尽力把语速放慢，问道：陈秘书。你好，我是陈牧阳，我想问问你知道徐先生最近怎么了吗？陈宁不解，问道：抱歉，陈先生，您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就是我觉得徐先生他举动有些反常。陈宁听后先是惊讶了一声，随即想到徐安早退时用的理由，笑着了然道：这样啊，那可能是因为徐总第一次恋爱，经验不足，还希望您多包涵，不要怪他。陈宁语调欢快，陈牧阳闻声垂下了眼。他想，徐安确实是有喜欢的人了，那个人不是他。冬至那天，陈牧阳去了疗养院，何佩萍的气色不错，倚在床上笑眯眯的看着他。陈牧阳也不由得被感染，他把煮好的三鲜饺子从保温桶里一个一个挑出来，盛在碗里递给何佩萍后，坐在一旁的凳子上问道：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何佩萍接过筷子，先问了陈牧阳一句：你吃了没有？看着对方点了点头后，才夹起饺子，看向陈牧阳问道：这几天就能装好一只了吧？陈牧阳点了点头，他是在和陈宁打完电话的第二天决定尽快安装一只的，内心漂浮不定，他着急让自己忙起来，补全那些空缺，让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想徐安。可效果并不好，他无法避免和徐安面对面接触，也无法把那些徐安对他的亲近正视为徐安对于他是否反感同性恋群体的试探。陈牧阳察觉到自己开始无缘无故的发怒，洗碗时不小心溅到池外的水渍都像是挫折一般，让他不自禁的觉得无助，随后陷入自我厌恶中，身心俱疲。然而人能自救，这一点他从15岁就知道。于是他开始适当的和徐安拉开距离，拒绝徐安的邀请，以温习功课为名，早早回到自己的房间，专心致志的去做自己的事，把他与徐安还原成为简单的雇佣关系。
以为不看不听就能不想，虽然不能完全阻断心里的隐隐作痛，但多少有些用处。陈牧阳想，等过了春节就和徐安说说辞职的事吧，年后他也好重新招人。就这2天了，工厂已经在制作了，等打电话通知就可以去试带了。陈牧阳笑了笑，把盛好的饺子汤往何佩平手边推了推，喝点汤。何佩平没喝汤，他放下筷子看向陈牧阳，笑意从眼睛里流出来，对他说道：阳阳，我前几天在这碰到了孙家婆婆，她说想给你介绍个女孩，是她远房亲戚家的孩子，比你小3岁，长得挺好看的，人也乖巧，你想不想去见见？陈牧阳没回答，何佩平以为他是因为右腿的缘故，又解释道：孙婆婆把你的情况都和她说过的，她也愿意见见你。而且那女孩小时候舌头受过伤，说话有些不清楚。妈，陈牧阳打断何佩平：我不是因为这个。那你……何佩平看向陈牧阳，话只说了一半就止住了。对方低垂着眼睛，眉头蹙起来一些，他的手掌附在右腿上，手指轻轻抚动残端。妈，年后我想换一份工作，我想好好复习，去上学。陈牧阳沉默了几秒才开口道。何佩平听后愣了一下，忙点头说好。他把左手尽力抬高，让陈牧阳看，对他说道：你想读书就去读书，不要太担心我，你看妈妈的胳膊都能抬这么高了，腿也是，扶着栏杆还能走路。陈牧阳握住他的手，笑着点了点头。自从陈国生去世后，何佩平便开始依赖他，但又因为母性而常常想将他护在身后，想给予他更多的包容呵护，而非束缚。陈牧阳发自内心的感恩这个女人，不止于他给他的生命，还有他给他的疲惫生活里的温暖怀抱。何佩平反握了握陈牧阳的手，手指因为没有完全恢复而使不上多大力。阳阳，做你想做的事，妈妈也会努力锻炼，多帮你一点，你不要把所有的事都扛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知道吗？陈牧阳边笑边点头，我知道了呀，妈。你这么好，我怎么舍得离开你啊？徐安并不知道陈牧阳心中所想，但他明显感觉到对方的疏离，那是一种看不出却感觉到的情愫，绵亘在他们2人之间，让徐安心生慌乱。他问陈宁怎么样表白比较保险。陈宁一怔，嘴巴张了几张才发出声音，他皱着眉不可置信的看向徐安问道：您还没有表白？徐安嗯了一声，有些不耐，你先回答问题。陈宁抿了抿嘴，他的脑袋里闪过徐安早退时说的那句我最近在追求一个人的画面，和记忆中徐安与陈牧阳相处的种种画面重叠，最后被几天前陈牧阳打来的电话敲了个粉碎。陈宁缓慢开口迂回问道：您说的保险是什么意思？是被答应的几率大一些，还是被拒绝后的尴尬小一些？徐安垂眸沉思，回道：都算。陈宁深吸了一口气，又问道：那您追求的这个人知道您在追求他吗？徐安彻底不耐烦了，他看向陈宁，直言道：当然不知道。陈秘书，你能不能先回答我的问题？能。陈宁条件反射的应声，随后立即说道：徐总，我觉得您现在还是越早表白越保险，最好能现在就和陈先生说清楚。你知道我要追谁？徐安问道。陈宁闭着眼睛连连点头。徐安皱眉，不解的问他：你怎么知道？因为挺明显的，那他会不会已经看出来了？陈宁听完差点背过气去，在心里懊悔了很多遍自己和陈牧阳说的话，居然还自作聪明的请他多担待徐安一些。他看了看徐安，后者一脸期待等着他回答。陈宁叹了一声，想问他不表明心意的能叫追求吗？但转念一想，陈牧阳很可能已经误会徐安了，就觉得还是保命要紧，于是连忙道：徐总，陈先生心思细腻敏感，您还是尽早表明心迹为好。徐安最终听从了陈宁的建议，
给陈牧阳打了电话。他想，拖了这么久，确实该有个结果。既然他不反感同性恋爱群体，那么表白之后最多是被拒而非讨厌，他也还有回旋的余地。电话响了一会儿才接通，陈牧阳的声音传过来，他的气息不太匀称。徐安忙问：“你怎么了？你在哪儿？”“徐先生，我没事。”陈牧阳回答道：“我现在在残疾人活动康复基地，我定制的一只做好了，我来试戴。”徐安从座椅上站起来，从衣架上拿了外套就往外走。电话那边陈牧阳的声音还在继续：“我刚刚在试着用一只走路啊，没事的，你不要担心。”徐安应声说好，让陈牧阳不要走，他现在就过去找他。陈牧阳没有推辞，把具体的方位告诉他后就挂了电话。徐安开车往康复基地赶，他有些慌，也有些期待。徐安找到陈牧阳在的复健活动室时，对方正尝试着松开横杆，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走路。徐安站在门口，没往里走。陈牧阳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脸颊微红，透露着喜悦，又带着小心翼翼的尝试，缓慢向前迈步。每往前走一步，他都会不自觉地勾动嘴角。徐安看着他，心底溢出又甜又涩的汁液，但很快甜就盖过了苦。陈牧阳看到他了，陈牧阳笑着和他打招呼，笑容灿烂，仿若春日的阳光一般。徐安回以微笑，迈步走进活动室。他走进门内便停住了，陈牧阳与他相距不到10米。徐安笑着朝他伸出双手，手臂在半空中环绕成半圆形状。他对他说：“牧阳，走过来。”陈牧阳身体微正，他望向徐安，表情意味不明。那是个完全接纳的姿势，等待他的来临。陈牧阳想，或许爱而不得是一个圈套，将他牢牢桎梏在原地。用爱将他关于未来的设想全部照亮，又用不得将他拉入池沼，难以挣脱。他看着徐安张开的怀抱，微笑着朝他缓步走过去。那一刻，他想，沉沦这一次吧，溺亡前的温存支撑他重生。距离不到半米的距离，陈牧阳也张开双臂与徐安一致，两个人像两块完全契合的图形，向彼此走近，在拥抱的一瞬间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圆。将拥抱的那一刻，徐安身体几乎僵直，却又透着柔和。他感觉到陈牧阳的身体贴近时带来的暖意，将他的心轻易安抚下来。染上了蜜。陈牧阳轻微贴着他，侧脸伏在他的肩上，轻声说道：“徐先生，我现在好幸福。”他的语调里透着喜悦，尾音绵长，撩动了徐安的心弦。那一刻，徐安终于明白，原来那些让他受困于中的补偿并非赎罪，而是成全，带他和他一起走出困顿，迎来一片豁然。徐安环紧陈牧阳的身体，微微侧过头，在对方耳边回答了一句：“嗯。”声音短促有力，是一句应答，也是一句誓言。陈牧阳在跟随徐安回家的途中看到了陈宁的短信。陈宁说，希望他不要把那天电话里的内容当真，要他等一等，这几天会有好事情发生。陈牧阳盯着短信看了很久，徐安他一直低着头，便扭过头来问他怎么了。陈牧阳笑了笑，回答没事的。徐安点了点头，专心开车回家。虽然陈宁说越早表白越好，徐安还是想挑选一个特别的日子。车子从市中心驶过，商场门前都立起了高大的圣诞树。徐安指尖在方向盘上轻快地敲了几下，他突然觉得平安夜那天就不错，既快速又蕴含着美好寓意，而且明天一天的时间也足够他去准备。只是徐安没想到徐慧会突然回来庆安市。徐慧来得匆忙，没带艾瑞克，甚至只背了一只单肩包。他下了飞机后给徐安打电话，要徐安2个小时后开车去高铁站接他。没等徐安和他寒暄几句，徐慧就挂断了电话。徐安看了看表，将近9点，他起身去了客卧。陈牧阳正在屋里读书，房门并没有关。
徐安站在门口敲了敲门，陈牧阳回过神就起身朝他走过来。徐安摇了摇头，没事，就是和你说一声，我中午不在家吃饭。还有，你下午的活动，我不能送你过去了。陈牧阳一笑，回答道，没事的，徐先生，我可以自己打车过去。现在要比以前方便多了。徐安点头，让陈牧阳回去看书，他回书房看了一会儿电脑就出门了。徐安没直接去高铁站，他先开车去了儿童商场，挑了几样玩具才去了高铁站。他到的比预计时间要早一些，于是坐在车上等了一会儿才下车往出站口走。又等了5-6分钟，徐慧就出来了。他穿着一件驼色大衣，微卷的头发披散在身后，快步走过来，风尘仆仆。徐安迎上去，看他周围问道，艾瑞克呢？你没带他来？徐慧摇头，没有，安安，我来是因为你和妈妈的事。话音刚落，徐安就变了脸色，他不再言语，只与徐慧并肩往车旁走。徐慧知道徐安的脾气，也不言语，直到上了车，看到车后座上的儿童玩具，对徐安解释道，艾瑞克说他很想你，但是时间太紧，我没带他过来。徐安听后只了一声，徐慧也没再找话题。两个人一路静默来到了餐厅，徐慧又提到徐青，徐安才不耐烦的开口，如果嘉禾拿到那块地，必定会作为他们的开发重点，和瑞恒策划的第3期同台竞争。但是我们和嘉禾的经营理念并不相同，第1期的反响足以证明我们的方向没有错。第2期面试在即，就目前来看，很有可能比第1期反响还要热烈。既然我们的方向和侧重点都没错，为什么要为一块地皮投进小半个身家呢？把那块地让给嘉禾，只是为自己选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而一味的和嘉禾争那块地，无异于前期就把自己置于下风了。姐，及时止损，有错吗？徐慧不答，他看了徐安几秒，缓缓开口道，安安，别逃避，你知道我来的真正意思。我不想提他。徐安低头夹菜，不再看徐慧。徐慧也不急，为他夹了些菜放进碗里后才开口说道，当初那件事并不怪他。那怪谁呢？徐安嗤笑，是不是该怪我？要不是我看到了，这个家就还能维持原样。离婚不是他的错。姐，当初他们是离婚那么简单吗？徐慧没说话，他看见徐安盯着他追问，姐，你不觉得脏吗？徐安拧着眉头，下巴朝一侧微扬，目光死死的盯住徐慧，一字一句问道，我以为你已经原谅了他。徐慧叹气，一双秀气的眉毛也微微蹙起一些，我已经答应他回来帮他了，这还不够吗？徐安反问道，说完就放下了筷子，用力向后靠在椅背上，扭头看向窗外。徐慧无言，沉默之后重新抬头看向徐安，顾不得对方一脸不悦，直言道，真要怪的话，应该怪我。徐慧叹了口气，如果那时候没有我，他们就不会结婚，也不必因为那些纠葛而伤害到你。徐安转过头，不解地看向徐慧，他觉得这一刻的徐慧似乎沧桑了一些。细想想，徐慧不过比他大10岁，保养得当又历来雷厉风行，徐安几乎没见过他这样颓败的表情。其实往前想想，我知道的要比你早很多，毕竟我的年龄也比你大很多。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没有争吵，他们2个人常常相敬如宾，话说的比陌生人还少，只有逢年过节才会提到对方几句话，也不外乎他在加班，他出差了这样的话。我一直以为那是正常的家庭状态，没有吵骂，没有风波，直到我见到了别人的家庭，我才知道我的家庭是不正常的。他们没有争吵，是因为互不在乎，也因此没有关心和呵护。他们要做的只是维系这段关系，彼此间风平浪静，就能万事大吉。安安，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我们应该知道，一个家庭的好坏
不在于家庭成员是否完整，而在于家庭氛围是不是温馨和谐。我曾经问过爸爸，既然并不爱对方，为什么不离开对方呢？爸爸没有回答。安安，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爸爸没有回答？为什么当初他会对你说不要恨他？徐慧看向徐安的眼睛，他眼里的沉重压得徐安几乎喘不过气来。在对方沉溺在无助中时，抓住了他的手掌，感慨般开口道：安安，不要把长辈的感情作为自己的羁绊，你没有愧对爸爸，妈妈作为一个母亲一样没有愧对你。可我做不到。徐安把手掌收回，没人能否认我的存在。爸爸的污点，徐慧无言，又拿起筷子为徐安夹了些菜放进碗里，吃饭吧，我晚上还要赶回去。徐安蓦然抬头望向徐慧，这么快？徐慧点头，把筷子放下后回道：我当然要回去，马上就是平安夜了，家里还等着我一家团聚呢。徐慧说完笑了笑，就着家人转移了话题，问徐安道：你年纪也不小了，谈恋爱了吗？徐安点了点头，看着徐慧一脸欣慰的表情，又接着道：不过我还没表白。徐慧抬眼看他，徐安紧接着问道：姐，他下午3点钟要去辅导班参加活动，我带你去见见他，好不好？徐慧看着徐安的表情明显柔和了很多，眼睛也多了几分光亮，心里也对徐安提到的人多了几分好奇，于是点了点头，让徐安先吃饭，又看了眼表，告诉他时间还早。两人不再谈论徐青的话题后，徐安情绪虽然不如来车站时好，但总算因为要带徐慧去见陈牧阳而缓和了许多。徐慧看着徐安低头吃饭，都忍不住上扬的嘴角，也觉得好笑。饭吃到一半，徐安突然抬头道：姐，我就带你看看他，不介绍你们认识。徐慧笑出声来，问他：你怕我和你抢人啊？徐安摇头：不是，还不到时候。他还是觉得等陈牧阳答应他后再见家长比较好。徐慧没细追究徐安话里的意思，只嘱咐让他多吃一些。等两人吃完饭，开车到了辅导班后，才刚当2点半。徐安把车停在离辅导班稍远一些的位置，便开始专心致志的等陈牧阳出现。将近2点50分的时候，陈牧阳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了。徐安立刻坐直了，指着陈牧阳所在的方向给徐慧看：你看那个穿黑色羽绒服的那个人，能看清吗？就是他。徐慧顺着徐安指的方向看过去，确实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羽绒服的年轻人。他走路的速度不快，给了徐慧充分的时间去充实对他的印象。徐慧看着这个身材有些瘦弱、面庞清秀的年轻男人走进辅导班里，回过头来看向徐安，问道：一个男人？对。徐安点头回答道。徐慧没有反驳，他抿唇沉思了几秒，不太确定的问道：他走路是不是有些跛？没有。徐安摇头回答道：不是跛，他的右腿是一只，刚佩戴不久，还在磨合期，所以会显得有些跛。徐慧听后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对徐安说道：安安，喜欢男人或女人是你的取向自由，姐姐不反对你。但是，姐，徐安打断徐慧，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徐慧扭头看向徐安，对方说道：他就是当初救我的那个人，所以谁都能轻视他的残缺，唯有我不能。徐安说完，看向徐慧的眼睛，他很少有这样的眼神，明明暗涌着悲凉，却在沉默中伫立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姐，我是真的喜欢他，想和他一起生活，才会带你来见他。徐慧抿了抿唇，问道：他知道吗？徐安摇头。徐慧接着问道：那他喜欢你吗？他会接受一个男人吗？接受那些除了喜欢以外还要背负的东西，他负担的已经够多。他还愿意吗？我不知道。徐安的声音低了下来，他垂着头，半晌才回答道：但我想试一试。外面雪下的大了一些，
雪花飞速飘落，铺在地面上洁白一片，绵延而去，静谧的仿佛时光也静止一般。徐安在等待徐慧开口，他希望能得到徐慧的认可，得到她的祝福，她的鼓励。四口之家破裂之后，他是徐安唯一能够抓住的人，像温柔的臂弯，收留他的脆弱，包容他的无助，溶解他的胆怯，让他从那段混乱的关系中挣脱。告诉他，你只需要向前走，余下的苦果让他们自己尝。姐，徐安扭头看向徐慧，对方目光望着窗外远处。听到他的声音时，眼睑微垂，轻声道：“先送我去机场吧。”徐安垂下了眼，肩膀也松懈下来，整个人有些颓然。他没再追问徐慧，只说了句好，就发动了车子往机场开。徐慧时间赶得紧，全部提前买好了票，时间安排的也很紧凑。徐安开车途中看了眼表，时间还很充裕，他便想再问问徐慧对陈牧阳的印象。然而他扭了好几次头，徐慧都看向窗外，丝毫没有与他搭话的意思。徐安的想法只好全都郁结在心里。等到了机场，比徐慧的登机时间提前了将近2个小时。徐安把车停好后，对徐慧说道：“先在车上坐一会儿吧。”徐慧回过头来看向徐安，问道：“安安，你能从那件事里走出来吗？”“如果能，姐姐不反对你喜欢那个男孩；如果不能，姐姐希望你不要受伤。”徐安沉默，徐慧拍了拍他的手，温软的手掌贴上他的手背。徐安抬眸重新看向徐慧，对方在他的注视下缓缓开口：“如果能的话，我希望你也能试着原谅妈妈。”徐慧话音未落，徐安将手掌从他的手中抽出，放在方向盘上，目光直视着窗外，却没有焦点。“怎么原谅呢？”徐安问道，他的声音很轻，像在问徐慧，却更像在问自己。“你总要想办法走出来。”徐慧语气中透露出些许疲惫，他凝眉看向徐安，话音柔和：“原谅太难，就先试着不要去恨，不要责怪。”徐安嗤笑，反问道：“不恨不怪？姐，你就没有恨过怪过吗？”徐慧无言，沉默后释然般微笑着点了点头。对徐慧而言，她的洒脱在于她比徐安知道真相时的年纪要晚一些，心理成熟一些。父母之间假惺惺的相敬如宾，让他感觉他们分开才是对彼此都好的选择。于他而言，不必再夹在闷滞的氛围里，亦是种解脱。他不是几岁的小朋友，觉得一个家必须要爸爸妈妈和孩子同时存在才能获得完整。委曲求全不该是一个正常家庭的状态。多年之后，他终于能够坦然，能够开口告诉徐安：“我恨过，我甚至嫉妒过你，嫉妒你的到来曾被期待。”徐安凝眉望向徐慧，他的目光里涌动着讶异不解。徐慧看着他，嘴角勾起的弧度上扬，笑道：“不是每个小孩都能有这样的好运气，我没有，也不是任何人的错。”他说：“安安，走出来，必须走出来，你才能更好的爱那个男孩。”一句话像一柄击在徐安心上的剑，他扭头看向徐慧，眼底暗涌着些许无助，像当年那个18岁的小男孩一样，让徐慧生出许多心疼。他说：“作为家人，我和爸爸都不希望你和妈妈像仇人一样，但是作为姐姐，安安，我希望你从那段往事中走出来，只是希望你能过得轻松一点。置之不理解决不了问题，你要学着去解开这些心结。”徐安不记得当初徐慧是怎样说服徐青让他只身在异国求学的，他回过头看过去，只有一个懵懂的自己站在空旷无人的路上，脚步缓慢，踽踽独行。前方有什么他不知道，他只能看到满眼的空旷，铺天盖地而来，穿过他的身体，还站着没倒下。这是徐安当时全部的感慨。然后他听从徐慧的话，逃离了那个家，逃离了那段过往。如果不是遇到陈牧阳，他或许会把那段记忆永久封存起来。要自己向前走，要自己别回头。
可是他遇到了陈牧阳，不仅遇到了，还在蓦然之间发现，原来站在那段过往里的，不只有他看到的那些伤害。徐慧、陈牧阳这些他分外珍惜的人，同样在那段时光里，在他目光未及之处被黑暗笼住，无从逃脱。如今他终于读出徐慧当时话里的偏激，明白那时他也不过是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他也同样经历了家庭的破裂，参与了那段与他一样的为他不耻的往事。他们向前走，走在了伤害和困苦的前头，像凯旋而来的战士，拖着沉重的刀剑，衣衫下有不可磨灭的疮疤，却未改坚定无畏。而他想向前看，却不可逃脱的被往事所牵扯。那些过往的一切，以年少时偶然碰触到的真相为开端，撕裂所有平和，张开血盆大口，将它吞没，成为他的梦魇。原来向前走的是时间，而停住的是自己吗？那一晚，徐安做了一个梦，他梦到陈牧阳知道了一切。他冷冷的看着自己问：徐先生，扮成救世主的游戏是不是很好玩？他用力摇头，拉着陈牧阳的衣袖，朝他解释：不是的，不是的，我不是这样想的。一遍一遍的重复，徐安觉得自己的恳求都变成了乞求。可陈牧阳却始终冷眼看着他。徐安惊醒过来，他从床上坐起来，夜里一片寂静，有些许月光从透过窗帘洒进来，暖气的热风吹得窗帘微微晃动，有些温柔，像陈牧阳。他突然很想看看他。徐安打开屋门，发现侧卧的房门开着，他向外看了看，陈牧阳正站在餐桌旁倒热水喝。他穿着一身卡其色的睡衣，有些久了，只有月光照亮的黑暗光线里，他像一块柔软的太妃糖，粘了粘徐安的心，又因为清醒的梦境让他清醒。陈牧阳倒好热水，抬头时才看到徐安，他朝对方笑了笑，嘴角弧度微扬，刚说了一个我字，就被快步走来的徐安一把拦进了怀里。两具身体陡然相贴的力道撞得陈牧阳晃了一下，却又因为徐安双臂的紧紧桎梏而站得异常平稳。陈牧阳一手端着水杯，一手空着，因徐安的突然的拥抱，两只手无措的举在半空中。徐安胸膛的温度透过棉质睡衣传过来，他抱陈牧阳抱得很紧，下颌抵在陈牧阳颈间，像一只大型犬，也像一个被抢走了糖果的可怜小孩。两个人就这样抱了10几秒，陈牧阳才缓过神来。他轻轻开口问道：徐先生，你做噩梦了吗？陈牧阳等了很久，徐安也没有回答，只是紧紧的抱着他，仿佛怕他消失一般。他刚想再开口时，听到徐安的声音闷闷的响在颈间。徐安说：我把选择权交给你，你不要恨我好不好？陈牧阳没听清徐安的声音，他问道：徐先生，你可以再说一遍吗？我没有听清楚。徐安没回答，抵在陈牧阳肩上的脑袋往他颈窝里埋了埋。陈牧阳不再强求，任由他抱着。在陈牧阳看来，此刻的徐安是脆弱的，甚至带着一丝胆战心惊，小心翼翼。他不知如何，于是只能多给他一些温暖陪伴。屋内暖气充足，徐安又抱得紧，等他感觉到微热时，松开陈牧阳。后者还是温柔的笑着，明明是笑脸，却和梦中景象重叠，一瞬间让徐安孤立无援。他握了握陈牧阳的手，问道：明天我们一起出去玩好不好？陈牧阳有些尴尬的从徐安手中抽出手掌，侧过身将水杯放在桌上，问道：徐先生，你明天没有约会吗？陈牧阳的视线落在餐桌上，胡桃木纹路因夜色而不明显，触目只是一片沉重的黑色。明天是平安夜，徐安该和喜欢的人一同约会才对。现在徐安还没有把爱人带回家来，如果他带人回家，自己才是真的尴尬。徐安不知道陈牧阳为什么要这么问，以为是他有事，于是忙问道：你明天有事吗？我可能会去疗养院吧。陈牧阳回过头望向徐安，他的唇线微勾，
明明是笑的动作，整个表情却不咸不淡。之前和他说过，安好意之后要先让他看看的。陈牧阳这话没假，他确实这样答应过何佩平，只是此时被用作借口的成分大了些罢了。徐安听后没立即回答，他眉头微蹙，思考了几秒后对陈牧阳说道：“那我明天送你过去吧。”陈牧阳没有拒绝。次日，两人吃过午饭才出发。徐安没说出发，陈牧阳也不好催促，于是只好等了等。冬雪初晴，再加上今天是个晴天，路旁冬青树上的积雪也融化了许多，露出几分绿色。在车上时，陈牧阳一直看着窗外。徐安不想气氛沉默，于是扭过头看他，问道：“你去过教堂吗？”陈牧阳闻声回过头来，停了几秒后才反应过来，摇了摇头，回答道：“没有的，我不信教。”话音刚落，他又想起什么般，笑着补充道：“不过我总会祈祷平安，不知道神明会不会保佑不虔诚的人？神会保佑心地善良的人。”徐安笑道。陈牧阳同样笑着看向他，郑重的点了点头。我记得之前在国外时，今天会很忙，我姐姐会准备一只很大的火鸡，艾瑞克总是吃的肚子圆鼓鼓的，还想继续吃。我姐姐会告诉他，圣诞老人不喜欢贪吃的小孩，他为了礼物就会忍住了。徐安说完，转头看向陈牧阳问道：“你有什么圣诞愿望吗？”一瞬间，四目相对，陈牧阳看到对方眼中的星光，亮得他想躲开。他回过头，轻声答道：“就希望我们都幸福吧。”车子停下来，徐安勾起嘴角，望向陈牧阳，郑重答道：“会的，我们一定会幸福的。”他的声线略微低沉，如此郑重的答语，像是情话一般，让陈牧阳迷茫着扭过头望向他。两人对视了一会儿，徐安忍不住提醒他道：“到了。”陈牧阳这才缓过神来，向他道谢。徐安摇了摇头，说道：“你进去吧，不用着急，我在外面等你。”陈牧阳忙说不用，徐安只好又找了个借口，才让他同意了。陈牧阳关上车门前，徐安又嘱咐了他几句，不用着急出来。陈牧阳走后，徐安向后靠在车座椅背上，他闭着眼睛，下巴微扬。其实徐安很想和陈牧阳一起进去看望何佩平，可他没有勇气。尽管他知道这两个人并不知道他就是当年陈牧阳见义勇为救下的人，但他还是不敢。他太怕了，一点点有关于曾经的人或事都足以让他成为惊弓之鸟。而他又深知，假使他真的能和陈牧阳在一起，那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对方面前。他没有勇气去告诉他，他也舍不得去告诉他，他甚至开始享受这段提心吊胆的时光。毕竟在真相大白之前，他能确保陈牧阳愿意留在他身边。陈牧阳从疗养院里出来后，临近5点，冬至已过，天色暗得晚了一些。两人驱车往回走时，天边还是一片明亮。车子驶入市区时，圣诞节日气氛便浓厚了许多。高大的圣诞树上张灯结彩，似乎将冬日都映衬得暖和了许多。有不少年轻的情侣手拉着手慢悠悠的走着，徐安偷偷瞥了陈牧阳一眼，对方脸上没什么表情，倒让他莫名安心了许多。车子又往前行驶了一段距离，开始有些拥堵。许多人从学校里涌出来，大多都是20几岁的学生，背着爱剧小说网或是提着手提袋。陈牧阳凝眸看了几眼，从他们手里提着的文化袋子分辨出这些都是今年考研的学生。果然，车子没往前走多远，就看到了一所中学门前扯着研究生考试考点的横幅。徐安发现陈牧阳的异常，扭头问他道：“怎么了？”陈牧阳笑着回过头，指了指车窗外的学生们，问道：“他们都是今年考研究生的学生吧？”真好。陈牧阳并未掩饰言语中的羡慕成分，他望向那些学生的眼神里也是充斥着羡慕和期待。徐安笑了笑，回答道：“有一天你也会和他们一样的。”会吗？陈牧阳眼中泛着光亮，
徐安望着他的眼睛，温柔地点点头，语气坚定道：“会的。”陈牧阳有些腼腆的笑了，微微低着头回答道：“谢谢你，徐先生。”徐安忍不住发笑，问他道：“你想象过自己的未来吗？”陈牧阳疑惑的扭过头看向徐安，对方的视线却似穿过了他望向车窗外的什么。陈牧阳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只看到一排灯光明亮的商店。正在陈牧阳不解时，徐安又问道：“你有想象过自己未来的爱人吗？”一瞬惊诧间，陈牧阳摇了摇头，他的眼神染上些许忧伤，迷茫的看向徐安。徐安并未发觉陈牧阳的不同，在得到否定回答的那一瞬，他顺势调转了车头，往那排商店的方向开过去。路边车位很少，徐安找了个缝插进去停好后，就立刻下车，绕过车头，来到副驾驶座旁，打开车门，将陈牧阳拉了出来。跟我走。徐安握着陈牧阳的胳膊，拉着他往那排商店门口走。他快步走了几步后，扭头看向陈牧阳，低头看了看他的腿后，稍微放慢了些速度，但仍没松开握着他的手。两个人来到了一家精品屋的门前，徐安并没有进去，他两手握着陈牧阳的肩膀，微微抬头示意对方看玻璃门上悬挂的那几根被红色绸带装饰捆绑住的树枝。他直视着陈牧阳说道：“这是胡寄生在西方习俗里，站在胡寄生下不能拒绝别人的亲吻。陈牧阳，我给你拒绝的机会，我数3声，如果你不拒绝，就是答应我了。”徐安设想过很多种和陈牧阳表白的方式，但他哪种都没有用。计划的太多，稍有不同都仿佛是变数一般，让他却步。这个偶然得来的机会，像是突然鼓起的勇气，用近乎霸道的方式催促着他不要再拖延。于是徐安清楚地看到陈牧阳的眼睛像银河星空般吸引着他坠落。他听到自己几乎发颤的声音：1、2、3。唇瓣碰触间的柔软让两人的心都似乎漏跳了一拍。陈牧阳看着徐安的面庞，他甚至看到了徐安浓密的眼睫。徐安吻的温柔，用双唇轻咬他的唇瓣，像缱绻的缠绵。陈牧阳缓缓闭上了眼睛，伸手抓住了他的衣襟，离他更近一些。他想，下午时分许的愿望，神听到了。周遭晦暗喧嚣，两人的手臂环绕着彼此，圈出一片静谧，仿佛能够清晰的听到彼此的心跳。徐安缓缓松开陈牧阳，对方的嘴唇因亲吻带上水泽而更显饱满。他直视着陈牧阳的眼睛，耳廓因两人四目相对泛出些红，在身旁小店明亮的灯光下被陈牧阳看了个清楚。徐安将手掌附在陈牧阳抓住自己衣角的手上，移到胸前，有些语无伦次道：“你没拒绝，你答应我了。”陈牧阳望着他点了点头。节日里行人很多，小店位置并不偏僻，这场表白很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又因为这是一场同性恋人之间的表白，驻足停留的行人更多。有些人起了哄，甚至还拿出了手机要拍照。徐安发现后忍不住皱眉，敛去了羞涩，握紧了陈牧阳的手，将他护在身旁，往车边走。半途中还在贴近他耳边时嘱咐他不要害怕。陈牧阳回握了一下徐安的手，当作应答。其实他并不害怕，他不畏惧陌生人好奇的目光。从截肢之后，他早就从无数次被注视的感受中免疫，如今不过是换了一种缘由，况且这缘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告白，像是从天而降的幸运将他砸晕了头，让那些他原本以为是自己想要太多的事全都实现了。等上了车，两人都坐好后，徐安又对着陈牧阳说了一遍不要害怕。明明他的眼睛看着陈牧阳，却像是自我暗示一样，握紧了手掌。陈牧阳浅笑着点了点头，反握住他的手，轻声问道：“徐先生，你怕不怕？”他的眼神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和期许，像被雾霭遮住的明月隐隐透出的光亮。徐安条件反射的想说不怕，
以此为自己助威。可他很快沉静下来，读出陈牧阳话语里隐含的期许。你怕不怕陌生人好奇的眼神？怕不怕社会的不包容？怕不怕那些潜在的恶言恶语？怕不怕未来的生活因为选择了同性爱人而举步维艰？在这一刻里，他突然明白了徐慧的话并非危言耸听。他与陈牧阳之间要面对的不再只是他们两人的纠葛，还有这个群体都会面对的苦难。而徐安深知自己不会退缩。我害怕你不答应我，但现在不怕了。徐安指尖摩挲他的手掌，言语霸道，你没有后悔的机会了。陈牧阳垂着眼，半天没说话。徐安紧张了起来，以为他要后悔了，拉着他的手就要往路旁停车。陈牧阳开口问道，那徐先生，你会后悔吗？徐安没来得及回答，就被突然响起来的手机铃声打断了。他接起电话。陈牧阳转过头朝前方看，视线微垂。车里很静，他几乎能听到徐安电话里对方的声音。是个女人，声音有些焦急，也有些熟悉。他回过头看向徐安，对方的眉头拧成了一团，声音也沉下来几分。陈牧阳等他挂了电话，刚想开口询问，徐安说道，我让陈宁来接你。说完，徐安顺势把车子停在路边，把手机塞给陈牧阳后就要下车。结果刚打开车门又停下来，重新坐回驾驶座上，把陈牧阳揽进怀里，用力抱了抱，才下了车。陈牧阳看着他在夜色里打了车，坐进去，出租车渐渐融入车海，与窗外霓虹融成一片。他低下头看了一眼徐安塞给他的手机，上面显示着他的具体位置。陈宁很快就找来了，他敲了敲车窗，看到陈牧阳微笑回应后，才打开车门坐进去，对陈牧阳说道，陈先生，徐总要我送您回家。陈牧阳点了点头，说了一声谢谢后便不再开口。陈宁在开车期间打量了他几眼，陈牧阳只是安静地望着窗外。陈宁瞥到了他手里的手机，视线落在那只手机上，停了1-2秒后了然一笑，也不再多说什么。车子很快驶回小区，陈宁停好车后问陈牧阳道，陈先生，需要我陪你一起上楼吗？陈牧阳摇了摇头，犹豫以后问向陈宁，陈秘书，您知道徐先生遇到了什么事吗？陈宁回答，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徐总应该很快就会回来。如果您有急事找他，我可以把徐总的工作号码告诉您。不用了，谢谢。陈牧阳摇头拒绝，徐安离开时慌张的神色让他担忧。可陈宁不知道的是，想必是生活上的事，他还是等徐安回来再说比较好。陈牧阳准备去乘电梯时，发觉了徐安的手机还在他手里。他想把手机交给陈宁，却被对方微笑着拒绝了。陈宁说道，这是徐总的私人手机，他既然交给您，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还是由您保管比较好。陈牧阳点了点头，和陈宁告别后回了家。徐安转了一次机才到了瑞典。他按着徐慧说的医院名称，很快找到了徐锦和的病房。他到时，医生正在里面做检查，徐慧在外面守着。停了一会儿，医生出来后，徐安将进病房前，徐慧拽住了他的手，嘱咐道，不管你心里愿不愿意原谅他，都按我那天和你讲的那样说。徐安挑眉，徐慧加重了握他手腕的力度，强调道，让他安心。徐安眉头舒展下来些，静默着看了徐慧几秒。我心里有分寸。徐慧点点头，这才松开徐安的手，看着他进了病房。与此同时，疗养院里，陈牧阳犹豫了很久，终于问何佩萍道，妈，如果我喜欢了一个和我一样的人，你愿意接纳他吗？徐安离家的第3天，给陈牧阳打了电话，对方接到电话，叫了他一声徐先生，带着羞涩似的，声音都比以往绵软了几分，让徐安在刹那间松懈下来。暗涌的深情把心底原本准备好的说辞都压住了，开口只剩下一句直白的渴求，我好想你。徐安沉声道，他往沙发里沉了沉，闭上了眼睛，只有握着手机的那只手还举在耳边，
陈牧阳的声音混合着电流声传过来，跨越了7个时区的距离，仿佛就在他身旁一样。徐安想起了他走进徐景和病房里的画面。大学毕业后，他已经将近5年没有见过徐景和。再见时，男人苍老了许多，眼神也不复往日矍铄。徐安还记得徐景和厉声要他回国时的样子，态度坚决，眼神犀利，一言一语中不留丝毫商量的余地。那时候他觉得徐景和的做法又傻又天真，可现在想来，他才是那个傻的人，是他一直读不懂徐景和对徐青无限包容的缘由。这近乎病态的无私背后隐含着的是最单纯赤诚的心意，他甚至不奢求有回应。我也很想你。陈牧阳小声道。徐安没有回答，又停了几秒，他又试探着继续问道：徐先生，你是不是很忙？最近累吗？徐安嗯了一声，回答道：再过几天我就回去。好。陈牧阳应声，又提醒了徐安几句注意休息的话。正准备挂电话时，被徐安叫住了。那天我和你说把选择权都交给你，你还记得吗？徐安重复了一遍，与陈牧阳懵懂记忆中听到的话语重合。他确实有了些印象，刚想追问时，徐安又开口道：接下来我说的话，你可能会无法接受，但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如果不能不怪我，那希望你一定不要恨我。徐安语气沉重，让千里之外的陈牧阳一下慌了神。他来不及等徐安说完，就打断他问道：徐先生，你是后悔了吗？陈牧阳的声音发颤，徐安急切的解释道：没有，我没有后悔。我不是说那个吻，那天的表白，我很认真，真的，你相信我，我真的很认真。陈牧阳没有回答。徐安一下泄了气，隐瞒还是坦白，对徐安来讲是折磨。隐瞒或许最好，他不担忧，陈牧阳也不会畏惧。等真相哪天不再能够保留，等爱多一些的时候再坦白，给这份爱得以应对风暴的能力。我是真的喜欢你。徐安叹了气，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反正发现的时候，我就只想和你在一起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我没喜欢过谁，更没想过会喜欢一个和自己性别一样的人。这或许很荒唐，但我还是想试试。我想你也喜欢我。你答应我，可我又害怕你讨厌我，所以只好小心的试探你的反应。从你不讨厌男人间的爱情开始，变成你不讨厌我，最后我想你大概会喜欢我。我才知道自己并没有那么厉害，关于你的每一件事我都很紧张，想帮你，想保护你，可我怕你不喜欢，怕你想逃走。徐先生，陈牧阳温柔的唤他，问他道：你在哪里？我去找你，好不好？近12个小时的路程，徐安中途转了一次机，终于回到了陈牧阳的身边。凌晨4点的深冬，天色暗沉。徐安打开门回到家时，客厅的窗帘没拉，隐约能看出一些家具的轮廓。他开了壁灯，把大衣脱下来挂在玄关，小心翼翼的换了鞋后去了客卧。主卧和客卧的房门都没有关，陈牧阳躺在床上睡着。徐安站在门口看着他，被子鼓起一个矮矮的小山丘。他不由得笑了笑，倚着门框看着床上的小山丘随着主人的呼吸微微起落。等摸过身上的衣物散了寒气之后，才往屋里走。陈牧阳睡得安稳，一只手从被子里抓住些许被角，像卡通画里的小动物一样。徐安忍不住伸手轻轻抚了抚他的头发。这样好的人，他真的不舍得离开。徐安想，瞒着吧，瞒到瞒不住的那天，他自有选择的权利。徐安帮陈牧阳伸手掖了掖被角，他的动作很轻很小心。陈牧阳却还是发觉了，他不舒服地动了动，徐安立刻停了动作，僵在半空里。等陈牧阳安静下来，徐安才往回收手，结果手收了一半。陈牧阳突然睁开了眼，徐安愣了愣，没缓过神来时，
就被对方抱住了。他很瘦，徐安觉得自己能够感受到他的骨骼。陈牧阳抱他抱得很紧，徐安也伸开臂膀环住他，右手轻轻拍着他的背脊。两个人抱了一会儿，陈牧阳才松开徐安。徐先生，你离我近一点。徐安点头，听话的离陈牧阳近了一些，顺手打开了床头的台灯。他们离得近，呼吸间空气都变得暧昧起来。徐安看到陈牧阳放在床尾的一只，又低下头去看他的右腿，被子皱得鼓起来一团，倒看不出残端外的凹陷了。他鼓起勇气，抬起手放在那团鼓起的被子上，手掌精准地落在他的残肢上，轻轻问道：会难受吗？陈牧阳摇了摇头，屋里又陷入了一片沉默。两人之间似乎总是沉默，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但他们都懂得这份沉默与从前如何不同。静谧的夜晚里，他们在沉默中缱绻，仿佛情谊能就此交融。徐安望向陈牧阳的眼睛，爱的人眼里有什么呢？徐安想，他像一个行路跋涉后的旅人，遇见了一床蓬松柔软的棉被，他用力扑进去，周身疲惫被如数包裹，温柔一出来，勾成一朵朵蔷薇，蔓延开来，繁盛可人。徐安上身向前倾了倾，贴得陈牧阳更近，却不再有动作。陈牧阳闭上了眼睛，循着感觉吻上他的唇。这个主动的吻因为经验实在不足，很快就被反客为主。他跟随着徐安，整颗心浮动起来，手掌不自觉地抓住徐安背后的衣服，渴求离他更近一些。谁都不知道原本横亘在两人之间的棉被是怎么被推到了一旁。徐安的手抚在陈牧阳右腿残端上，暖黄灯光映衬下，陈牧阳的皮肤光洁细腻，唯有旁侧微微蹭了些皮。徐安的拇指轻轻摩挲那块皮肤，许久才仰起头问陈牧阳道：疼吗？为什么会破皮？徐安皱着眉头，神色郑重。陈牧阳笑了笑，安慰他道：不疼啊，刚刚带一只都是这样的，需要有一段磨合的时间。徐安未回答，他弯下腰，低下头，虔诚地吻向陈牧阳右腿的残端。柔软的唇瓣碰触下，陈牧阳心中惊异，浮上更多的却是感恩。徐安不讨厌自己的残缺，这让他本能的想贴他更近。陈牧阳扶起徐安，望着徐安的眼睛，他的眼睛像一汪春水，柔情蜜意涌动间，重新吻上徐安的唇。在这次绵长的吻落下前，陈牧阳轻声说道：徐先生，谢谢你。两人贴得很近，只隔了一件单薄的睡衣。情欲在爱意充盈下弥漫，徐安的手从陈牧阳的腰际滑下去，穿过他的睡裤，向后探过去。徐先生，陈牧阳松开与徐安纠缠的双唇，微低着头，垂着视线不看徐安的表情。他的脸颊微微泛红，嗫嚅着问道：这个之前不是要先清洗一下？徐安一愣，讶异于陈牧阳的问话，但看着眼前人羞涩的模样，忍不住想逗逗他，原本还要往下探的那只手掌一翻，附在他腰上，将他往自己身前一揽，几乎顶着他的鼻尖，直视他问道：你都知道？陈牧阳的脸更红了，他垂着视线，不敢看徐安的脸，身体想向后撤，却被徐安牢牢地箍住了。他侧着脸，低着头，小声解释道：我之前看过一些同性恋的资料，还有一些相关的科普。徐安挑眉，忍住笑，接着问他：科普吗？什么时候看的？就是你亲我的那一天之后。陈牧阳小声回答道，他的脸颊烫得厉害，条件性的想把头埋得更低。徐安却不允许，也低下头去看他的眼睛，见他干脆闭上了眼睛躲避，于是贴近他耳边，小声拜托他道：那我不太懂的地方，你可要教教我呀。一夜柔情，两人之间的距离被陡然拉近，许多情愫不再莫名，也无需解释。徐安醒来时，陈牧阳还在睡着。徐安用半截手臂
撑在枕头上，低头望了陈牧阳很久。对方睡容纯良，因为侧着身子，小半张脸都埋在枕头里，下巴微收，颈后的颈椎骨节凸出来一些，因着弯曲的弧度显出几分乖巧。徐安怎么看怎么欢喜，最后不禁莞尔，伸出几根手指帮他拨了拨额前的碎发。昨晚情之所至，两个人折腾的时间很久，几乎天光大亮时才环抱着彼此入睡。临睡前，陈牧阳仰头望向徐安的眼睛，看着徐安不解的对他笑时，勾住徐安的脖子，吻了吻他的唇后，羞涩的躲进他怀里，又坦率的告诉他：“徐先生，我还没和你说，我也好喜欢你啊。”他的话音绵长，带着情事过后的慵懒，又混合着撒娇的意味，让徐安差点忍不住又把人折腾一番，心底溢出的暖流流淌过心脏。徐安闭上眼睛，蹭了蹭陈牧阳的额头，又吻了吻他，轻声回道：“我知道了，快睡吧。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呢？”徐安心想，他实在是太幸运，爱上一个这样简单纯粹的人。以一场霸道的表白为开端，以那句“徐先生，我去找你好不好”的问语为转折，让彼此心间积蓄的情愫急速爆发，爱意在瞬间膨胀弥漫。他只向前迈了一步，这个人便打算走完余下的99步，来到他的面前，倾尽所有情感和能力，炽烈的将他包裹融化，只能用最直接最炽烈的方法表达。徐安小心的从陈牧阳身旁起身，看了一眼表，发现已经过了中午了。他下床穿好拖鞋后，又看了一眼陈牧阳，见对方还安稳的睡着，便安心了许多。悄声走到窗边，拉开了一小半窗帘，让阳光透进来一些后，又回床边帮陈牧阳掖了掖被角，才去了厨房。厨房干净整洁，冰箱里的食材也剩着很多，大多还是他离家前去买的菜。徐安以为陈牧阳在家没吃多少东西，不禁挑眉，直到打开锅盖，看到砂锅里的粥并不敷衍后，眉头才舒展下来，挑了几样食材，开始准备午饭。他会的菜色不算多，能把握好的菜式也很简单，所以在餐厅里忙活了许久，也只做了2道菜，给陈牧阳重新煲了白粥，自己又把砂锅炖在火上温了温。粥香一出来，徐安满足的多闻了2口，才舍得盖上锅盖，转身回卧室去叫陈牧阳。陈牧阳还没有醒，依旧保持着徐安起床时的睡姿，只是被子又往下滑了一截，露出半只肩头，隐隐还能看到接近锁骨处的几点红印。徐安脸颊不由得发热，抿了抿唇角，又压抑住心底的欢喜，小心的在床沿坐下，再次帮陈牧阳把被子往上拽了拽。这次的动作惊醒了陈牧阳，对方迷糊着醒过来，睁开眼时还有些看不真切徐安的面容，定了定神后才反应过来，小声叫道：“徐先生，你叫我什么？”徐安勾着嘴角问他。陈牧阳的脸颊微微发热，他往棉被里埋进一些，望着徐安的眼睛回答道：“徐安哥。”徐安脸一红，看着对方脸上同样漫出棉被边缘的红晕，又忍不住溢出一丝笑意，问他道：“睡好了吗？去吃饭好不好？”陈牧阳点了点头，却迟迟没有动作。徐安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把床尾的衣服拿到他手边后站起来，嘱咐他道：“慢慢穿，不用急。”陈牧阳又点了点头，当作应答。徐安才放心的出了卧室，帮他带上了门。陈牧阳掀开被子，他身上有许多红痕，在白而细腻的皮肤上像冬日雪地里的腊梅。陈牧阳忍不住脸颊发烫，不敢再看，赶快带好一只，穿好衣服出了卧室。厨房里，徐安已经盛好了粥。陈牧阳凑过去看了一眼，问道：“你怎么喝这个？咱们换一换。你喝白粥。”徐安把盛白粥的碗放到陈牧阳的位置上，拉他坐下后，又转过身端起来自己的粥碗，往餐桌对面走。“我想先喝你做的，你想喝我重新给你做，好不好？”“这是昨晚剩下的。”陈牧阳问道，说着就要去拿徐安的碗，被徐安拦住了，握着他的手放在勺子上，往他那边推了推后说道：“
乖，先吃饭，都快2点了，先吃点东西。徐安说着，又给陈牧阳夹了些菜，看着对方拿起筷子，自己才开始吃。徐安是真饿了，他只在飞机上吃了一顿飞机餐，连带着陈牧阳折腾了一晚，胃里早就空了。徐安喝完粥，又盛了一碗，坐回餐桌旁。陈牧阳吃饭还剩着一点粥。徐安见他吃的比平常慢，停下来问他：“你肚子疼不疼？”陈牧阳摇了摇头：“那就好。”徐安垂眸思忖了几秒后，又抬头问道：“那其他地方呢？疼不疼？”他的脸颊微红，声音也不像平日里中气十足。陈牧阳摇了摇头，回答道：“不疼的。”虽然两个人都是新手，但胜在对待彼此时都既耐心又温柔。两人单单准备工作就做了1个小时。最后陈牧阳被磨得不行，揽着徐安的肩贴近他，在他耳边气息不匀的求他快点。徐安又确认后才开始动作。对于陈牧阳而言，徐安的表白是意外之喜，特别是在得知那些好都是由爱驱使后，他由衷感恩。徐安离开的那一晚，陈宁自分别后又叫住了他，和他讲了一些话。陈牧阳这才知道，原来他能到徐安家来做家庭厨师并非偶然。尽管他们都不清楚徐安特意之举出自何种原因，但他不甚在意。来日方长，他们多的是机会和时间。饭后，徐安收拾厨房，陈牧阳拿了抹布想搭把手，又被徐安从手里想拽走抹布，要他去沙发上休息或者去读书。陈牧阳没再争夺，看着徐安微弯着腰面对着厨台做清洁的背影，停顿了几秒后回了卧室。床单是换过一次的。陈牧阳把2只枕头摆放整齐，又把被子叠好放在床尾。他回到客厅时，徐安已经收拾好厨房，正坐在沙发上看他的笔记。临近年底，辅导班也要结课了。徐安不在家，陈牧阳就把辅导资料都搬到了客厅。除了做饭和打扫卫生，白天空余的时间都用在这里。现在徐安就坐在他常坐的位置上，2只手臂搭在腿上，上身微微向前倾，没翻动他的笔记，只看着打开的那一页。今天天晴，室内明亮可人，阳光透过窗子照在客厅角落的龟背竹上，落在地面一片片深色的剪影。徐安穿着灰蓝色的家居服，看他的课本，一切静谧的，仿若时光缓缓涌动，揉得陈牧阳心里暖暖的。徐安，陈牧阳喊道，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颤音。徐安回过神，抬头看向他，朝他笑着，指着桌上的学习资料问道：“是不是快结课了？”“陈牧阳回答道，“这个月底就该结课了。”陈牧阳朝徐安走过去，正要伸手去收茶几上的书时，被徐安握住了他手掌，问道：“确定哪一天考试了吗？我送你过去。”“好。”陈牧阳笑着将指尖握进他的掌心，徐安顺势将他带到自己身旁坐下。“书别收了，你想在这里看就在这里看吧。”徐安说着环视周围，客厅光线采光还不错。“下午咱们出去，再给你买个抱枕，靠着会舒服些。”徐安说到做到，下午就带着陈牧阳出门去了家居店。除了抱枕，还买了一张宽大棉厚的地毯。买地毯时，徐安在一旁挑选，表情认真，仿佛面对一个重大项目。先问陈牧阳喜欢哪个花色，又问售货员哪种地毯防滑性比较好。几张地毯反复对比了很久，选择了一张米白纯色的羊羔绒地毯。这种会不会太不耐脏了？陈牧阳摸了摸地毯，触感柔软厚重，平添一种踏实感。不过摸着挺舒服的，用着舒服就好，反正这么大面积的地毯也是送到洗衣店洗。你别担心。好。陈牧阳点点头，又问徐安道：“怎么想起来给客厅买地毯了？”家里有地暖，室温时常维持在24摄氏度，而且能看出徐安的家居用品都是花过心思布置的。他大概不喜欢这种毛茸茸的垫子，所以整个家只有玄关处
放了一块入户门垫，还是放在房门外面？陈牧阳实在不懂他突然要给客厅买地毯的原因。徐安并未直接解答，他勾起嘴角，笑着凑近陈牧阳的耳朵，在他耳边低语了一句什么，陈牧阳脸就红了，垂着眼不再理他，去看一旁摆着的烛台。徐安笑意更甚，眼神中流露出几分宠溺，向前迈了一步，离得陈牧阳更近，口中热气喝在他耳廓上逗他，要是你自己起不来，求求我就抱你啊。这一下陈牧阳真的不理他了，径直去了另一旁的货架。徐安看着他的背影，嘴角勾得更甚，对售货员道，就要这张。陈牧阳没有回头，他红红的耳廓在店内明亮的灯光下像烈日的光圈，照得徐安心里一团热情融成春水，柔情里夹杂着被纵容的得意。元旦假期，徐安在公司加班，自从圣诞节过后，他先去国外看望徐景和，回国又赖在家里陪陈牧阳复习功课，最后还是陈宁一连打了3个电话，徐安才不得已提前去了公司。这期间陈牧阳也没闲着，他去疗养院陪了何佩萍，回家打扫了卫生。今年过年比往年要早，元旦后不满20天就是春节。陈牧阳想把何佩萍接回家过节，但又因为徐安的缘故，迟迟没有开口向他说明。两人发生关系后的那晚，陈牧阳先起身回了房间。徐安见他回了自己的房间，突然就慌了神，连忙起身跟上。而陈牧阳并未发觉，等他拿好了换洗的衣服，准备去洗澡时，一回头就看到徐安抱着一床被子，沉默地站在门口，也不进来，要等候他发落似的乖乖站着，眼神却紧紧贴在他身上。陈牧阳有些不明所以，他抱着要换的衣服往门口走，徐安的视线紧随着他的动作，最后落在自己的脚尖。我去哪睡啊？徐安低着头，下巴埋进被子里，一些小声问道，样子有些可怜巴巴的。陈牧阳被问得一愣，没反应过来，呆呆的反问他道，你想在哪儿啊？徐安也愣了，抬起头看向陈牧阳，四目相对中，两人皆是茫然。他指了指陈牧阳的床，我想在这儿。陈牧阳凝眉，那你抱被子干嘛？觉得冷吗？徐安无言，看着陈牧阳迷途小路般的眼神，恍然失笑，抿着嘴唇摇了摇头，我这就放回去。徐安说罢就转身往主卧里走，心里已经乐开了花，质问自己刚才在瞎想什么。而陈牧阳缓过神来时，早已经洗了一半。他从浴室出来，往卧室走的途中摸了摸自己的脸，可以手掌温热，并不能吸走脸颊的热度。徐安看着他，目光略带躲闪的走进来，自觉的移到床的另一边，掀开被角，让陈牧阳躺进来。被窝还存着徐安的体温，裹在身上，暖的陈牧阳觉得脸颊更烫了。他往被窝里缩了缩，徐安的手摸过来，问道，头发干了？陈牧阳点点头，我吹干了。他的头发细软，像小动物柔软的毛发。徐安揉了几下，胳膊越过他的身子，关掉了台灯。房间一下陷入了黑暗，陈牧阳还睁着眼睛，还没等眼睛完全适应黑暗时，就被徐安一把抱住了。徐安的胳膊落在他胸前，下巴抵在他的肩头上，像年幼的小朋友环着自己心爱的玩具熊一般。陈牧阳被他紧紧抱进怀里，我这样有点不舒服。陈牧阳试着小心动了动，却因为徐安的手臂圈得太紧，而并没有改变什么。于是他只好又用了些力气，挣扎一般的动作惊醒了徐安。陈牧阳扭头望向徐安，暗黑的房间里，他只能看到徐安的轮廓，但隔着黑暗，他依旧感受到对方的不解，于是只好解释道，你这样抱着我，我睡不着。徐安愣了愣，神色放松下来，微微松开些手臂问道，这样呢？陈牧阳摇了摇头，徐安只好又松开些手臂，缓慢的动作里却显出几分不情愿来。大概是心底的愿望没能实现，他眉宇间还浮上几分委屈。松开手臂的同时，一头埋进陈牧阳颈间，贴在他耳边深深的嗅了嗅。
停了好几秒才肯完全松开他。陈牧阳于心不忍，心想要不就这样吧，等他睡熟了，说不定自己就松开了。可下一秒，胳膊就被徐安拉开，在床上抻平了。徐安倚上去，拿过陈牧阳的手臂，把自己圈进他怀里，贴近他，闷在他怀里，小声问道：“那这样呢？”陈牧阳彻底无奈了，没回答。徐安又往他怀里拱了拱：“你抱着我吧，我能睡得着。”陈牧阳反应了好几秒，才笑出声来，侧了侧身子，将徐安搂进怀里，摸着黑亲了亲他的眼睛，拍拍他的背脊，柔声道：“睡吧，我也能睡得着。”离春节还是10多天时，徐慧打来了电话。当时徐安正和陈牧阳一起窝在沙发里看杂志。徐安拿过手机看了眼来电显示后，揽过陈牧阳的肩膀，在他脸颊亲了一下。看陈牧阳点头后，才起身去了书房。上次徐安回来的匆忙，并没有和徐慧打招呼，只在次日清早时分给徐慧发了一条短信，报了平安，讲了几句话。他当时说，既然手术顺利，徐景和也醒了，他就回来了。徐慧只回了个好字，现在又来了电话，大概又是些要他原谅往事的劝告。电话接通后，果然被徐安猜中了徐慧的来意。徐安不愿详谈，直接岔开了话题。徐慧又问了几句，徐安面色沉了下来，冷声道：“如果你们只是想听我说一句原谅的话，我现在就能把这句话给你。”徐慧清楚他的脾气，知道已经多说无益，于是叹了口气，转了话题：“你来的时候正忙，艾瑞克没有见到你，过段时间我带他去找你吧。”徐安嗯了一声，徐慧停顿了几秒，似乎在犹豫什么，但最终没有开口。挂了电话，徐安如释重负一般。他发觉自己在有意忽视和徐青有关的事，仿佛与徐青之间的牵扯不解除，就能不为往事牵绊。自与陈牧阳坦白心中情谊之后，两人相处如往常一样，彼此间却亲密更甚。徐安甚至觉得自己又开始依赖了一个人，他的安静和温柔都让他沉溺。徐安实在不愿打破现在的状态，他甚至愿意竭尽所能去隐藏那个横亘在他心间的真相，就让自己隐隐作痛，恐慌未来，来维系如今的缱绻时光。徐安嗤笑自己的荒唐，能逃一天是一天。徐安心想，他不会再为那些让自己短暂心安的试探，让陈牧阳患得患失。他想给他最好最温柔的爱，哪怕哪天真相大白，他会把他推开。但在这之前，他不会再动摇。徐慧在打过电话后的第4天来了家里，他来时没有提前通知徐安，直接去了徐安住的公寓。他有一把徐安公寓的钥匙，但可能会用不到。徐慧心想，希望自己的弟弟已经做出了决断。徐慧想着，拉着儿子往公寓里走。徐安一下车，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两个一大一小的熟悉身影往电梯口走着。徐安连忙锁车，就往电梯门口跑，结果还是迟了一步。他按了另一旁的电梯按钮，可实在太慢。徐安一边等着电梯从15楼下来，一边拨陈牧阳的电话，没有人接。徐安无奈，心底的恐慌催促着立即见到陈牧阳。于是他转身朝着步行梯往楼上跑，一口气跑了好几层，正好遇到要往上走的电梯停在了那一层楼，他才乘了电梯。又给陈牧阳拨了电话，电梯里信号很不好，电话没接通。徐安叹气，背靠着电梯墙面，闭目等待语音提示楼层。徐安不清楚徐慧这次回来的目的，他是单纯地带艾瑞克来玩，还是怎样？如果他仍对徐青、徐景和的事念念不忘，那以陈牧阳为切入点，无疑击中了他的死穴。连日的温柔，爱人的目光和笑脸，都让他舍不得。他想做个幸福忐忑的胆小鬼，现在或许没了这个机会。徐安无力的想着，一出电梯门就看到了刚刚反复出现在脑海的3个人。舅舅！艾瑞克大喊，松开了徐慧的手，扑到他腿上，抱着他的腿，仰头望着他，等他的回话。徐安没心情和他玩，
摸了摸他的头，就往门口走。径直拽住了陈牧阳的手，紧紧握在自己手心里，看了徐慧一眼后，对陈牧阳说道：“这就是我姐姐徐慧，她前几天说要来玩的。”陈牧阳点了点头，面对微笑的对徐慧笑了笑。徐安看他什么都不知情的样子，面色柔和下来，接着解释道：“我姐今天带艾瑞克过来，我忘了和你打招呼。你别害怕。”陈牧阳笑着摇了摇头，一旁艾瑞克又扑过来问道：“这是陈叔叔吗？”艾瑞克站在3个人中间，不满4周岁的小朋友只比徐安膝盖高出半个头来，一双大眼睛闪亮亮的望着徐安，又望向陈牧阳，最后看向徐慧，安静的等着解答。徐安惊讶他的问话，不解的看向徐慧。徐慧笑了笑，朝艾瑞克点了点头，道：“这就是舅舅的朋友。”艾瑞克和陈叔叔问好。活泼的小男孩能说会道，进了家就拉着徐安和陈牧阳说话，讲圣诞节的故事，讲在幼儿园的朋友们。徐安听着，不时看向陈牧阳的反应，看他并不觉聒噪，还能搭上几句话，才放下心来，有些感慨艾瑞克自来熟的能力。吃过午饭后，艾瑞克拽着陈牧阳的手指明要陈叔叔陪他一起玩。陈牧阳同意了，徐安也点了头，要他去玩，碗筷由自己收拾。话这样说，徐安的目光却紧紧追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好像人不在他视线里，就是处在了危险中一样。徐慧不得不和徐安解释道：“我只和艾瑞克讲了你遇到了喜欢的人的事，其他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你不用这么战战兢兢。”见徐安抬眸看向自己，徐慧抿了抿唇，将抹布放在一旁，继续说道：“你走之后，爸爸一直沉默。我不清楚你那天和他说了什么，让他不再强求你去原谅往事。但不管你说了什么，安安，这件事情就算过了。爸爸不再强求，你和我也都不必再背负他们的爱恨。”至于陈牧阳，徐安神色骤然紧张起来，将碗放入水池中，直视徐慧打断他道：“姐，关于他的一切，我都不会退让丝毫。”徐慧无奈的笑出来，眼角弯出一道弧度，了然于心的同时流露出几分宠溺来。至于陈牧阳，姐姐祝福你。徐慧坦白道：“我不知道你们进展到了哪一步，但看样子你们相处还不错。安，这是你的感情，由你把控，我不会干涉，只是祝福你。”徐安沉默，徐慧接连几次目的明显的干涉，让他如履薄冰，唯恐因为那段过往牵连到他与陈牧阳的当下。而今看来，是他太过神经兮兮了，越是看重，越加小心翼翼，反倒有些草木皆兵。姐，我和他很好。徐安低垂着眼，我没告诉他过去的事。我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了会是什么反应，恨我或者原谅我，我都不敢说。徐安看向徐慧的眼睛，问道：“你和爸爸都希望我原谅妈妈，可我做不到，我找不到理由原谅。而我和陈牧阳同样有这种难题，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原谅我。我太喜欢他了，太怕失去，我不敢试探。这样很自私吧？”徐安嗤笑，可我不想冒这个险。徐慧拍了拍他的手臂，抿唇淡然笑了笑：“这是你的感情，没人能为你做决定。徐安，无论家庭还是爱情，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作为家人，我很抱歉你经历这样的难题，我更希望你能走出来，而不是一味的责怪或者原谅。”徐慧轻声道，想到徐景和与徐慧，又忍不住叹气，继续说道：“但是你要明白，人不可能永远遵从自己的内心，总有些外力会推动或者阻碍你。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很多事情的对错都不如从前看重，他们更希望的加固爱的人的联系。”徐安凝眉，眼神中浮上一层疑惑，但很快就消散了，耳中只有自来水流动的声音，冲在碗上，也冲在他心上。徐景和突然的坚持，徐青的可盼，
以及向来不提往事的徐慧一而再再而三的调和他与徐青关系的举动，在一刻全都有了答案。姐，徐安望向徐慧，他想问他，你当初来劝我时，是不是一样很难过？也曾身居世外的徐慧，被卷入漩涡的徐慧，嫉妒他的出生曾被期待的徐慧，不得不为父母宽心而挺身而出的徐慧。然而徐安的牙齿碰了几碰，话却说不出来，最后只能皱着眉说出一句对不起。徐慧轻笑，抬手揉了揉他的头发。记得我第一次揉你头发的时候，你还是个没艾瑞克大的小鬼头。时间太快了，时间太快了，别急着长大，能任性是福分。去客厅吧，和艾瑞克玩一会儿，他总吵着要见你。徐慧说着往水池边挪了挪，徐安搂住他抱了几秒，撒娇一般叫了声姐姐。徐慧笑着要他快去客厅，徐安又抱了几秒才松开徐慧，离开他耳边时轻轻说了一句姐，谢谢你。客厅里，陈牧阳陪着艾瑞克看动画片，两个人一大一小并排坐着，都看得专注。期间艾瑞克不小心碰到了陈牧阳的腿，愣了愣，问陈牧阳道，陈叔叔，为什么你的腿硬硬的，好像只有骨头一样？徐安立即紧张起来，想叫住艾瑞克，陈牧阳却不以为意，笑了笑回答道，因为叔叔之前遇到过一场车祸，腿受了很严重的伤，有很好的医生叔叔帮了我，我就有了一条像机器人一样的腿。像机器人？艾瑞克睁大了眼睛，一脸好奇的看向陈牧阳。那我可以看看吗？陈叔叔，我还没有见过机器人的腿。艾瑞克，徐安呵斥一般叫艾瑞克的名字，陈牧阳望过去，笑着朝徐安摇了摇头，示意他放心后，重新低下头对艾瑞克说道，那你答应我，不许害怕哦。艾瑞克一阵猛点头。陈牧阳笑了笑，将家居服的裤腿往上提了提，露出一截钢铁制造的胫骨。艾瑞克一下看呆了，他满眼惊奇的看向陈牧阳，又看向那一截钢铁胫骨，反复了好几次后，赞叹般对陈牧阳说道，陈叔叔真酷。陈牧阳笑了笑，摸了摸艾瑞克的头，小朋友笑得眼睛都眯起来，黏着他要一起玩。徐安见插不上话，只好又回到了厨房帮徐慧一起收拾。电视里的动画片放完了，陈牧阳问艾瑞克还要不要看，艾瑞克郑重点头。陈牧阳笑着把自己之前买来的英文动画电影碟片拿出来给艾瑞克挑，小朋友一挑就挑中了陈牧阳和徐安一起看过的那部电影。哇，我最喜欢这个了。艾瑞克手拿着碟片在空中挥舞了半天后递给陈牧阳，眨着眼睛问他，陈叔叔，我们看这个好不好？这个可好看了，真的。陈牧阳点了点头，帮艾瑞克放了电影。电影演了10几分钟，艾瑞克问陈牧阳道，陈叔叔，这个好看吧？我和舅舅一起看过，他就不喜欢，都不理我的。是吗？陈牧阳看向厨房，对方和徐慧面对面坐着聊天，只能看到一个背影，我也和你舅舅一起看过。他说他挺喜欢的呀。艾瑞克皱了皱眉，随即恍然大悟，跪在沙发上朝陈牧阳扑过去，扒着他的肩膀，在他耳边小声说道，嘘，陈叔叔，我偷偷告诉你，那是因为舅舅喜欢你。说完，艾瑞克又把陈牧阳往下拽了拽，真的哦，是舅舅和妈妈说的，但他太怕你不答应他了，所以不敢和你说的。陈牧阳侧过头，艾瑞克还在他耳边劝他，舅舅很可怜的，姥爷不喜欢他，姥姥也很少会见他，所以陈叔叔，你喜欢他好不好？我舅舅很厉害的，他很高很帅，还会挣钱，虽然不爱说话，但很好很好的。他会给我买好多玩具，不喜欢看动画片也都会陪我看的。你舅舅对你这么好啊？嗯啊。艾瑞克使劲点头，望着陈牧阳的眼睛，郑重承诺道，所以
陈叔叔，如果你也喜欢舅舅的话，他也会对你这么好的。陈牧阳笑了，伸出手扶着艾瑞克在沙发上坐好，揉了揉他的头发，郑重回答道：好，那我也喜欢他。他一说完，艾瑞克就高兴地跳了起来，随即发现自己动作幅度太大，悄悄望了眼厨房，见徐慧、徐安都没有发现，他才放下心来，晃着陈牧阳的腿，笑眯眯地对他说：那我们就说定了，等舅舅和你表白时候，你一定要答应他哦。陈牧阳笑着点头，望了一眼徐安的背影，故意问艾瑞克道：那你知道你舅舅什么时候会和我表白吗？艾瑞克闻声撅了撅嘴，思考了半天，小声嘟囔了一句：舅舅太不勇敢了，我帮帮他。陈牧阳忍不住笑，直到徐慧要走时，他才知道艾瑞克的意思。四个人出了门，等电梯时，艾瑞克偷偷拽住徐安到一旁，拉着他要他弯下腰来，在他耳边小声嘱咐了一句：舅舅，你要对陈叔叔好一点哦。徐安勾着嘴角，不明所以的看向他，回答道：我当然会对他好的。艾瑞克摇了摇头，要更好一点。见徐安还不理解，有些恨铁不成钢般叹了口气，拿手遮挡着，在他耳边提醒道：陈叔叔其实很喜欢你的，你要快点表白啊。徐安这下挑了眉，瞥向艾瑞克，有些要面子的问道：谁和你说我没表白的？这下轮到艾瑞克皱眉了，他蹙着眉头思考了好几秒后，才重新抬起头，表情凝重的看向徐安问道：是陈叔叔说的呀，舅舅，你是不是梦里表白了？艾瑞克这句话吓得徐安差点出了冷汗，他偷偷掐了自己一下，觉得疼了才放下心来，手放在艾瑞克头上，推着他往电梯旁走，嘴里小声嘟囔着：小屁孩你懂什么，干嘛要吓我？他的声音不大，蚊子哼哼一样，但耐不住艾瑞克耳朵尖，听了个清楚，顶着他手掌的压力，努力抬头看向他，嘴巴不住的劝：舅舅你还是抓紧吧，我的朋友伊米才3岁，都比你勇敢的。徐安皱眉，艾瑞克感觉到他手上力气小了，立马向上伸手抓住他的胳膊，重新往一旁拽，仍用成功事例劝慰他：伊米和伊里斯表白后，2个人就在一起了，伊里斯也是很早就喜欢他的哦，所以舅舅你……正巧电梯门开了，徐安顾不得艾瑞克没说完，推着他的头就把他送进了电梯里。艾瑞克知道电梯不会停太久，顺从的进到电梯里，拉住徐慧的手站稳后，朝徐安做着口型：要勇敢哦。徐安无奈，拉过一旁陈牧阳的手，和他并肩站在一起，朝他挥手告别。艾瑞克看到2个人动作亲密，眼睛一亮，当即对着徐安竖起了大拇指。徐安知道小朋友还是没看懂，但也懒得再解释，于是深吸了一口气，闭着眼睛对着艾瑞克一阵猛点头，希望他快点下楼。电梯下去了，陈牧阳晃了晃徐安的手，叫了他一声，徐安这才松了口气，睁开眼睛拥着陈牧阳往屋里走。他终于走了。徐安一手揽着陈牧阳的腰，一手背过去，关上门后贴在他身上，下巴抵在他肩上问道：陪他玩你累不累啊？徐安拖着音问道，他的嗓音偏低沉，声线拉长时语气带上几分撒娇的意味。陈牧阳轻轻摇了摇头，碎发挠在徐安耳边，痒痒的。艾瑞克很可爱。陈牧阳笑道，侧过头看向徐安，眼稍扬着，和他谈笑，他还夸舅舅好，可没想到你会烦他。徐安失笑，眼尾弯出一段温柔的弧度，在他颈窝间蹭了蹭。小孩子太闹腾。陈牧阳没再回话，淡淡的笑了笑。2个人在沙发上坐下，也不说话，只是相互依偎着，享受待在彼此身边的静谧午后。徐安闭着眼睛靠在陈牧阳肩膀养神，陈牧阳侧过头看着他，唇齿犹豫间轻轻掂了掂肩膀，问道：你想过抚养小孩吗？陈牧阳问的认真，徐安从他肩上抬起头作证，望着他的眼睛沉默了几秒，解释般回答道：我也没有讨厌小孩，
我们在一起的话。陈牧阳的指尖窝在徐安掌心，他望着徐安的眼睛，望着望着自己就垂下了眼睛。你就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我不后悔。徐安把陈牧阳揽进怀里，吻他的眼睑，未等他问出口，就先做了他。柔软温热的碰触碾过他的面颊，落在同样柔软温热的一双唇上。两人鼻尖碰撞，徐安抵着他的额头祈求般问：我不会后悔的，你也不要后悔，好不好？他真是太霸道了，遇上了这个软心的人，他就变得蛮不讲理了起来。表白不许他拒绝，亲昵不容他反抗，现在又逼着他说不后悔选择同性爱人。徐安闭着眼睛在他额前磨蹭，睫毛若有若无的扫在陈牧阳的眼角眉梢。他的鼻息温热，在一片沉默中渐渐急促起来，可心中催促陈牧阳答的话却说不出来了。他自知理亏，明明是一样相爱的人，哪有自己付出了多少就强求着要别人也付出多少的？可他就是想着自己不退缩，就要他也义无反顾，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郎，有着必须同心同德的执拗。陈牧阳伸出手臂，把他圈进怀里，算是回应。徐慧傍晚时分打来电话报平安，他已经到了徐清家。徐安浅淡的嗯了一声，便不再答话，只剩下电流声嘶嘶的响。最后是徐慧先开了口，要他早点休息。徐安又嗯了一声，回道：你们也早点休息吧。如从前一般的言语，语气间已然多出几分缓和。挂断电话后，徐安把厨房收拾好，回了卧室。他们今天晚饭吃得早，陈牧阳先回了卧室。徐安以为是他陪着艾瑞克玩了一天累了，没想到一开门就看到他小媳妇儿似的坐在床边。陈牧阳上身为着寸缕，皮肤泛着沐浴过后特有的莹润光泽，下身盖着一条毛毯。除此以外，床中间叠放着2条叠好的厚实冬被，被子上面还放着一只枕头。徐安看见后心下了然，未点破，只是关上门向陈牧阳走过去。陈牧阳看徐安推门进来，直了直腰，目光盈盈的望着他，跟着他的动作一点一点收回，最后落在床沿徐安坐下的那块位置上。都准备好了。陈牧阳垂眸望着徐安撑在他腿旁的手，小声说道。徐安嗯了一声，抬手摸了摸陈牧阳虚握着的手，站起身要把床中间的被子抱走，结果手还没碰到被子就被陈牧阳给拦住了。像上次那样，我跪着。陈牧阳的语气有些急，徐安扭头看向他，抿唇不语。因为陈牧阳的身体原因，他们很少用正入和跪趴式，这对陈牧阳的腿来说负担太大，而且不易保持平衡。唯一的一次，陈牧阳趴在2床冬被上支撑着，还是有些摇摇欲坠。那次之后，徐安有意放弃了那个姿势。陈牧阳的手仍按在徐安的前臂上，害羞但急切的看着他。徐安收回自己要抱被子的手，重新在床沿坐下，将他的手握进手中，摩挲问道：怎么了？侧面不舒服吗？徐安问的认真，一语落下，他抬头望向陈牧阳，眼神温柔的仿佛要溢出水来，霎时间陈牧阳的脸更红了。他努力让自己不要低头，开口的声音却小了很多。没有。徐安侧了侧脖子，没回答，正要再起身去抱被子时，被陈牧阳打断了。后面的话你会舒服多一点。徐安蓦然僵住了，他凝眉望向陈牧阳，几乎可以用瞠目结舌来形容。这句话给他的冲击太大。徐安嘴唇几经张合才问出来：怎么这么觉得？陈牧阳眨了眨眼，微垂着眼睛，断断续续的回道：上次从后面到最后的时候，你吼了一声，回答完。徐安许久没有答语，他偷偷抬眼看他的反应，发现后者眉头蹙得更紧，唇线紧抿。陈牧阳猜他不用跪趴式的原因，又慌忙的小声解释，没委屈自己。我也很舒服的。徐安突然忍不住想笑，眉头划开。
看着陈牧阳搭在他手腕上轻轻摇晃的手，五指纤细白嫩，唯有指甲透着红粉。顺着望上去，就看到他低着头红着脸，像只小虾米。陈牧阳并不知晓徐安心底的柔软，见他一直没有动作，以为他是生气，他抓了抓徐安的手心，小心翼翼的抬起头恳求：“好不好啊？就从后面吧。”这下徐安彻底败北，他揽着陈牧阳的肩膀向他压过去，轻啄了一下他的耳垂，在他耳边小声嘱咐道：“等下别哭。”柔情蜜意浓，徐安的嘱咐没能生效。陈牧阳躺在他怀里，一双眼睛水盈盈的，看着有些可怜。有件事我想和你说一声。徐安闻声动了动，闭着眼睛啄他的耳廓。怎么了？也没什么。陈牧阳抿了抿唇，调整了姿势，面对着徐安，就是之前我和你说过的，我想过年把我妈接回家照顾。本来想着年前半个月就接的，现在都快小年了。徐安沉默着，陈牧阳心里渐渐没底起来。他们确定关系后，只把2间卧室变成了1间，其他几乎没变过。现在他突然说要回家，居然有种要分别的意味。陈牧阳嗫嚅着，继续说道：“所以我想，明天或者后天就把我妈接回家的，不能再拖了。”话音落下，陈牧阳仰着头望向徐安。徐安一阵沉默，这事不容商量，可心里又委实舍不得。大概就是因为这样，才让这只腼腆的小猫主动了起来。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漫上来，浸得整颗心酸酸软软。徐安垂着眼睛，入眼是陈牧阳泛着绯红的皮肤和白色毛毯的边缘。毛毯因为在床上蹂躏的太久，压出了褶皱。徐安把陈牧阳往怀里搂紧了些，下巴抵在他鼻梁上，柔声问他：“晚上这么乖，是怕我不同意？”他的嘴唇贴在陈牧阳额头上，一开口，温润的气息全喝在他眉心。陈牧阳摇了摇头，脑袋微微向徐安亲了亲，额头便随着头摆动在他唇上的蹭。也不是，陈牧阳又往徐安怀里缩了缩：“你肯定不会拒绝的。”我就是怕自己又忘了。后一句带了撒娇的成分。徐安看着他，抓着自己的肩膀缩进自己怀里，没有推拒，抬起手臂笼住他。陈牧阳说了也不是，多了个也字，到底是带上了讨好的成分。从确定关系开始，他们仿佛都在害怕，害怕亲昵太甚让对方紧张，又怕空间过于让对方不安。2个人笨拙的捧着真心，小心翼翼的寻找最能让对方舒适的爱意，增之减之都要经过无数次思考。我确实不会拒绝啊，可不光是因为这件事没办法拒绝才不拒绝。徐安望着陈牧阳，用额头去抵陈牧阳的额头。要他也望着他，我不会拒绝，还因为我心里比起由着自己而言，更想由着你。他说罢，看着陈牧阳皱了眉头，眼睛汪汪的望着自己，轻轻点头。徐安重新将他搂进怀里，所以以后再有什么事，不用拖，不要怕，直接和我讲。感觉到怀里人点头后，徐安安下心来，蓦地有些不怀好意的勾着嘴角向眼前人轻身而去，咬着他的耳朵惋惜道：“可我也是真的舍不得呀，现在必须抓紧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间了。”陈牧阳很快就切身懂得了徐安话里的含义，然而珍惜了一晚，等真正分别时，徐安还是不习惯。陈牧阳要回家的那天，打开衣柜要收拾衣服，结果才往外拿了一半，就看到徐安站在房门口。陈牧阳手里拿着的衣服陡然间就放不下了，他看了徐安几秒，对方也不说话，就安静的微微皱着眉，可怜巴巴的看着他。陈牧阳无奈，只好又把原本准备带回家的衣服又挂回衣柜里，反正家里还有几件，够换洗就行了，这些在这儿留着就留着吧。陈牧阳心想，反正还要回来的，确实是要回来。他回家了几天，徐安几乎每天都有理由要他回来。陈牧阳原本想自己照顾母亲，最后迫于无奈，又请了小时工。徐安厚着脸皮也不觉得有什么，反正如愿以偿的见到了陈牧阳。
想方设法的能多赖他几秒就心满意足了。天气渐暖，还是下了场雪。雪下在傍晚，陈牧阳站在窗边看了很久，才不太确定的对厨房里忙手忙脚的徐安道：“好像下雪了。”徐安嗯了一声，过了好几秒反应过来，把切一半的菜往菜板上一丢，就跑到窗边，看着细小的雪花簌簌落下，一把把陈牧阳抱进了怀里，下巴窝在他颈间，小声说道：“下雪了呀，路会很滑的，你今晚别走了，好不好？”陈牧阳磨不过他，自己也想留下，只好给家里打了电话说晚上不回去了。徐安没想到他真会答应，抱着人腻腻歪歪，怎么都不肯松手。尝过了一次甜头，徐安开始期待下雪下雨的天气。但凡天气阴了一点，他就高兴的恨不得嘴巴里倒耳根。可越近年底，天气越好了，没了天气不好的理由，陈牧阳也没耐住徐安软磨硬泡。陈牧阳第二次留下的那天，他照例给何佩平打了电话，说晚上不回家，又临时给小时工多付了薪水，请他留下照顾。电话那面的何佩平沉默了几秒，问道：“是和那个人在一起吗？”陈牧阳愣了愣，才反应过来何佩平说的是谁，应声后不再多说。何佩平也沉默，两人耳间只有电流的微弱声音。最后何佩平开口道：“有时间带他来家里看看吧。”徐安第一次去陈牧阳家时很紧张，提着一堆东西在楼下站着。陈牧阳走了几步，发觉身后无人，扭过头去找，才发现徐安还站在停车的地方。“你过来啊！”徐安摇了摇头，陈牧阳无奈，只好又走回去。“你妈妈会不会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陈牧阳回答道。当初他问何佩平时，何佩平以为他喜欢的人也是个身体残缺的人，可没想到他说的是个男人。那天何佩平没骂他，但也没能说出什么来。陈牧阳不急着被何佩平认可，毕竟性少数群体还未被广泛接受，他应该给他时间。而且他与徐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应该不会讨厌你。陈牧阳说着去拉徐安的手，不顾他同不同意，就抓着他往单元入口走。“你别害怕，我也不怕。”陈牧阳边走边说道，“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想和你分开的。”陈牧阳想，大概就是这样的笃定支撑着他，直到见到徐青后。眼前人与回忆中迷糊影像重合，他知道了对方是谁后，还能听他把话说完。但徐青并未认出他来，毕竟当年苍白羸弱的少年，如今完整鲜活。他打开房门，请徐青进屋后，告诉他徐安正在停车，稍后就会回来后，便出了门。那天他独自在路上走了很久，直到右腿发痛才回过些神，茫然着环视周围，那种曾被抛却过很久的疲惫感重新袭来，让他皱眉，让他无措。陈牧阳尝试去捋清这些事实，他曾救过徐安，徐安也曾帮助过他，推着他有能力有信心向着心中所想迈出第一步。这些看起来对等，却又完全不同。多年前他朝少年扑过去的动作近乎本能，而多年后徐安的亲近却是一开始就得知了他们全部的始终。陈牧阳在心里问自己，后悔遇到徐安吗？不后悔。他本能的回答。多年前他不后悔救那个少年，怎么多年后得知了当年少年就是自己如今的爱人，反倒因此困扰。陈牧阳凝眉，记忆里徐安的犹犹豫豫，对他的腿痛的反复确认一下，都有了依据，让他的心又重又轻，不知何去何从。徐安提着超市购物袋回到家时，先喊了声杨洋，然后走出玄关，对上了徐青讶异的目光。他在一刹那间怔住，恍惚着问徐青：“你见到他了？”“谁？”“那个年轻人。”徐青从沙发上起身，犹豫着问道。他很久没见过徐安这样失神，连忙继续说道：“他打开门让我进来后就走了，怎么了？”徐安没有回答，一句他哽在喉咙口。
说不出也咽不下。他实在不知道该问什么，或者说该怎么问。试问陈牧阳有没有认出徐青，还是徐青有没有认出陈牧阳？他都不知道。他不敢想象陈牧阳知道自己就是当年他救下的人后的反应，他甚至开始后悔自己的怯懦和逃避，没能避开，反倒让这霹雳直直落向了陈牧阳。那是徐安张口，后半句话掩在了喉咙里。徐青没追问，见他的样子，心中澄明几分，但未向前走，只是站在原地安慰他道：他应该没走远，你们前后没差多久。安安，慧慧和我说了你交男朋友的事，妈妈不反对你们的感情的。徐安望向徐青，看见他眼中同样染上了急切，却只是出于不愿母子间关系更恶化的渴求。徐青大概并未认出陈牧阳，蓦然间他拉耸下肩膀，苦笑道：妈，那是陈牧阳。徐青一怔，不仅是徐安喊出的妈妈，还因为那个名字很快和记忆中的印象重合在一起。那个曾经救过他儿子的小男孩的名字，他没办法不记得。徐青向前走了几步，追问道：陈牧阳是10年前那个孩子？徐安点了点头。徐青几经犹豫，还是轻轻拍了拍徐安的胳膊。徐安一阵懊悔，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没告诉过他。去找找他吧。徐青推了推他的胳膊，他不一定认出了我是谁，可能只是突然见到我有些紧张。徐安冲了出去，怀抱着他只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有些紧张的可笑想法，给陈牧阳打了电话。电话没能接通，他又发了短信。他不敢太露骨的问他怎么突然不见了，又不敢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还一门心思的瞒他。陈牧阳没回短信。徐安握着手机苦笑，又想到徐青临走前劝慰他的话。他说：事情发生了，感情发生了，很多东西就都不受控制了。对或错，你不要想结果，先把他找回来。先把他找回来。徐安提醒自己别去怕结果。然而当他找遍了小区、陈牧阳家两人常去的几个地方后，他没办法不再惧怕结果。徐安握着手机，再次颤巍巍的给陈牧阳打电话，电话依旧没有接通。回到公寓，钥匙插进门锁后，转动了几圈，门子应声而开。他走进去，看到了陈牧阳换下的鞋子。那一瞬，徐安不好形容自己的心情。他一步踏出玄关，看到沙发上坐着的陈牧阳，陡然心安。像走丢的风筝，在空中漂泊无依时，又遇到了抓住他的人。他站在玄关，安静的看着陈牧阳，眉头微皱，眼神温柔又夹杂着无措。陈牧阳换上了家居服，半圈着腿窝在沙发角落里，随意温馨，像以往每一个他们在一起的时刻。过来啊！陈牧阳朝徐安招手，示意他过去。徐安走过去，也不坐下，就站在陈牧阳面前，呆呆的看着他。两个人相距不到1米，徐安的样子有点傻，像一只被关在门外等了很久都没人来开门的小狗。陈牧阳觉得好笑，朝他伸出手，要拽徐安的衣服似的，示意他坐到自己身边。徐安乖乖走过去，刚坐下就被陈牧阳揽进了怀里。陈牧阳的下巴安静的放在他肩上，双臂温柔的环住他的背脊。我都知道了。陈牧阳在徐安耳边轻声道，他的语调温柔，甚至有些轻快。在感觉到怀中的徐安的身体猛然僵硬之后，忍不住了然的笑意，眉眼也弯起来，眼角纹路里都透着柔和。陈牧阳用手掌轻轻抚摸拍打徐安的背，用哄小孩一样的口吻哄他。别怕呀，我不是在这儿呢吗？我抱着你呢，没走。不真切似的，徐安慢慢抬起胳膊笼住陈牧阳的背脊，感到怀中人真实的体温后，才慢慢松懈下来，一瞬绷紧的神经也缓和下来。他把脑袋拱进陈牧阳的颈窝，双臂用力将他环在自己怀里。他很久都没有说话，就一直这样抱着。陈牧阳也任由他抱着，手掌依旧一下下的轻轻拍他的背。
停了好久，陈牧阳觉得自己耳后的头发湿湿的，他愣几秒，随后了然，抬起手摸了摸徐安的后脑，后者闷闷的应了一声，带出些哽咽。陈牧阳晃晃他，徐安也不吭声，只把脑袋又往陈牧阳颈窝里拱了拱，手臂也环紧了些。陈牧阳无奈的笑出声来，手又放到徐安背后，一下一下轻拍着哄他。窗外黄昏，天边余光映衬着色彩渐浓的夜幕，在灯光晕染的周围旖旎出一片温柔。过往沉重，前路漫漫，但那又有什么呢？爱的人在身边，就是最好的当下，能弥补，也能成全。